什么不灭的战士？你是谁？再快点！7月15，中元节，百鬼夜行。再快点，前面就是白水滩了。宁之威重生了。重生回3年前，宁家满门忠烈还没有战死沙场，还没有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还没被全家抄斩。侍卫们本是陪同五小姐回京为老夫人贺寿，谁知途中说什么梦见宁家军有难，下令折返回边城。五小姐，我们还是先进城，这白水滩怎么可能是两军交锋的战场？不听指挥者，杀无赦！宁广志将军，你输了，投降吧，本王子饶你一死。哼，宁家人没有一个软骨头，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哼，知道是谁将军情提前泄露吗？是谁出卖了你们？啊？是你们大齐朝的皇子，你们拼死效忠的皇室，可不可笑？住口！你就不为你家的女眷考虑？只要我动动手指，你们宁家就会背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满门抄斩，遗臭万年。卑鄙无耻，要杀就杀！哼，冥顽不灵，杀了。哼，宁家也不过如此。什么不灭的战士？你是谁？宁之威。大舅，我来晚了。之威，大舅不行了。不会的，我带了老绅士，你一定能好起来。之威，听我把话说完。这是宁家军的兵符，你交给修睿。如果他不在了，就交给。若是男丁都不在了，那就上交朝廷吧。这是宁家家主信物，你愿意收下吗？大舅您放心，只要我在一日，就护宁家满门一世。好。大舅，家主。中元节，宁家第5任家主宁广志，第5代宁广破，第6代宁修尧、宁修月悉数在白水滩陨落，宁修睿、宁修泽在战场失踪。7月17，边关6城同一日陷落，6城血流成河，被砍下的头颅堆积垒成金冠。天下皆惊，天启帝震怒不已，下旨查抄宁家，将一众女眷下天牢问罪。宁然，属下在。从即日起，你就是一面小将军。主子。你拿着兵符，绕击残部，
从齐云雪山那条不为人知的秘密小道穿过去，插入敌后，趁其不备，拿下大京的几座城池。属下的任务是保护你。只有拿下大京的城池，我们宁家才有一线希望，边关的百姓才有一线希望。这是军令。属下遵命。芍药，飞鸽传书，把这封信交到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萧大人手中，要快。希望他能给我拖延一点时间。什么？锦衣卫指挥使？您跟他有交情？宁之威神色恍惚，前世见过几面，今生还没有交集。不认识。京城。宁之威是谁？不认识啊。这是什么声音？是登文谷。开国200年，这登文谷只响过3次，但每一次都是惊天大案，血流长河。你是何人？怎么敢敲登文谷啊？我大将军府宁之威，为宁氏一族鸣冤。宁之威，他就是宁之威。素不相识，他怎么会知道我最大的秘密？不行，他不能死。我大将军府宁之威，为宁氏一族鸣冤。什么？宁家不是叛国吗？宁家人都下狱了。害死了6城的百姓，还喊什么冤？无耻！宁氏一族追随太祖起事，以战功封公爵，200年来一直镇守西北，世世代代抛头颅洒热血，边关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宁氏子弟的鲜血。至今为止，战死沙场的宁氏子弟一共63人，最年轻的仅16岁，最年长的78岁。我宁氏一族不负君王，不负大旗，不负百姓，可最后只落得一个叛国的罪名，我不服！恳请陛下还宁氏一个公道。说得好听，6城陷落不正是宁家军造成的吗？宁家要承担责任。宁老将军是怎么死的？是被背后的冷箭所伤，箭上有毒，毒发身亡。宁广志大将军率队救援玉门关，却半路遭遇伏击，身中12刀。宁广破将军被一剑封喉，连句遗言都没留下。宁修瑶30岁，半生都在战场浴血杀敌，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只有一个5岁的孩子，可孩子永远等不到父亲回来了。宁修月20岁，去年刚成亲，还没有子嗣就死在战场，就此断后。宁修睿、宁修远在战场失踪，生死不明。宁氏一族叛国，图什么？图我们宁氏男丁全都战死战场吗？图我们宁家满门抄斩吗？请皇上严查此案，还宁氏一个清白。请皇上严查此案。有了第一个，就有无数个。百姓们跪了，衙役们跪了，侍卫们跪了，这就是人心所向。令大理寺。臣在。督察院、刑部3堂会审，锦衣卫协助，务必要查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谢陛下隆恩。皇上，臣女有一事相求。说。宁氏妇孺老的老，小的小，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娇体弱，若在天牢出事，反而不美。还请皇上开恩，特许他们在府里听候发落。这丫头到底是装的，还是深不可测？不过区区一个女孩子而已，不足为患。没有男丁的宁家更不足为患。准。
如果宁家真有问题，到时再抓就是了，也能让臣民们心服口服。皇帝舅舅，这不好吧？苏明姐，是他。是属下无能，没有救在几位将军。不能怪你，那种情况下，神仙也难救。家主信物传给了五小姐。小姐，定远侯和大理寺卿要见你，说是奉旨查案。定远侯，这一世，你又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你可知道这登门敲鼓响的后果？我知道，要先挨30大板。我一个弱女子绝挨不过去。但人生自古谁无死？为忠义，为江山社稷，为君王而死，死得其所。姑娘，你先不要急，听我说。我是大理寺卿荣敬，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跟我说，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你。这是我的官印，你不必担心什么。查案办案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曾经发下宏愿，愿尽一己之力，荡尽天下不平事。多么伟大的宏愿！可惜，他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也是，君王昏庸无能，皇室糜烂，谁能独善其身？谁又能全身而退？多谢荣大人美意，但这事太大了，牵扯到千千万万百姓，你一个人扛不动。宁武小姐，你做噩梦心神不宁，预感宁将军要出事，所以折返回边关是吗？是，我相信亲人之间有感应。我和宁家几位将军感情非常深厚。宁老将军遇害，宁广志将军一行在白水滩遇伏，也是你梦到的？当然不是，白水滩和白城之间的距离是50里，我们途经白水滩才能到达宁家军驻守的白城。那晚老远就听到杀声大作，血腥味扑面而来。事发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去白城示警，但所有城门紧闭戒严，费了一番周折，才从外祖亲卫口中听到隐藏的真相。你还有什么补充的？伊吉尔王子临死前说，是大齐皇子出卖了宁家军。你胡说什么？诬陷皇子诛九族？我只是转述伊吉尔王子的话，至于真假，当然是有英明神武的皇上和百官查明。定远侯为何这般激动？难道你家也卷进去了？胡言乱语！诋毁我定远侯府，后果自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办案的原则。荣大人，我没说错吧？宁之威，你这混账东西！侯爷，你只是协同。对了，你见到兵符了吗？什么兵符？宁家军的兵符？应该在我外祖手上，如今可能落到内奸手里了。那没什么事了，告辞。等一下，荣大人，我为皇上备了一份礼物，请代为呈上。就说是我们宁家为皇上万寿节献礼，提前恭祝皇上万寿无疆。哼，我生平最看不上谄媚之辈，笑死人了！到底谁才是最不要脸的狗东西啊？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真是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他娘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在什么情况下姓了宁？真当他不知道吗？丁远侯，麻烦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夹带违禁品。御书房，这是伊吉尔王子的人头。是。都散了吧。
定远侯留下。他没认你，他待臣如陌生人。毕竟是血亲，多哄哄。父女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您说的是。交给你一个任务，在1个月内找到那块兵符。臣恐怕难以。让静书进宫陪陪贵妃，贵妃很想念她。是，臣一定竭尽全力。皇上口谕，无诏，任何人不得进出。这是定远侯府大小姐前来探望宁家人，还请各位让开一条路。是写出梅须逊血3分白，血血书梅一段相绝句的林静书小姐吗？正是。这大热的天，辛苦各位了。二霜、二雪，将我们带来的绿豆百合汤分给大家。这是我家小姐的心意，都拿去喝，解解暑。谢谢林小姐，您真是太好了。拦下马车，不服者斩。出门没看黄历，遇到这大煞星，晦气。大人，还有绿豆百合汤，你也喝一碗吧。哼，你们的警觉心呢？怎么敢乱喝外人送的汤？不要命了！萧指挥使，您要怪就怪我吧，是我的错，他们是无辜的。大热天跑来收买人心，定远侯府这是想染指锦衣卫？不，您别误会，我是特意看望宁家人，顺带给侍卫兄弟们带点绿豆百合汤，是谢谢他们照顾宁家人。你是以什么身份？我先让我们进去说吧，这外面太热了，把我家小姐晒伤就麻烦了。手令。这还请萧指挥使高抬贵手，帮帮忙吧。这是胁迫锦衣卫为你定远侯办事？这狗东西好可恶，怪不得人见人憎，也不想想现在不留一条后路，以后还有什么活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日新皇继位，他这条老皇帝的走狗只有死路一条。我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你跪倒在我脚下，苦苦哀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指挥使，你欺负一个弱女子有意思吗？这些年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到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人性的黑暗早就看多了，这点伎俩根本不够看。这女子装的再高贵，再有才华，底子是黑的，野心太大。荣大人，你来了。林小姐，我没事。两个男人相视一眼，彼此迅速移开视线。风萧声动过这渔火，你耳语摇曳了我让冰流苏，生回叛徒情小姐，够了吗？再来，多做点海棠酥，往各房都送一盘子。却流如雨，觥筹交错举杯，美酒饮如初，心无旁骛，相对四目，忽然我就深深中了你的蛊。荣大人，你又来了呀？京城的风向都在夸赞宁家，为宁家鸣不平。公道自在人心。最近我办案出奇的顺利，总在不经意间发现证物，好像是主动送上来的。肯定是老天爷的安排，忠魂不灭，宁家的列祖列宗保佑。朝中诸位大人对宁家军主帅有不同的安排，你有什么意见？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意见？全凭皇上做主。皇上的意思，
让宁家推举一位出来。皇上看好谁呢？马猛副将，他的资历够，又是宁家旧将，对皇上忠心耿耿。他的宠妾是丽妃娘家的人。你确定？非常确定。韩渠将军呢？是大皇子的人。蒋申云呢？他呀，自己去查吧。我说的皇上不信。你在边城怎么长大的？就像野草般自由长大，策马奔腾，随心所欲，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林静书，你来了。林小姐，你哪来的手令？姑母派人送来的。这就是宁之薇姐姐吧？姐姐，我是林静书，很高兴见到你。你真好看，气质也好好，端庄优雅又高贵，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呢。钱氏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看到的是林静书站在苏明锦身边，冲他得意的笑，胜利者的趾高气扬。一个是他爱护有加的亲妹妹，一个是倾尽所有扶持的夫君。他待他们赤诚，对他们全心全意的信任，可换来的是背叛，是一箭穿心。林静书，你倒万千男人的大旗第一美人儿？这都是虚名。姐姐这种忠孝节烈的好姑娘才值得夸赞。姐姐，你坚强勇敢，善良仁义，集齐了世间最美好的品质，我太喜欢你了。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姓林，我姓宁。啊，宁老将军没告诉你吗？你是林家女，是定远侯府的千金小姐。当年若不是一场误会，我们姐妹也不至于相见不认识。不过现在还不晚，我们有的是时间续姐妹情。一场误会就将10几年前的刀光剑影、阴谋诡计一笔带过。宁之薇好好反省，检讨一下前世的他到底为什么眼瞎。想起来了，前世的他也进了天牢，在他最绝望时，是定远侯府出面将他救走，还保证会为宁家奔走。在这期间，定远侯府上下为他编织了一场亲情陷阱，将他精准捕获。他将定远侯当成第二个家，视他们为至亲，尤其是将林静书当成亲妹。有难他上，有苦他吃，屡次救林静书于水火。哼，一群白眼狼。姐姐，这是12匹绸缎，都是宫中赏赐给定远侯府的贡品，我都给搬来了。这是炫耀你有贡品我没有，需要你恩赐是吧？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宁小姐，你这话就不对了。这种时候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只有我家小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进来看望你。你可知道，我家小姐为了救你，四处打听情况，生怕你吃不好睡不好，特意搜罗了库房，挑了最好的东西，求爷爷告奶奶舍了脸面才能进来呢。主子说话下人插嘴，定远侯府的家教真好啊。傲许傲双，张嘴！姐姐，我代丫鬟们向您道歉，他们只是护主心切，没有恶意。我对姐姐的心意是真真切切的。没看出来。日久见人心，不急在一时。如果你把烟色琉璃杯、蓝田玲珑玉、离宫春晓图给我，我就相信你的真心。看戏的荣静都不淡定了，瞠目结舌。烟色琉璃杯在月色下会泛起七色光，色彩斑斓，流光溢彩。蓝田玲珑玉是一块暖玉，冬暖夏凉，有暖宫滋养身体的功效。离宫春晓图是前朝画圣顾春晓的代表作，他的画作不多，几经战火流传的更少，每一幅都被视为稀世珍宝。这不可能！姐姐，不是我舍不得，而是
这3样是定远侯府的镇府之宝，我一个女儿家怎么可能做主啊？那就算了，你这么没用，我要你这个妹妹有什么用？是谁？别藏头露尾，站出来！2个男人转了出来，是萧林峰和他的手下。萧林峰面色平静，他的手下捂着嘴，面红耳赤。他不想笑的，真的。萧指挥使，躲在暗处偷听，非君子所为。你们不都骂我是卑鄙小人吗？时间到了，你该离开了。林静书哑口无言，无往不利的口才和手段，在这几个人面前根本玩不转。一个是见惯世间鬼魅魍魉，一个生长在世间最灰暗的地方，一个是重活2世，经历无数风浪。宁之威看着他远去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阴霾。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还回去吗？人不行，东西是好的，进了宁府就是他的。能麻烦荣大人一件事吗？什么事？帮我拿去换钱。荣静的神色一凛，府里供应跟不上。宁府外面重兵把守，所有人都出不去，一切供给是由光禄寺负责。光禄寺中饱私囊，克扣银子，只保证宁家人最基本的需求。光禄寺觉得宁家是戴罪之身，夹着尾巴做人，不敢说什么的。偏偏宁之威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吃饱穿暖是可以，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是吧？荣静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你想要什么列个单子，我帮你直接换好。那就多谢荣大人了。这哪是想换东西啊，分明是明晃晃地告诉皇上，他底下的人都不安分。皇上或许不在乎宁家的待遇，但一定会要脸。要谢就送我一份海棠酥吧。荣大人爱吃甜食呀，没问题，做好之后让人送过去。还没找到兵符？是，宁武小姐这一路经过的每家客栈，每一个落脚点都找过了，还翻遍了宁府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宁武小姐的住所，翻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随身携带呢？行李也翻遍了，夏天的衣服单薄，藏不下一块兵符。宁老将军那边也查过了，他的亲信、侍卫、副将手里都没有。宁家的权力早就转移，宁老将军早就不掌兵了，兵符只会在宁广志身上。宁之威是最后一个见到宁广志的人，怎么可能不在他手上？如果真是宁广志，一定会将兵符交到他手上，他有能力保下。继续监视，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不要放过。是。皇上，民间对宁家一案议论纷纷，舆论沸腾，恳请皇上早日给出一个结论。臣附议。再这样下去，民意压不住了，都是些愚民，还敢妄议朝政。恳请皇上派出锦衣卫狠抓一批，舆论自然消停了。要我说，该早点将宁家人处置了。不管如何，宁家军没有守住边关是事实，战败害了边关6成百姓是事实，应该按律法严惩。臣附议。禀皇上，西北有10万火急的消息，一支宁家军出现在大金后方，攻占了大金6座城池。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来不及查。那是谁领兵？银面小将，他到底是宁家什么人？目前不清楚。他手里有宁家军的那块兵符，兵符一出，宁家军残部齐齐响应。什么？兵符？马上彻查！皇上，
何不让锦衣卫好好审一审宁武小姐？老身陪着走一趟。皇上只点名宁之威。别担心，我会平安回来的。宁之威见过皇上。起来吧，宁之威，可知让你上朝的原因？不知。西北出了一个银面小将军，攻占了大金6座城池。你可知道银面小将军到底是谁？当然，他是我的贴身侍卫。宁之威，把话说清楚。宁然10岁来到我身边，负责保护我，至今有15年了。他怎么上了战场？平常训练哪有在战场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厉害？只有通过战场考验这一关，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侍卫，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但没想到他非常有天赋，第一次上战场就射杀敌人副将。他也喜欢上战场杀敌，我外祖父又是爱才之人。那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为什么没在你身边保护？因为边关百姓更需要他，边关将士更需要他。国家，先有国后有家，舍己而为公。你给他写一封信，让他将兵符上交。在我让他离开的那一刻，我们的主仆关系就结束了，他是自由的。宁之威，你敢抗旨？乔皇上说的，我只是一介戴罪之身，生死全在您一念之间，我哪敢呀？孽障，跪下，求皇上恕罪。你哪位啊？我是你亲爹，还不快点认罪？我姓宁，你姓林，难道你是赘婿？你这个忤逆的混账东西，不认亲父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来啊，来劈我呀！诸位，大家都看到了吧？老天爷不劈我，说明老天是长眼的。那些老不死的就知道拿老天爷说事，也不怕亏心事干多了，哪天就遭了报应。你说我是林家女，你倒是拿出族谱让我看看呀。你不能看到别家的子孙优秀就不要脸的伸手抢啊？怎么，你家子孙死绝了？太子哥哥，我只是想跟他做好姐妹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以后会好的。我真的好难过。别难过了，你自己去藏宝楼挑一套新出的头面，我送你。哎呀，我是缺头面的人吗？太子哥哥，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只是想哄你开心。好了，愁眉苦脸的不好看，来，笑一个。讨厌了。明景哥哥，你素有才智，能帮我出个主意吗？我倒有一计。好，快说。如果成了，我一定登门道谢。云锦，依你看，父皇会怎么处置宁家？有了宁之威这个变数，宁家会起死回生。可惜了，查查宁之威和银面小将军宁然的过往，看有没有机会将银面小将军收入囊中。已经派人去了西北。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忠诚，所谓的忠诚，只是背叛的筹码不够。你说的对。在权势面前，又有几人能保持清醒呢？谁不想位极人臣呢？外面怎么这么闹腾？出了什么事啊？禀太子，皇宫贴出告示，1天后在午门3堂公开审理宁家将一案。宣，宁家老夫人，宁家五小姐。我宁之威
状告西北守军马猛副将。那晚本该是他带兵前往玉罗城救援，但他因一己之私服下泻药，还给随军将领都服下了泻药，致使临时换将。宁广志将军临危受命，带领宁家将出战，被中途截杀。什么？给自己下泻药？疯了吗？我状告西北守军韩渠副将，故意泄露军情，让敌军提前在白水滩设伏，导致我军被无情屠杀。我状告西北守军江申云总兵，背后向西北军主帅宁老将军射出一支毒箭，戎马一生的战神没有死在敌人之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底下一片哗然，居然是这个狗东西害死了他们齐国的战神，怎么敢？怎么能？这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应该诛九族。可有证据？有。这是哪来的？一面小将军送来的。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空有一张漂亮脸蛋，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只图一时之快，图忍那么多麻烦。父亲，姐姐真是傻，怎么能这么说话？他这是自寻死路，自找的。锦衣卫指挥使，臣在，派手下去边关抓人，敢抵抗者当场诛杀。是。父皇，按照流程，应该给相关人等自辩的机会。你说什么？父皇，儿臣只是不想寒了那些有功将士的心，他们曾经为我大西抛头颅洒热血，再怎么说也该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吧。几万宁家军的性命，几十万边关百姓的性命，在他们眼里算什么？是尘埃吧？还嫌弄脏了他们的鞋子。皇上，臣女还要状告他们背后的。他看向几位皇子，被他目光扫到的人莫不心惊。老天爷呀，他疯起来不是人呐，这是要玉石俱焚？谁来堵住他的嘴呀？荣静嘴唇微抿，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心。还不等宁之威说完，皇上的脸色一变，急急喝道：铁证如山，容不得他们狡辩。传朕旨意，涉案人家悉数抄家，家眷打入天牢，等待发落。风水轮流转，这一回轮到那些作恶之人清算罪行，谁都别想逃。皇子们不约而同地疾呼：父皇上！只有百姓们欢呼雀跃，老天开眼了，皇上圣明啊！宁家众将忠心耿耿，战死沙场，不负皇恩，清白无瑕。宁老将军一生为国守边几十年，不失寸土，特追封为魏国公。宁家老祖宗追随开国皇帝南征北战，封为魏国公，3代之后就降爵，到了宁老将军这一代又因军功封侯。10几年前，为了宁之威母女的幸福，宁老将军用爵位换了皇上的支持，只保留大将军的虚衔，如今又成了魏国公，可谓是荣耀至极。宁广志将军守土有功，特追封为神武大将军，追封宁广破为勇武大将军，追封宁修尧为3品车骑将军，追封宁修月为3品卫将军。所有战死的宁家男丁都有追封，可谓是死后哀荣，满朝文武羡慕不已，满门荣耀，人人都是将军。但对于宁家人来说，宁愿他们都还活着。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再多的荣耀有什么用啊？恢复宁家一切待遇，赏黄金1000两，发还查抄家产，特赐封宁老夫人为超1品诰命，宁信哲世袭3等镇西将军。长孙宁信哲才5岁，这个职位是正4品虚衔，其实没啥权力，就是听着风光。等长成还不知道什么局面呢。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百姓们跪下三呼万岁，激动得热泪盈眶。忠烈污名得以昭雪，真好啊！没想到宁家还有这样的造化，皇上可真是宽宏大量。他只看到这满门的荣耀，却看不到背后的牺牲和惨烈。不过，姐姐擅自敲响登闻鼓，闹得天下皆知，皇上会治她的罪吗？会。定远侯说的斩钉截铁。皇上心胸不大，事情闹得这么惊天动地，逼得他不得不给天下臣民一个交代，心里能舒服吗？逼迫君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皇上这么安抚宁家，却不会放过宁之威，等着看吧。牺牲他一人，造福全家，这也算求仁得仁了。要是能连带造福定远侯府就更好了。宁之威，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家五女宁之威，端庄贤瑞，性姿敏慧，特封为晋宁县主，赐县主府一座，而其明礼义，守规矩，光大门楣。这忽如其来的圣旨让全场一片沸腾，居然是册封县主。荣静紧绷的情绪舒缓下来，暗暗松了一口气。父亲，我一定是听错了吧？皇上怎么可能封他为县主？他何德何能啊？定远侯也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再三确认后无比沮丧。没错。林静书如被重重打了2拳，一口气上不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父皇这是怎么了？西北的情势太乱，军中将领纷纷出事。在这多事之秋，为了安抚西北宁家军，只要一面小将军一日不倒，他就不能出事。就算贵为帝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徐徐图之。除非是不管不顾的昏君，偏偏他们这位皇上是最要面子的，尤其看重身后名。宁之威的县主府很快有了着落，就在定远侯府的对面，大门对着大门，这到底是恶心谁呢？吴姐人呢？怎么一早就没见到她？她出城了。去干嘛呀？宁家男丁棺椁回京安葬，她去迎接。他们真的回来了？之前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他们的尸身是小五亲手收敛的，之前寄放在法门寺，如今平反昭雪，他们也该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安葬进宁家祖坟。吴姐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也想去迎一迎。你们也有事要做，给各家报丧帖，3日后为战死沙场的宁家人办葬礼。3天，来不及啊！我们宁家正处在风口浪尖，备受众方瞩目，一切从简吧。3日后，天气阴沉沉的。老夫人，您先去祭棚坐坐吧。我们一家子一直聚少离多，活着的时候没见几次，如今我要站着迎接他们回家。可惜不能给他们风光大葬，让他们体体面面地走完最后一程。希望他们在九泉下不会怪我。不会的。一阵喧哗声响起，只见一群身着素服的人从城门出来。西城百姓们，特来迎接宁家众将军回家。看着这一幕，宁家人不禁动容，热泪盈眶，终于理解了宁家的家训，秉持大义，保国护民。这200年来，
宁家的牺牲和付出，百姓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宁家不负百姓，百姓也不负宁家，两不相负。夫君，你看到了吗？百姓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你们，爱戴你们。你们的坚守和付出没有白费，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啊！公道自在人心。今日是宁家出殡。是，父皇，宁家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太高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话戳中了皇上的猜忌之心。威望再高，后继无人有什么用？宁之威是个危险的人，行事太过嚣张，对皇权没有敬畏之心，不得不防。父皇，我建议。他眼中闪过一丝恨意。这次的损失惨重，他的几员大将都折了进去，舅舅的庶子也折损了。母妃还责怪他，他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他薄唇微吐，凉薄至极。斩草除根。大皇子挺烦他的，他表哥在牢里胡乱攀咬，害得自己损了一颗暗旗。四弟是怕了晋宁县主？当然不是，区一个女子有什么可怕的？你的话前后矛盾，有公报私仇之嫌。大哥，你怎么护着他？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话一出，现场的气氛一变，连皇上看大皇子的眼神都不对了。大皇子心中暗暗骂人：我不是护着他，而是维护父皇的权威。父皇金口玉言，岂能随意更改？今日封县主，明日就杀人，让百姓和文武百官知道怎么想。太子，你怎么看？为父皇，宁之威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住宁家，宁家就是拿捏他的软肋。宁家那么多人呢，随便拉一个出来就能让他束手束脚，不足畏惧。眼下最重要的是收揽人心，天下百姓的心，宁家10万大军的心。太子，你带朕去祭拜宁家君。儿臣遵旨，一定将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太子眼睛一亮，难掩喜悦之色。父皇这是让他出面收揽人心，为他所用啊！其他皇子心里不是滋味，父皇太偏心了，只偏疼太子。父皇，儿臣也想去。儿臣也想去。看着这些不省心的儿子，皇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哎，去吧去吧。城外，太子看着这浩浩荡荡的场面，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幸好宁家男丁死了七零八落，没有能领兵的嫡系，光是一些女眷掀不起什么风了。老夫人，父皇派姑前来祭奠宁家将。谢皇上恩典。老夫人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多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姑，姑办不了，还有父皇呢。苏明锦站在棚子口，举目眺望，暗暗心惊宁家的人气和威望。五小姐。男子身着一袭淡雅的青衣，撑着水墨画油伞，在这漫天雨丝中一步步走来。宁之威怔怔地看着他，谁能想到如此风雅出尘的男子居然会死得那么轰轰烈烈。荣静见他神色不对，怎么了？不舒服吗？清冷的声音藏着不易察觉的担心。宁之威回过神，荣大人，多谢你为我们宁家所做的一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无需言谢。不管怎么说，你不远千里奔赴边关查案，屡次身处险境，为我们宁家洗清冤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请受我一拜。他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大礼。荣静下意识地伸手想扶，但手悬在空中微顿。真要谢，就送我海棠酥。宁之威没有食言，送了海棠酥。
但荣静已经去了西北查案，没有吃到。他有些震惊，他居然对海棠酥有执念。不过整个人看着多了一丝鲜活，有人情味儿了。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吧。哼，别忘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雨滴滴答答的下，宁之威伸手去接雨珠，享受这一刻的静谧。微风吹过，一缕顽皮的长发随之舞动，落在雪白的脸颊。荣静的手微动，硬生生的忍住了。五小姐，带着宁家人远离是非之地吧。宁之威眼神微闪，估计诸皇子会在君王面前上眼药，后妃也会吹枕边风，朝野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我真有此意。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如果你不方便出面，就让人带着此物来找。你为什么这么关照宁家？宁老将军是我儿时最敬仰的人。原来如此，他外祖父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生前庇护百姓，死后还能庇护家人。他心思转了几转，你偷偷派人去查苏浩之，关系到你的身世之谜。他本来只想护住家人，不想插手别人的人生，不愿承受别人的因果，但他更不想欠人情。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宁之威蹙眉瞪着他的手，荣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抱歉。小心再小心，此人深不可测，非常可怕。言尽于此，宁之威挥了挥手，撑起一把油伞走出凉亭。雨还在下，但荣静的心潮起伏不定。苏浩之，苏浩之，长公主夫婿，素有才名，常年潜心钻研画技。他的画作很有名，每出新作必被疯抢，但至今为止作品屈指可数，10根手指数得过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就是苏明锦，琴棋书画皆精，深受文人雅士追捧。而曾经赫赫有名的长公主，如今常年卧病在床，鲜少出现在社交圈。他们夫妻是出了名的恩爱，间谍情深，一生一世一双人。能让宁之威忌惮成这样，又岂是寻常之辈？荣静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宁家人的生活开始走入正轨，可宁老夫人又病倒，还不肯配合吃药。大夫说是没有了求生意志。宁之威知道后，决定跟宁老夫人好好谈一谈。老夫人，您要好好珍重，长命百岁，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家立业。宁老夫人整个人精神气都像被抽没了，暮气沉沉的。不管宁之威说什么，她都两眼微闭，似听非听。老夫人，我要在山庄练兵。如一道惊雷砸下来。你说什么？难道还有变故？这朝堂不稳，皇子多迪已经进入白热化，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宁家已经退出了呀。世人皆称西北军为宁家军，宁家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各方势力会逼我们选边站，不选也是错。那怎么办？选一个。大皇子自卑又自傲，太子心胸狭窄，不能容忍。3皇子夭折，4皇子平庸，5皇子耳根子软，6皇子是个蠢货，选谁呢？这中间还有害宁家的幕后主使者，他怎么可能为那种人做嫁衣？他不会放过害死家人的幕后真凶。如今绝口不提，不过是实力不够，隐忍不发而已。一个都挑不出来。对。宁之威轻轻叹了一口气，他没说的是，后面还有更麻烦的天灾人祸，乱世将起。我们手中得有底牌，明面上得让人记得，暗里保命用。这么一说，宁老夫人都不敢死，开始振作起来，愿意配合服药了。宁之威在庄子里挑人，
一波是退下来的老兵，加上宁家原本就有的护院，一共800人。闲时看家护院，战时是战队的一份子，能直接上战场，由宁小龙负责。这一支私人卫队练出来，关键时能救命。一波是10到15岁的女孩子，共20人，学习简单的医理和处理药材，由芍药负责管理。一波是10到15岁之间的少年，共100人，任命为少年营。宁之威亲自带到山上训练，谁都没有见过他怎么练兵，只知道那些少年每日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分量，消耗巨大。家主，大夫人请您速速去大厅，出大事了。一进大厅就见一个老嬷嬷跪在宁大夫人面前哭得很伤心。宁大夫人眼眶红红的，隐隐有怒色。舅母，怎么了？之薇，快救救你大姐姐吧！大姐姐，宁文音，她不是镇西侯府世子夫人吗？哎呀，大姑奶奶快被人害死了，快去救她呀！不是病死的。宁之威脑海里闪过无数阴谋诡计，脸色沉了下来。是谁？是姑爷。来人，召集甲资营30人，随我进京城。镇西侯府。哎呀，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乱闯？停下，快停下！小六，你带人把齐彦君绑过来。齐彦君，镇西侯府世子，文武双全，是金吾卫中郎将。名门贵族之后都会进入金吾卫，成为皇帝的进士，为皇家所用。芍药走到床边，拿起女子的手臂把脉，半晌后脸色忽变。大小姐中毒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什么毒？好像是7日醉，但我不敢肯定。7日醉是一种奇毒，中毒后昏迷不醒，身体一天天衰败，7日后悄然逝去，看着跟正常死亡没什么两样。禀家主，齐彦君拿到。给我打，狠狠打，留一口气就行。我是镇西侯的世子，是金吾卫，你敢动我，就是冒犯皇帝陛下。你之威，你这个贱人！齐彦君，你这畜生，居然敢非礼皇上亲封的晋陵县主，这是对皇上不满吗？无论何时都要师出有名，站住舆论的高地。全场鸦雀无声，都被宁之威的骚操作惊呆了。宁之威还指着齐彦君的鼻子怒骂：连个女人都打不过的废物点心。我倒是想问问皇上，他就这么饥渴，怎么什么垃圾都要啊？你不学无术，乱用词语。说的什么鬼话？能听吗？传出去会笑掉大牙的。将这没有人伦的畜生拖出去，狠狠打！敢给宁文音下毒，这是欺宁家没有成年男丁，后继无人，不能给他撑腰了是吧？宁之威，快住手！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要你的命！宁之威，你这么做就不怕你姐姐伤心难过吗？没事儿，丧夫之后可以再找吗？天下的男人多的是，我宁家军中就有不少出色的将士，随便挑一个，都比你这个废物强。宁之威，你这个小贱人！宁之威一脚踢出去，齐彦君痛得直吸气。镇西侯夫人每骂一句，宁之威就踢齐彦君一脚，脚脚都踢伤处，踢得齐彦君吐血求饶。娘，别骂了，求你别骂了！统统住手！景宁县主，你宁家出殡，我镇西侯府也曾陆记聊表心意，你这般恩将仇报，是不是过了？你儿子给郑氏下毒，夫杀妻这等骇人听闻的罪行，你镇西侯怎么还敢谈交情？这是欺我宁家无人啊！镇西侯闻声色变，显然也被惊到了，下意识地看向血肉模糊的嫡长子。齐彦君像是晕过去了，一动不动。你这是泼脏水，故意陷害宁之威，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就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在，今日谁都别想跑。夫君，这些都是伪造的，是屈打成招的，不作数。你快把这些纸抢过来。知妻莫若夫，镇西侯看在眼里，还有什么不懂的？他不禁暗暗叫苦啊！这肯定是误会啊！我们好好谈谈。误会？镇西侯也要疯了。宁之威可不是普通闺秀，他背后有10万宁家军呢。他若有个好歹，西北就不稳了。镇西侯夫人不停地冲夫君使眼色。镇西侯看着被宁之威踩在脚下的嫡长子，无声的叹息。先让府医给犬子看看吧。急什么？我大姐姐还昏迷不醒，他们是夫妻，自当同生共死。换句话说，宁文音若死了，齐彦君也别想活，陪葬吧。静宁县主，你先放开他吧。我敢担保，齐世子不是那种人。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最疼爱妻子？怎么哪都有苏明锦？我还腾不出手去对付你，你却老出现在我面前。多谢明世子的援手。满京城谁不知道明世子人品贵重，一诺千金，没有不夸好的。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嘲讽。人人说好，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完人啊？越是完美无缺，越显得不真实。敢不敢打个赌？打赌？苏明锦差点跟不上他的思路，他太跳跃了。怎么赌？如果他丧尽天良给妻子下毒，你就将芙蓉园送给我。苏明锦的笑容僵住了，这可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啊，里面还有见不得光的东西。宁之威就是知道芙蓉园真正的秘密才想要，就当是收利息了。不敢，或者只是嘴上说说，借机招揽人心，博个贤名。皇帝皇子们需要贤名粉饰，可一个长公主的儿子要什么贤名啊？苏明锦的脸色变了几变，明知是激将法，他不得不跳，但筹码要差不多分量的才配上桌。如果没有呢？你用什么赌？我就将京城宁家祖宅送你。倒抽冷气声响起，家族立足之本的祖宅都敢用来打赌，宁家列祖列宗会气得从地下爬出来骂人的。唯有镇西侯暗暗心惊，这是多笃定啊！他手里还有致命的东西吧？苏明锦也感觉不妙。何至于此？这宁家祖宅我是万万不敢要的。你不敢？你心虚？看来你真的在收买人心，刷贤名。啊，你要贤名何用？他每一句话都戳在苏明锦要害，苏明锦恨不得堵住他的嘴，眼神都变得阴冷起来。你能做主吗？能，他是宁家家主，我们都信服他。你要是不敢赌，就赶紧离开。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真难看。哼！他本来挺喜欢明俊王的，家世好，学识好，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家婿。他也有几分憧憬呢，但他居然站在宁之威的对立面。再一看，感觉他变丑了，油腻了，矫情了，哪儿都不好。以前一定是眼神不好。苏明锦的表情差点崩了。这宁家六小姐以前看他的眼神多温柔啊，充满了爱慕，可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好，就照你的意思，请谁当谈判？大理寺卿荣敬大人，首辅段老大人。他顿了顿，嘴角轻轻扬起，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长平长公主殿下，也是苏明锦的母亲。苏明锦闻声色变。你说什么？情绪太激动了，都破音了。你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长公主应该很欣慰吧？看着她灿烂明媚的笑容，苏明锦不但不觉得温暖，反而觉得恐怖。一个清冷少女忽然一反常态笑了，让人心里毛毛的。家母身体不适，常年养病，不见外客，你莫要为难我。拿宁府的帖子去请。是。
总觉得他在算计着什么。苏明锦却一无所知，这种感觉糟糕透了。我母亲是不会来的，你这是自取其辱。怎么，有被冒犯到？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给我的感觉，很恶心，是吧？苏明锦收起笑脸，认认真真的打量眼前的女子。你对我似乎很不喜，不知我哪里得罪了静宁县主？说实话，我对静宁县主很是仰慕。冷静的疯批，这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应该不难攻克吧？这可把宁之薇恶心坏了。你在勾引我？哦吼！全世界都安静了，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苏明锦。放肆！我家郡王是长公主独子，深受皇上和太后的喜爱，一出生就被封郡王，文武全才，温润谦逊，人品贵重，是全京城贵妇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哦，那他年纪一大把了，怎么还没成亲？这侍卫卡住了，脸色忽白忽青，难看的要命。都说这位宁小姐难缠，今天终于领教了，有这么说话的吗？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是最基本的体面。这个我知道，郡王曾经有过3任未婚妻，但他们命不好，各种意外去世了。原来是克妻丧门星啊！小六，我们退远点，别沾上了晦气。哎呦，这嫌弃的哟！苏明锦胸口气血翻涌，他终于明白定远侯被气吐血是种什么感受了，好气呀！段老大人，还好吗？还好，多谢荣大人专程跑一趟。见他没有吃什么亏，荣静暗暗松了一口气。职责所在，义不容辞。还是这句话，宁之薇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这可比世间任何话都动听。好热闹啊！苏明锦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如常。母亲，您怎么来了？这事惊到您老人家，真是罪过。我闲着无事，过来凑凑热闹。皇上驾到！都起来吧！明郡王，还打赌吗？这是母亲的芙蓉园，我无权做主。赌吧。母亲，那是先皇赐给您的芙蓉园。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总提醒你，凡事谨言慎行，不可强出头。你就是不听。苏明锦不禁急了，他怎么能让芙蓉园的秘密落到别人手里呢？不是的，母亲，您误会了。宁之薇是对我有偏见，故意激怒我。我喜欢长公主，因为她善良美好。我不喜欢你，是因为你太装，一点都不像长公主。苏明锦脑袋如被锤子重重敲击，一时发热，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赌，我跟你赌。宁之薇的心沉了下来，心中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原来这狗东西早就知道。请李太医和王太医，两位太医，世子夫人为何昏迷不醒？自从宁家出事，文英就受不住打击病倒了。之前太医诊断是哀痛过度，伤了五脏六腑，这都是有医案可查的。这是提醒，也是警告。荣静何等聪明之人呢？自然听出来了。你这是威胁。王太医，怎么说？王太医是第一次为宁文英诊治，但他的师弟已经来过几次。哀痛过度一说，是师弟第一个提出的。他悄无声息地看向一个角落，抿了抿嘴。我认可之前姜太医的判断。荣静非常敏锐，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是苏明锦。荣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头看向另一人。李太医，你怎么说？问我哪敢得罪这么多同僚？我医术不精，判断不出原因。宁之薇，听清楚了吗？太医说的清清楚楚，
是生病，不是中毒。将齐彦君的杀妻同谋带上来吧。郎君，齐彦君母子的脸色巨变，浑身血液直往脑门冲。你是谁？宁之为带来陷害我的人。皇上在此，还不快行礼？汪莹莹给皇上请安。皇上，我也不知招谁惹谁了，被人掳到这里，我真的好害怕。宁之威，解释一下。汪莹莹，镇西侯府夫人的远房外甥女，6年前父母双亡，进京投靠镇西侯府，跟齐彦君青梅竹马，私定终身。3年前，齐彦君求娶大将军府嫡长女宁文音，婚后就顺利获封世子，从而得到了继承权。庶长子则返回西南当了一名副将，有机会接手齐家在西南的军权。皇上别的都不在意，但一听到军权2字，眼神都不对了。镇西侯脸都绿了，只想堵住宁之威的嘴。从那时起，汪莹莹就自请出府，居住在离镇西侯府不远的玉带巷，跟齐彦君光明正大的姘居。皇上，这是大理寺捕快姜子昂。这是玉带巷各位邻居的证词，一共20份，都一致证明镇南侯世子和汪莹莹形同夫妻。皇上，别信了他的鬼话，滚！苏明锦看着这混乱的一幕，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就差一点点了。前世镇西侯府被苏明锦收入囊中，齐家的这一支军队成了他最坚实的武装力量。家主找到解药了。太好了，小六，拿进去给大姐姐服下。宁之威屡次坏我好事，真的是无意。如果是故意，那这个人就可怕了。早就听说芙蓉园的美名，好想亲眼见识一下呀。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芙蓉园？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吧。苏明锦不禁急了。县主，何必这么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给你3日，够吗？这点时间怎么够？那些东西根本搬不完，还要掩人耳目。这一批东西太重要了，绝对不能落到旁人之手。怎么办？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景郡王，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大理寺的衙役可以去帮忙。要是在平时，苏明锦求之不得，好不容易有机会搭上大理寺卿，可眼下他避之不及。荣静这个人太精明了，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瞒不过他的眼睛。多谢荣大人好意，不敢麻烦大理寺的人，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对荣大人的名声不太好。是我欠缺考虑了。荣静一脸歉意，转身向皇上拱了拱手。皇上，能否让城防军去帮忙？苏明锦的神色一僵，刚想拒绝，就被宁之威抢先了。对对，神多力量大。这太合宁之威的心意了，给了荣静一个赞赏的眼神。荣静嘴角微微上扬，皇上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小事。准。苏明锦哑口无言，心里更着急了。有城防军守着，什么都做不了。长公主的视线落在荣静冷淡自持的脸上，有种莫名的熟悉，亲切感油然而生。皇上，这个年轻人是大理寺卿对，荣静是6原及第，寒门出身，朕心血来潮当主考官那年亲自录取的。6原及第，说明此子聪明绝顶，才华洋溢。寒门出身就是关系网简单，好掌控，没有其他势力，只能依靠皇上。长公主暗暗思索，她没有姓荣的熟人，可能是物有相同，人有相似吧。她好久没出门，发现如今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不管是荣静还是宁之威，都是极出色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就这么决定了，3日后请县主来收芙蓉园。好嘞，谢谢长公主。荣静，你负责善后。走，回宫。是。长公主走在最后，
回头看了荣静一眼，神色郑重，不知在想什么。长公主雍容大气，心思正，怎么就养出一个心思阴暗、精于算计的儿子？大人，将齐家母子和汪莹莹关进大牢，听候发落。这些物证人证都带走，查抄齐彦君的院子，但凡是他的东西都作为证物带走。注意，别动齐少夫人的东西。是。侯府的牌匾是齐老爷摘，还是让我代劳？一声齐老爷，让齐毅眼底情绪翻滚。我来吧。凤凰楼，这百鸟朝凤是我们家的招牌，宫中的太后吃了都说好。宁之薇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让漂亮的女孩子当店小二，颇为新奇，难怪生意这么好。我家姑奶奶是贵妃娘娘，我家大小姐在太后寿辰之日进献了100只小鸟请太后放生，小鸟一起飞起来围着太后的场面非常壮观。照着这个场面制作了这道百鸟朝凤，太后凤心大悦，赏了我家大小姐一柄玉如意呢。宁之薇恍然，原来是林静书。这些都是我家大小姐自个儿想出来进献给祖母的孝心菜，只为了让老夫人多吃一口。老夫人觉得这么好的菜应该分享给大家，就开了这么一家店，也算是与民同乐。宁之薇挺无语的，做生意赚钱又不丢人，偏偏姿态摆得很高，还与民同乐呢，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了吧。他家就是这样，既要又要，钱和好名声都想要。吃吧。荣静用公筷夹了一个鸡翅膀到他碟子，宁之薇道了一声谢，开吃。还不错。熟火腿和鸽蛋也不错，尝尝。宁之薇大口干饭，吃得津津有味，小脸鼓鼓的，像小松鼠般可爱。荣静不禁看呆了，第一次见女孩子吃饭这般自然大方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宁之薇猛地抬头，捕捉到他的视线。看什么？我的脸脏了？荣静心跳如雷，强自克制住想躲闪的目光，大大方方地看向他身后的墙壁。我看看有没有暗藏玄机。宁之薇没有多想，下意识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起了玩心，小手随意轻敲墙壁。应该不会。好家伙，一拍就拍出大问题了。这声音不对，有文金。文金就是窃听器，一端插入墙壁，耳朵放在文金上，就可以窃听隔壁的动静。依你看，是定远侯的主意，还是他背后有人？是谁？太子，还是苏明锦？不好说。有一点肯定，定远侯府不安分。在凤凰楼用餐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搞这么一出，到底想干什么？宁之薇眼珠一转，他想看热闹的心思全写在脸上。咱表表忠心，告诉皇上吧。哼，行。结账时，荣静抢先了一步，宁之薇有些不好意思，这桌菜还蛮贵的。说好了我请客。下次吧。夕阳西下，两人肩并肩漫步在热闹的街头，四周喧哗的叫卖声，身边有家人相伴，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荣静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那个，我能问几个问题吗？荣静微微点头，眉眼温柔。芙蓉园有几个门？5个门，东南西北各有1个，还有一道暗门。有暗道吗？这种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他们自己知道。你到底干什么？留给我的时间不多，3天，只有3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将芙蓉园搞到手。如此坚定，仿佛又看到了敲响登门鼓的那一刻。荣静心里一软。你放心，长公主已经发话了，苏明锦也要听她的。我防的不是他。荣静心里闪过一个名字，下意识地动了动嘴唇，无声地说道：苏浩之。
宁之微微微颔首，神色凝重。若今日苏浩之在京城，他不会这么顺利。荣静暗中查过苏浩之，出身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18岁中状元，被君王看中，赐婚长公主。婚后他进入祠祭司，主管天下宗教事务。也就是说，和尚、尼姑、道士、风水先生、算命的都归他管。这个职位不涉及到朝政，清贵又体面，还有大把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年，苏浩之一半的时间陪伴妻子，一半的时间游遍山川江河，醉心于幽深苍茫的山水画，被捧为一代画圣。世人对他评价淡泊名利，闲云野鹤，超凡脱俗，看着都没问题。但宁之微是什么人？既然这么忌惮，何不暂时放下？如今的宁家需要蛰伏。宁之微也不想跟深不可测的苏浩之正面对上，但芙蓉园里的那一批东西他太想要了。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他选择了火中取栗。我这么做自有原因。他不肯多说，口风极紧。荣静揉了揉眉心，一声轻叹，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宁之微，我不希望你出事。一缕情愫缱绻于心间，藏在这淡淡的晚风中。少女猛地抬头，与男子四目相对，满天霞光照亮彼此的脸。她清晰地看到他眸底的温柔情意。不会吧，荣静，你不会是喜欢我吧？我把你当妹妹般喜欢，我不希望你出事。妹妹。宁之微定定地看着她俊美的脸，神色清冷淡漠，眸底一片暗色，依旧是那个清冷自持的大理寺卿荣静。好吧，是他想多了。大理寺卿荣静是什么人？出了名的不近女色，据说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家，说是无心风花雪月，一心只有远大理想。好多被他拒绝的权贵宗室之女，对他是又爱又恨。都怪彩霞太美，害得他看花了眼。他不禁有些尴尬，摸了摸鼻子。放心吧，我有分寸，实在不行就向大人求助。你会帮我的吧？会。谢谢荣大人，你真是个大好人。宁之微眉眼弯弯，笑容明媚而又灿烂。他凑近荣静身边，嘀嘀咕咕半天。两人挨得太近，荣静就算不敢将视线落在他脸上，也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馨香。一时之间，心跳如擂鼓，每一下撞击着胸膛，像是要跳出来了。他咬紧牙关，隐忍而又克制。我走啦，下次见吧。宁之微随意挥手，潇洒又自在。看着他消失在漫天的霞光中，负手而站的荣静微微垂眸，整个人如被一层浓浓的阴霾笼罩。不知站了多久，随从弱弱的声音响起：大人，您现在去哪？回家吗？他面有不忍之色，说不出的困惑。别人不知道，但身为随从，他能看不出大人的异样吗？进宫。荣静扶了扶衣袖，修长的手掌心儿被指甲掐出血，他却仿若感觉不到疼痛，脚步越来越快。暮色四合，乾明宫灯火通明。皇上，荣大人求见。这个时辰能自由出入宫廷的，都是皇上的心腹爱将。选。荣静一进来，就如往常般躬身问安，神色淡然。皇上打量了两眼，饶有兴致地问：听说你跟宁之微一起吃饭了？一个是独来独往的孤臣，一个是恣意任性的少女，这两人怎么看都不搭，不是一路人，却莫名其妙地上凤凰楼吃饭。自己的行踪这么快就被呈到御前，荣静一点都不惊讶，神情平静极了。回皇上，我们确实一起在凤凰楼吃饭。事出有因，臣有事要禀。
皇上暂且按下试探之心。说，第一件事，凤凰楼每个房间都有文经，楚皇子都是常客。凤凰楼的女小儿流动性很快，之前的都进了各家权贵的后院。你确定？这几个信息连在一起，让他不禁心惊。凤凰楼虽是定远侯府的产业，但跟宫中牵扯颇深，连太后娘家也掺了一脚，难怪荣敬连夜进宫了。非常确定。第二件事，静宁县主请我转交一封奏折。他怎么请动你的？他说，关系到圣体安康、皇嗣安危，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敢有所怠慢。拿来吧。宁之威的奏折太过直白，矛头对准太医院，说什么今日这么对我们宁家，他日会怎么对落魄的宗室呢？有些太医见死不救，没有医得人心，高明的医术就成了害人的武器。纵然不在意这些，皇上也该警惕太医被收买，在宫中行不轨之事，比如残害后妃腹中胎儿，造成流产云云。皇上嘴角直抽抽，这就是关系到圣体安康、皇嗣安危？哼，他是懂扣大帽子的。他的心眼真小，睚眦必报。人家太医没有战他就开始打击报复。话虽这么说，但有些话还是入了心。荣敬只是静静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第三件事，静宁县主花了300两，请10名大理寺的捕快帮忙，护送宁文英一行人回别庄。皇上有些无语，他的脑袋瓜子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回去，那住哪里？第4件事，他让我跟皇上说一声，这几晚就在城外芙蓉园的侧门露营。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吃相太难看了，亏皇姐还那么欣赏他。有些百姓听说静宁县主要在芙蓉园露营，纷纷带上被子跟过去凑热闹。带被子？他们也要露营？成何体统？芙蓉园又不是菜园子。皇上都听呆了，这就很离谱，吃饱撑的。每次宁之威出现都会鸡飞狗跳，场面变得不可控。你觉得宁之威这个人如何？聪明、护短，骨子里有点叛逆。3个标签恰如其分。皇上深知这个臣子的性格，冷冰冰的，没有什么人味儿。虽然不避嫌的跟宁之威一起吃饭，就算事出有因，他也忍不住会多想，神色复杂的问道：你心悦他？这话一出，气氛顿时变得凝固。一边的大太监呼吸一顿，要命题来了。静宁县主对我来说，首先他姓宁，是宁家的家主。其次他是迎面小将军的主子。这2点足以让我另眼相看，是男是女不重要。你若有意迎娶，朕可以为你赐婚。臣说过，高僧曾经为我批命，天生孤寡命，克父克母克妻克子，我此一生只想一展抱负，留名青史，无心儿女情长。荣敬拒绝的斩钉截铁，不给自己留后路。等他离开后，林峰，你怎么看？他们不可能。皇上沉吟半晌，宁之威是宁家家主，背后有10万大军，嫁给臣子谁能放心？但他的性子看着就糟心。太子和大皇子、3皇子都要选妃了，你觉得谁合适？萧林峰脸色一变，脑袋低垂，掩去眼中的复杂。这是国家大事，请皇上圣裁。皇上也不为难他，他和荣敬一文一武，是他手中2柄最锋利的剑。宁之威的性格太过桀骜，太有主见，不适合当正妃，但侧妃也不行，一般女子压不住他。他跟林静书的关系如何？不是很好，那正好。对了，这2人的年岁相差多少？宁之威及笄了吗？县主还差1个月就及笄了，
林大小姐还差8个月，两人相差7个月。当年和离之日，就是新人进门之时，有点意思。倒是提醒一声，朕送他一份贺礼。是，你带人去芙蓉园巡访，不能让宁之薇出事。是，彻查凤凰楼，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上报。芙蓉园门口，姐姐，是林静书。一听说这事儿，立马跟过来，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什么要守京城规矩，要识大体，要敬重皇亲宗室，要谨言慎行，别闯祸。你这么守规矩，大晚上怎么乱跑？我为了姐姐，宁愿牺牲好名声。早就听说你跟明郡王关系匪浅，我之前是不信的，但你这般匆匆忙忙赶来，我信了。搞了半天，原来是为了一个男人呢！哼，我还真以为他是为了静宁县主好呢。想什么呢？10几年不闻不问，现在忽然扒上来，哪有什么好事儿？我看是憋着坏呢。你们宁愿相信他，也不信我。凭你也配跟静宁县主比？你配吗？林静书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她是穿越女，她才是天命之女，才应该受到万众敬仰。姐姐，你这样对待明郡王，皇上、太后和长公主都会恼的。关你屁事！说是引发骚乱，你就死定了。什么骚乱？没什么，没什么。萧指挥使，请坐。萧林峰在他身边坐下，一杯香茶递过来，尝尝。宁之薇举杯致谢，一切尽在不言中。多谢他在查抄宁家时，让女眷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多谢他关照天牢里的女眷，全员没有折损，都平平安安的出来了。而前世，女眷在牢里死了大半，活下来的也是受尽折磨，支离破碎。忽然发生骚乱，相互踩踏，惊恐的尖叫声响彻全场，场面很是混乱。宁之薇，这是你闯的祸，你要负全部责任。宋明锦，你这狗贼！别去，危险！我必须去，我不能让这些百姓受伤。萧林峰一挥手，暗处冒出一批锦衣卫，如狼似虎地扑向前方。拿我手令开城门，将这些百姓送回去。将受伤的人送去医馆，所有的医药费我来付。好，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进城。马车里已经坐了一个林静书。去哪儿？定远侯府。多谢小指挥使送我回家。发生这样的事儿，还第一时间想着送他回家，一定是暗恋的。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助力呀！走，我们去讨债。定远侯府。姐姐，你和小指挥使关系好，你问问他，到底讨什么债？你这点修行太浅，只能骗骗普通人，别想瞒过锦衣卫的眼睛。我什么都没做。林静书不知道萧林峰要讨什么债，本能的觉得不好。小指挥使，您怎么来了？令爱涉嫌主导芙蓉园骚乱，造成百姓踩踏。不是我，不是我，你这是诬陷！你说什么？我不关我的事，骚乱明明是宁之薇引发的，要不是他带着百姓在芙蓉园露营，怎么会发生踩踏？是他罪该万死！若是引发骚乱，你就死定了。这句话是谁说的？是我，但若不是主谋，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我就是随口一说吓唬他，这话说出去，谁信？父亲，您打我！早说了别多管闲事，你就是不听，这下子引火烧身，祸及家里。小指挥使，
我敢用性命保证，我家静书心慈手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事儿总要有一个人负责的。这是让我背锅，凭什么？从来都是别人替我背锅的，是宁之威。宁之威一巴掌甩过去，全世界都安静了。好了，这样就对称了，不用谢我。林静书推他那一把，他记着呢。他一般不记仇，因为当场就还回去了。宁之威，我跟你势不两立。定远侯心疼坏了，勃然大怒。在本指挥使面前动武，是想进大牢？我是他爹，爹管教女儿天经地义，请萧指挥使不要管我们家的家事。礼法承认吗？他可是皇上亲封的静宁县主，动了他，后果自负。定远侯的手顿在空中，脸色变来变去。宁之威嗤之以鼻，老跳出来恶心人，不狠狠虐一把这对父女，都对不起自己。他双手捂着肚子，发出一声惨叫：哎呀，我肚子疼，好疼啊，快要晕过去了。你别装，我是吃了你们凤凰楼的食物中毒的，你们就说怎么赔偿吧。神来一笔呀！萧林峰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笑意，真是绝顶聪明。宁之威，我是你亲爹，你讹诈到亲爹头上，你疯了吗？我爹早就死了，少攀交情。你只配林静书这种自私凉薄伪善，关键时刻给你捅刀子的女儿。父亲，别怪姐姐，一定是有人从小给她灌输这些不好的东西。我挨打没关系，只要她开心就好。宁之威，你看看静书，同样是我生的，她什么都好，你就像你早死的娘。宁之威一巴掌挥向林静书，用尽全身力气，响亮无比。扯什么都别扯他娘，他不配，他不能打老家伙，那就负债女偿吧。宁之威，你这个疯子！宁之威吹了吹红彤彤的手掌心儿，微微蹙眉，疼。下次让别人代劳吧。我食物中毒，有人证。谁？我。萧指挥使，你。我认赔，要多少？用凤凰楼赔吗？宁之威，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你知道凤凰楼是谁的吗？当然是你。定远侯心思飞转，这事儿不对劲儿啊！为什么萧林峰掺和进来？萧林峰身份太特殊了，所作所为都是代表皇帝的意志，难道是皇上？不，是贵妃娘娘开的。你以为谁家的酒楼都能以凤凰两字命名吗？你胡说！本朝规定，皇室中人不能做生意，与民争利。哼，宫中是知道此事的，所以你打错如意算盘了。行吧，我明天就去敲登文谷，状告贵妃娘娘与民争利。定远侯腿一软，快给他跪下了。又见登文谷，登文谷一响，杀得人头滚滚啊！救命啊！简直是活阎王，小祖宗！我给你1000两银子。1000两打发叫花子呀？那你要多少？100万两。你抢钱呢？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萧指挥使，请转告皇上，这100万两银子我上交国库，我1文钱都不要。所以，真的是皇上盯上了凤凰楼吗？我只有10万两。我们来算一笔账。宁之威今日去了凤凰楼，对里面情况略知一二。每天50桌，每桌200两银子，30天就是30万两。去掉成本开销，一半有的赚。凤凰楼开了6年，最起码赚了900万两。一桌哪有200两？再说了，
店小二和工作人员都要花钱，利润不会超过1成。50万两，你们准备好，我明天再来。果然，他们一离开，定远侯就急不可耐地给几家递消息：太后的娘家、太子的舅家、大皇子的舅家、芙蓉园。第二天清晨，这些信息就递到御前，皇上的脸瞬间黑成了炭。偏偏上朝时，有不识趣的人跳出来：臣状告静宁县主，在芙蓉园门口闹事，造成百姓踩踏，死伤惨重。臣告状静宁县主不知体统，狂妄自大，恳请皇上削去他县主之位，贬为庶民。臣附议。皇上一见这几个跳出来的御史，疑心病发作了。他们到底是太后的人，还是朱皇子的人，或者是苏明锦的人？朕怎么听说幕后主使是定远侯府的林大小姐？比起宁之威这个刺儿头，定远侯的所作所为更是在皇上的雷区蹦的。定远侯用一个凤凰楼将太后、大皇子、太子和明郡王连接起来，左右逢源，端的是狼子野心。断然没有这样的事，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都不敢见血，那是为了全宁之位，她们姐妹情深呐。姐妹情深？行，那将凤凰楼给宁之威当嫁妆吧。宁之威要守孝，3年内不会嫁人，等3年后，黄花菜都凉了。等宁之威出嫁时，臣将凤凰楼送她当嫁妆。皇上一眼看穿他的心思，一股怒火涌了上来。在他面前耍心眼儿，身为臣子的忠心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了，待他及笄之日送他。朕要为静宁县主在宫中大办吉笄宴，传朕口谕，吉笄宴由贵妃娘娘亲自操办。一下朝，宫中太监就到了宁之威下榻的同福客栈。家主，这不是大喜事吗？将我推到风口浪尖，吸引各方火力，借机敲打参与夺嫡的各方势力，顺便砍断凤凰楼背后各方的联系。不愧是帝王心啊！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活靶子，皇上舍不得动儿子外甥，把他推出来顶缸。父亲，我好不甘心啊！你也知道，凤凰楼一草一木都是我的心血，从无到有，每一样都是我一手操办的。你们先别哭，我反复推敲，那位未必是好心呢。侯爷，静宁县主派人过来查账，让他滚。让谁滚呢？锦衣卫指挥佥事谢同成，谢同成是锦衣卫指挥使萧林峰的亲信。从今日起，我正式带人进驻凤凰楼查账。什么？承蒙静宁县主好心，将凤凰楼的3成利益分给北镇抚司的兄弟们。定远侯一家犹如晴天霹雳，彻底崩溃了。皇宫甘泉宫。皇上，您尝尝这道奶酪点心。赏御膳房。那臣妾替静叔谢谢皇上赏赐。让他进来吧。臣女见过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今日这是怎么了？这么正式，让朕怪不习惯的。唉，这孩子一进来就哭，战战兢兢的，臣妾看着心疼。皇上，还请看在臣妾的份上，饶了孩子这一回吧。罢了，以后行事要检点。起来吧。皇上，您让臣妾筹办静宁县主的吉笄宴，臣妾一定尽心尽力。静叔，你也帮衬一把，那毕竟是你亲姐姐。静宁县主背后有锦衣卫撑腰，臣女可不敢高攀。他上眼药呢，皇上哪里看不出来呀？本来觉得他不错，聪明伶俐有才华，还会挣钱，但跟宁之威比起来就差远了。人比人气死人呢。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皇上，您或许不知道，静宁那丫头不知轻重，
凤凰楼还没有到手，就许给锦衣卫3分利了。皇上，晋宁县主是一时糊涂，怎么能收买锦衣卫呢？姑侄俩一唱一和，皇上眼中闪过一丝兴味。朕同意的。什么？景叔啊，你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格局没有静宁大，这让朕怎么放心你嫁进皇室？等皇上一走，林静书就急急地问道：姑母，皇上是什么意思啊？去查查。不一会儿，宫人就打听回来了。娘娘，静宁县主上了折子，将凤凰楼一折为3，3成利给了锦衣卫，5成给了皇上，他只留了2成。锦衣卫是皇上的亲卫，别人出了钱，皇上就能少花点，算来算去，皇上是最大的赢家。好家伙，抱大腿够快的。他这是借我的花献佛，踩我上位。没想到县主是做账的高手。我曾经帮外祖父管过后勤的账，那封信里的女子，她在哪里？还好吗？她……就在此时，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声，是锦衣卫抓捕了一批犯人回来。咦，这不是周红叶吗？苏明锦未来的谋士。见过指挥使大人。这都是冒朕案的犯人。2年前，淮河洪水冲垮堤坝，100万百姓受灾，朝廷下令赈灾，结果官员上下勾结，侵吞大批赈粮，致使无数灾民死去。是几个灾民冒死上京告状，才揭开了这一桩惊天大案。都是，这是一锅端呀！咦，指挥使身边何时有女子了？不是吧？他只是出差半年，怎么像是出差了几年断片了？这年纪轻轻的是什么官？他叫周红叶，是南溪县令的师爷。师爷？那他贪了多少？贪了200两，不过他家里有病母弱妹，钱都拿去治病了，也是可怜人。我替他交赎罪银。本朝有赎罪银，就是准许犯人缴纳高额罚银赎罪。像这种涉及银钱的，通常是10倍赎罪。周红叶贪了200两，就要补上2000两脱罪。周红叶眼睛瞪直，不敢置信。您刚才说什么？这是2000两。静宁县主，你考虑清楚，值吗？孝顺有责任心的人不算太坏，还有救。萧凌风挥了挥手，手下将周红叶绑着双手的绳子砍断。周红叶如置身梦中，恍恍惚惚，直到这一刻还没有真实感。多谢姑娘救命大恩，还未请教恩人芳名。以后好自为之。他没有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主动凑上去招揽，落了下乘。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才是最高明的战术。周红叶怔怔地看着少女远去的身影。她是谁啊？谢同成不知从哪里窜出来。那是前大将军府的五小姐，如今的静宁县主宁之薇。你的运气真好，被县主救了。静宁县主，县主可能自伤身时，听不得病母弱妹这几个字。唉，县主太不容易了。怎么不容易了？谢同成立马来了兴趣，将宁之薇的身世和个人经历扒了一遍，一波又一波，说的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说到此时，他还不动声色地瞥了周红叶一眼。周红叶耳朵竖得高高的，默默听着。真的假的？你不信可以去问别人，整个京城的百姓都知道，满京城谁不钦佩静宁县主呢？眼下他特别不容易，家中无男丁，他一个人独撑门庭，要护住那么多女眷，偏又得罪了那么多人，日子看着风光，却是并不好过。周红叶心里一动，谢同成见状，嘴角微微上扬。你遇到他是福气，赶紧销了案走人吧。教主，有人要见你。宁之薇嘴角微微上扬，比他想象的要早些。是你？
有事儿？周红叶定定地看着他，似乎在挣扎。吃了吗？周红叶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摇头。坐下一起吃吧。等周红叶坐在座位上时，才意识到整个节奏被宁之威带着走了。县主，我是庶民。在我这里只分3种人：敌人、自己人、普通百姓。对敌人如严冬般无情，对自己人如春风般温暖。普通百姓呢？他出身卑微，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在这世道，人命如草芥，百姓如蝼蚁，活着太难了。爱护百姓，守护一方平安，是我宁家的家训，我片刻不敢忘。周红叶眼眶微热，宁家呀，守护大齐边关200年的宁家，满门忠烈的宁家，下场却那么惨烈，世道如此不公。你如今是宁家家主，打算一辈子困守在青罗山庄吗？总有一天，我要重返边关，赶跑外敌，庇护我边关数百万百姓，重回权力巅峰。如一道重锤砸下来，周红叶的心狂跳，浑身血液沸腾。听说一面小将军是你的人，看来这一晚上他也没有闲着，打听了不少事情。是。你是女子，总要嫁人的。我是女子，但也是宁家第6任家主。宁家上下都服我，朝堂内外都得高看我一眼。我获封县主，并不仅仅因为我姓宁，还因为我有手段，背后有10万宁家军。在我的人生中，嫁人不是唯一的选择，我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当然，我总要有一个继承人的，有合适的就成亲，去父留子也不是不行。周红叶听着他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话，心乱如麻。你读过书，应该知道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县主熟读兵法，最喜欢哪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周红叶深深地看着他，神色复杂到了极点。侍立在一边的东升像听天书，感觉每个字儿都听懂了，但背后的意思却没明白。县主能赏我200两银子吗？东升瞪了一眼，啥？他怎么敢狮子大开口啊？尽逮着他家主子一直扬蒿。给他200两。都是聪明人，他有意试探，他试出招揽他的信息，短短几句话就明白彼此的心思。周红叶拿着银子深深地拜下去。多谢县主，告辞。等一下。县主这是后悔了？路上不太平，你若是不介意，我派2人护送你回乡。若是介意，那就给你1匹马和1包干粮。周红叶出自贫寒，从小到大感受到的只有轻视和白眼。之前的东家把他当成下人，解决难题的工具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他哪受过这样的尊重啊？请县主派人送我回去，我速去速回，将家人接到京城照顾。他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是叩拜主上的大礼。宁之威看在眼里，嘴角轻轻上扬。你不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荣静，他一身官服，应该是刚下朝。人生不就是一场豪赌吗？我若赌输了，那就将他绑回来嘛。他安排人手送他回乡，可没有那么简单。你想干什么？我不杀他，但也不会让他落入别人手里。杀伤力太大的人和物，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就不怕反噬？不怕，我会提前废掉。荣静又一次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跳得失序，跳得狂野，仿佛要跳出胸膛。怎么了？心口不舒服？早点去找大夫看看。没事，最近忙着案子，晚上没睡好。那好好休息，身体是万物的根基，没有一个好身体，权势地位都是一场空。他关切的眼神让荣静心里暖洋洋的，却不敢沉溺其中。我知道了，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什么事儿？明日就是芙蓉园约定的第3日，我作为裁判之一，会到现场亲眼见证。
特来约定一个时辰。夏朝是4时左右，那就约在丑时1刻，可好？行。估计明郡王这会儿如热锅上的蚂蚁，如坐针毡吧。就这么讨厌他？对，特别讨厌。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明日的大戏开场。当然，今晚更热闹呢，一场精准狙杀正蓄势待发。他嘴角轻扬，都准备好了吗？不好，有绊马索，有伏击，大家警戒，保护主公先走。苏明锦坐立难安，这2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第1天，骚乱第一时间被控制住，闹事者被锦衣卫抓走。屋漏偏逢连夜雨，又被告知凤凰楼出事了。萧林峰和宁之威上门敲诈勒索了50万，让他想想办法。这2个人怎么搞到一起的？一个瘟神，一个扫把星，2人联手，杀伤力太大了。少主，皇上在朝堂上狠狠发了一通火，几个出列的御史被罚了3个月俸禄。几个？4个。是谁让他们一起上告的？画蛇添足，皇上起疑心了。一群蠢货，皇上最恨结党营私。皇上还将凤凰楼给了宁之卫。皇帝舅舅在警告我们。那怎么办？坐视不管吗？现在一动不如一静，都安分点。父亲明日能及时赶回来吗？能，已经到了进县，明日早上开城门时必到。太好了。苏明锦如今全指望父亲破局了，这会儿他还不知道未来的智囊已经被宁之威提前截胡了。再快点。是，主公。不好，有绊马索，有伏击，大家警戒，保护主公先走。别慌，发求救信号。红色的烟花在空中爆开，点亮了整个夜空，惊动了无数人。苏浩之远远望着，眉头越皱越紧。这是军中之人，务必要留下活口。就在此时，一支长箭直射苏浩之的面门。主公小心！再坚持一会儿，附近的援兵快到了。对方飞快撤退，黑衣人追了上去。苏浩之看着死伤一地的黑衣人，面部一阵抽搐。主公，我们没有追上，只找到这个。这是禁军的腰牌。您是说？这些年，苏浩之最担心身份暴露，做了层层保护。这会儿忽然扯上皇上禁卫禁军，心里一紧。贾谊，速去调查，启用宫中的棋子。是，主公。马上回京。忽然眼前一黑，身体发麻，整个人摔了下来。不好，腰牌上有毒。芙蓉园，天亮了，日头越升越高。还没有消息啊？没有。什么时辰了？4时，快散朝了。实在不行，我们就称病不出。你让我装病？你当满朝文武都是傻子吗？你当皇上是什么？以后让我怎么在京城立足？我的威信何存？我可以输，但不能输不起。属下该死。再去探。是。等啊等，等到日上3竿，都没有看到苏浩之一行人，他再也坐不住，跑到大门口张望。明郡王这是来迎接我们的，难怪世人都夸你是个好的，一诺千金呢。这些事，明郡王金尊玉贵，我索性把衙门的人请来，在这里直接办好过户手续，免得你再劳累跑一趟。庆宁县主真是心细如尘。一辆辆马车陆陆续续赶过来，段首府、几位阁老、6部尚书、大理寺卿、御史台、翰林院都来人了，黑压压的全是人头。苏明锦都气笑了。这也是县主请来的？县主未免也太小肚鸡肠了。这是怪我，我和段老大人相约一起来的，没曾想被诸位大人知晓，都想过来看看。
看什么？看热闹呗。上次错过了，这次绝对不能错过。爱八卦是人的本性。宁之威嘴角扬了扬，看了荣静一眼，他才不信这么简单呢。荣静也看了过来，两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苏明锦看在眼里，心里非常不舒服，总感觉属于自己的宝物被人觊觎了。太子驾到！来了，就知道今天不会这么顺利。明锦，姑母怎么不在啊？她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宁之威，你知罪吗？他忽然发难，不少官员被吓了一跳。不知。姑母都被你气病了。你明知道凤凰园是先皇给姑母的嫁妆，既寄托着先皇对姑母的爱，怎么还敢索要这么珍贵的东西？姑母若有个不好，你七罪当诛。你真是一个孝顺好侄子，这么咒自己的姑母，我还是第一次见。放肆！出言侮辱太子，还不快跪下认错！我错了吗？啊，行啊，我下次就到处对人说太子病了，太子要不好了。宁之威，你胡说什么？我是跟您学的呀，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您是一国太子，当为天下人之表率，我学您没错呀。好一个伶牙俐齿啊！掌嘴！小太监立马飞奔出去，举起胳膊重重挥下去。宁之威的眼神一冷，别怪他无情了。宁之威一脚踢过去，小太监被踢翻在地。宁之威，你好大的胆子啊！太子，您失仪了。您是一国之储君，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皇室的颜面。欺负一个尚未及笄的女孩子，传出去会贻笑大方。君欺臣民，以大欺小。大男人欺负弱女子，不管哪一条都不好听。请太子善待自己的子民。各位御史大人，你们说呢？荣大人，你要跟我作对？臣不敢。但救命啊！太子要杀人了！知道的夸你有情有义，表哥表弟的情深意重；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借故诛杀宁家人。太子，宁家怎么得罪您了？您要如此赶尽杀绝？难道有什么隐情？宁之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听说之前伏诛的江副将。太子的脸色巨变，眼神阴森可怕，猛地打断他。晋宁县主，你很好。我非常好。明郡王，可以办移交手续了吗？当然可以，还请诸位见证。他配合地掏出房契和地契，递给宁之威。宁之威细细查看，确定没问题，才笑道：明郡王，私人物品都搬走了吗？我何时可以入住？我在京城只能住同福客栈，当然如果明郡王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也能缓缓。不必。就在此时，长公主口谕，她偶感风寒，芙蓉园一事暂缓，等她身体康复后亲自主持。遵命。静宁县主，你怎么不回话呀？长公主口谕，我皇室中人一诺千金，信守承诺，绝不会为了区一个园子就拖三阻四。令今日就办理所有手续，不得延误。绝，太绝了！这不是无中生有吗？曾嬷嬷严肃的面容一寸寸裂开了。宁之威，你这是假传长公主口谕，罪该万死！你有证据吗？我还说你假传长公主口谕呢。曾嬷嬷眼瞳一缩，你胡说！宁之威早就看穿他们的计谋，先是让太子施压，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传长公主口谕。他估摸着大概率是假传口谕，当然不管是真是假，他咬定是假的，必须是假的。反正我不信任何人的话，除非长公主亲口说，那我就认了。你好大的胆子！我想长公主是天家贵女，
区一个园子还不值得他毁诺，丢了皇家的颜面。有些人呐，打着长公主的名号，竟干些害他的事，狼子野心，不配称为人。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曾嬷嬷气得眼前一阵阵发黑，遇到硬茬子了。苏明锦，继续吗？我要先确认一下我母亲的意思。行，我这就进宫。你想干什么？请皇上做主呗，他也是见证人之一。站住！苏明锦深知皇上对他的猜忌，这个时候凑上去讨不了好。办过户手续吧。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办户手续顺利完成。多谢明郡主割爱，欢迎以后来做客。言下之意，这是他的地盘了，赶紧滚蛋吧。郡主，驸马爷回来了。苏明锦又惊又喜又无奈，终于回来了，为什么不早一刻？荣静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宁之威，见他神色微妙，一颗心提了起来。他可有应对之策？主公，您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主公，宁之威深深地看了一眼。驸马爷遇袭中毒了，快请太医，快啊！这一来一回要半天，赶紧送皇宫，请整个太医院会诊。宁之威深感遗憾，怎么就没有弄死这个祸害？毒性那么烈，换了别人早死了。但苏浩之硬是撑住了，已经解了大半毒，残存的毒要不了他的命。他身边应该有神医，或者能解百毒的宝物。这人真难杀呀！对，快！苏浩之的手指动了两下，属下见状连忙说道：驸马爷想回芙蓉园住，这里安全？安全我可不敢保证，若在我这里出了事，我担不起这个责。我宁家风雨飘摇，再经不起半点折腾，还请驸马爷恕罪。驸马爷，你康复之后尽管来我家做客，芙蓉园的大门随时为您打开。换句话说，赶紧走，别牵连他，他害怕。人命关天，救人要紧，赶紧将驸马爷送上马车，安排边城军开道，确保不会中途发生变故。明郡王，你派人提前去宫中知会一声，让太医们做好准备。苏明锦纵然有私心，但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救父亲最要紧。看着众人远去的背影，宁之威长长吐出一口气，终于到手了。长公主府。什么？他回青罗别庄了？对，就住了2晚上，安排好家务就走了。目前什么情况？暂时只有护院，说是要跟家里人商量之后再决定怎么休整。看来他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想办法送一批眼线进去。是。还是没查到那批刺客？说。查到他们进了泾县的葫芦农庄。我们的农庄？彻查，将里里外外清洗一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随着他一声令下，下面的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听说宫中在操心宁之威婚事，请父亲助我，她是一个上好的妻子，她的嫁妆更可观。不仅仅是10万大军，还有凤凰楼和芙蓉园。你觉得皇上会让她嫁给别人吗？这按常理不会，但也不是不行。如果宁之威主动提出来的，一切都好商量。没有10万宁家军，他就没有什么价值。错了，他是宁家第6任家主，这个身份在关键时刻很有用。宁家200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只会传到家主手里。我明白了，多谢父亲指点。这次我们吃了大亏，得给宁之威还一份厚礼，顺便探探青罗别庄的底。是。青罗别庄。家主，锦衣卫来了。宁六身体一颤，露出惊恐之色。怎么又来了？有人举报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
搜！一群锦衣卫如狼似虎地冲进青罗别庄，如入无人之地。庄民们惊恐万状，大气不敢出，瑟瑟发抖，没人敢抵抗。官爷，你们不是说搜朝廷要饭吗？怎么还拿我们家的银子呀？求求你们，我家就这么一点银子，给家中生病的老人抓药用。滚！阿爹，去找家主。你们不是查朝廷侵犯吗？为什么抢钱？为什么伤人？锦衣卫办案，遇到阻拦者，杀无赦，都杀了。长剑挥过去，刺中张家一个幼儿，随着孩子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大家跟这些狗东西拼了！不让他们活，那就都别活了。那为首的锦衣卫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一群乱民，都杀了，一个不留。都住手！家主，求您为我们做主啊！放心，有我在。宁之威听着庄民们讲述经过，怒气直往上窜。家主，这孩子伤到了脏器，不惜一切代价救这孩子，多珍贵的药材都用上。若宁家没有，那我去宫中求皇上赐药。好。青宁县主，你窝藏朝廷侵犯，裹挟持庄民作乱，该当何罪？他一张口就给扣了个天大的罪名，真扣实了，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抄家灭族。你是谁？为什么冒充锦衣卫作乱？我是锦衣卫千户魏忠良，奉命缉拿朝廷要犯，你青罗别庄却百般阻挠，还聚众作乱。现在知道怎么跟本县主说话了吧？你见过县主，给县主请安。把你的令牌拿出来。南镇抚司，你们不是只负责自家的法纪军纪吗？什么时候开始插手案件了？锦衣卫分两部分，南镇抚司负责监管自家人，北镇抚司负责皇上钦点的案件，直接抓人审讯处决，不需要经过其他司法部门。皇上旨意，有几个人犯逃窜至此，还请县主配合我们查案。等着。当地的县令带着衙役浩浩荡荡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幕，齐齐傻眼。县主，您报的案？是，我怀疑他们是敌国奸细，打着缉拿朝廷要犯的旗号，在我青罗别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居心叵测。你胡说，哪有什么杀人放火？大人，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可这些人一冲进来就冲我们下毒手，还冲无辜的孩子下手，孩子能有什么错？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县令看着被刺中心口的孩子，脸色变了几变，但这事儿他管不了啊。不知道静宁县主为什么让他们掺和进来。锦衣卫只需要向皇上负责。我们接到举报，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县主，您敢不敢让我们搜青罗别庄？不敢。他将县令叫来，一是拖延时间，该藏的藏，该收的收；二是当证人。我怕你们栽赃嫁祸，在庄子里放点什么要命的东西，我青罗别庄上上下下都得遭殃。你可以全程盯着我们。盯不住。那你就是窝藏侵犯。你说谁窝藏侵犯？你们怎么来了？哼，你们能来，我们怎么不能来？两家同属锦衣卫，但分工不同，内部争斗不断，两边经常发生摩擦，关系特别差。对此，皇上乐见其成。属下要是抱团，该轮到他睡不着了。我们是奉旨办案。把圣旨拿来瞧瞧。你这是跟静宁县主沆瀣一气，是个人行为，还是你们整个北镇抚司的行为？别给老子扣屎帽子！要搜查犯人，行，我陪你们一起。小龙，你陪几位大人走一趟。是。家主，我们伤了31人，死1人。按照惯例，
伤者每人发50两，死者发200两，安排好王家人的生活。是。报，在青罗别庄搜到了窝藏的朝廷钦犯。2个男人五花大绑，像2条狗般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谢同成一方焦急、担心，还有迷惑不解。这是当着他们的面儿从庄民家东厢房搜出来的。金陵县主，你窝藏钦犯，该当何罪？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来我青罗别庄的？家主，您放心，我们宁死也会守住秘密。哼，金陵县主，人证物证俱在，你狡辩不了。给他们用刑。你这是想杀人灭口！金陵县主，你束手就擒吧，皇上说不定看在宁家的功劳上，会饶你一命。都绑起来！今天谁都别想踏出青罗别庄。所有人听令，从现在起封锁别庄，任何人不得进出，进入1级战斗预备状态。所有庄民随时待命。是。金陵县主，您别冲动，别中了圈套。你这是想造反？宁之威手指着镇南府司的锦衣卫们，一个个看过去。去将这些人的家小通通带来。我若有个3长2短，将他们家小全屠尽，一个不留，都给我陪葬吧。宁之威，你敢！钱县令，将你们卷进来，我很抱歉，请暂时留下做客吧，我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等事了之后，就送你们离开。金陵县主啊，您别冲动啊！我并不想造反，是有人不肯放过我，一退再退，退无可退，那就同归于尽吧。金陵县主，有事好商量，不如先放我们出去，我去皇上面前澄清。谢大人，请你们做个见证，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保，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父皇，芙蓉园真的不能给我吗？我好喜欢啊！那已经是静宁县主的。哎呀，让他见上嘛，能被皇室看上，那也是他的体面。够了，婉儿，别胡闹。皇上，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求见。让他进来。萧凌风进来后，恭恭敬敬向皇上、公主和丽妃请安，但就是不说话。丽妃见状，识趣地拉着女儿退下。皇上，青罗别庄出事了。他又怎么了？他要炸了青罗山庄，跟您派去杀人放火的锦衣卫同归于尽。什么？再说一遍。这是静宁县主的奏折，快拿过来。宁之威将整个事件说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栽赃嫁祸、杀人放火、官逼民反，那一股悲愤之情跃然于纸上。他还说，既然皇上想对宁家赶尽杀绝，不必那么费尽周折，他来帮他一把。说什么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宁家不负君王，不负百姓，是君王负了宁家。皇上气得直哆嗦，不是他干的，这个黑锅他不背。这些狗东西到底想干什么？让他们的上司南镇抚司指挥使于清给朕滚过来！等南镇抚司的镇抚于清匆匆赶来，还没有开口，就被皇上劈头盖脸一顿骂。于清被骂得狗血喷头，委屈又惶恐不安，狠狠瞪了萧凌风一眼，一定是这家伙告黑状。你们南镇抚司背着朕到底干了多少破事啊？皇上，您息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皇上将奏折砸过去，于清下意识地捡起一看，整个人都懵了。皇上，这不是臣干的。完蛋了，这魏忠良搞什么名堂？那是谁指使的？魏忠良这种小人物，无怨无仇的，吃饱了撑的才会对付静宁县主。皇上，魏忠良纵然不对，但静宁县主反应未免太激烈了，有挟公自傲之嫌，有点奇怪。只有拉下静宁县主，才有一线生机。他正滔滔不绝地说服皇上，首辅大人求见，
皇上，坊间传闻，您要将宁家逼反。什么？外面都传遍了，青罗别庄被围，逼迫静宁县主自焚，民情激愤不已，事情闹大了。您为什么非要？胡说，不是朕。皇上，我怀疑静宁县主已经飞鸽传书给西北的银面小将军，宁家若灭门，西北必反。这话皇上是信的。宁之威本身就是个胆大包天的疯子，在生死关头更会孤注一掷。西北局势动荡，战况焦灼，宁家这支军队非常关键，不容有失。于青有点不服气，刚想说话，萧凌风就将矛头对准他。当然，如果于大人能够确保西北不反，那静宁县主就没必要留着。我拿什么保证？身家性命吗？皇上，这种局面不对劲儿，臣有种猜想，宁家这200年来镇守西北，杀了很多敌国将士，他们恨宁家入骨，趁宁家如今势弱，想借机灭了宁家复仇。你是说，那些人有可能是间谍，故意离间君臣关系？皇上越说脸色越差，这很多事情就解释通了。小小一个锦衣卫哪来的胆呢？动机也有了。于青张了几次嘴都不敢出声。萧林峰，臣在，彻查此事，务必要安抚住宁之威，就说朕相信他，相信宁家的赤胆忠心。是，于青，你全力配合，若有闪失，你提头来见。臣遵旨。段首府，想办法安抚民心，将舆论压下去。是。等他们走后，皇上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又下了一道旨意。萧大人跟静宁县主关系匪浅啊，你还是想想怎么脱罪吧。身为上司，一个监管不严的罪名是逃不掉的。带这么多人，哎呀，奉旨办案。荣大人，这么巧也出城啊？我是专程在等你们，奉皇上之命，全程监督青罗别庄一案。萧凌风和于青相视一眼，惊疑不定。皇上这是不信任他们内部了？这可不妙啊！青罗别庄，都愣着干嘛？坐呀！宁之威坐在主桌，左手边是当地县令，右手边是谢同成。大家吃好喝好，别客气哈。谢同成看看笑意盈盈待客的宁之威，又看看热气腾腾的火锅，又看看被绑在柱子上的魏忠良主人，不禁陷入了沉思。他这生冷不忌的疯劲儿，非常适合锦衣卫啊。大人，你赶紧吃啊，再不吃就没了。谢同成一看，我去，快抢没了，赶紧加入抢肉的队伍中。吃饭最重要。他们吃得热火朝天，魏忠良等人闻着诱人的香味儿，饿得肚子咕咕叫，2天不吃不喝，连口水都不给，这分明是酷刑啊！家主，魏忠良的家人一共27口，都带来了。带他们进来。宁之威，你丧心病狂！家主，朝廷来人了！来了，终于来了！宁之威，你的死期到了！进来的只有3人：荣敬、大理寺卿，公正严明、判案如神的铁血孤臣；萧凌风，冷酷无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锦衣卫指挥使；于青，见人3分笑的笑面虎，南镇抚司镇抚。当3人进来时，看到眼前的一幕，纵然见多识广，也呆了一瞬。一边是鲜血淋漓的人质，一边是丰盛的聚餐，怎么看都诡异。魏忠良兴奋地大喊大叫：大人，大人，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我！其他人也激动不已，终于有救了，宁家完蛋了。宁之威跟荣敬一个对视，就懂了，一切如他所料。3位远道而来，想必还没有用餐吧？一起吧。于青挺无语的，他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谁吃得下去啊？不用。行好，
萧大人，您坐这里。荣大人，这边坐。荣静微微颔首致意，不动声色地扫了宁之威一眼，见他一切安好，暗暗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于青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看着身边的两人走过去，大大方方地坐在让出来的空位上。一个拿起筷子就往麻辣锅里挑吃食，一个携起红糖糍粑往嘴里塞，动作自然流畅，不拘小节，反衬的于青像另类。不是，真吃上了呀，不怕被下毒？哎，算了，我不信宁之威敢将锦衣卫指挥使给毒死。他一路兼程，只啃了几个包子，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他携起羊肉片往锅里涮，沾上特制的酱料，入口即化，鲜得掉眉毛，好吃！再来一口，敞开肚皮哐哐炫饭，别提吃的有多香了。大人，你们怎么吃上了？快把这些无法无天的反贼抓起来呀！大人，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拒绝搜查，公然跟朝廷对抗。宁之威带领庄民们聚众殴打锦衣卫，要造反啊！哼，于大人，你这个属下真厉害啊！设局如此精妙，把整个锦衣卫都算计进去了。你们要么给他擦屁股遮掩，要么等着受罚吧。这件事儿处理不好，处分事小，丢官没命事大呀。静宁县主，我们谈谈。这些人一进来就杀人放火，欲置我宁家于死地，我有理由怀疑这是针对宁家的一场围杀。至于真相，我说的不信，就请各位大人挖掘，还我们宁家一个公道。作为直属上司的于青心里暗暗叫苦。静宁县主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两个奄奄一息的人犯被带过来，没吃没喝，还被毒打了一顿。面对质问，男人支支吾吾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赶紧说，有锦衣卫的大人在，谁都不敢拿你们怎么样。我是宁家旧部下，曾经在宁老将军麾下作战，听说宁家出事，我一时激愤，就杀了2个狗官，这是我一人行为，跟宁家无关。杀官，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杀了人还往宁家跑，这分明是把宁家拉下水。哼，如此低劣粗糙的手法，居然出自锦衣卫之手。于青老脸热辣辣的，栽赃陷害也不是不行，但好歹做得高明巧妙点。给我打，狠狠打，打到招为止。但不管怎么打，对方都不改口。清脆的声音响起，众人不约而同地看过去。好家伙，在这严肃血腥的场合，宁之威居然捧着一个青色果子，咔咔咬着吃。这是我们青罗别庄特有的青果，清甜可口，谁想尝尝吗？我。荣静的手伸了过来，宁之威笑眯眯地分了一个给他。荣静咬了一口，清甜多汁。不错。这是用来酿青罗酒的，口感绝佳。谢同成立马伸手讨要了一个果子。大人，你也看到了吧？宁之威猖狂的无法无天，结交锦衣卫，意图不轨。我图什么呢？你们宁家要造反。我宁家区区几千人怎么造反？没人没钱没武器，自寻死路呢。于大人，他说是奉命行事，是奉您的命吗？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是魏忠良这狗东西欺君罔上。大人，你们怎么包庇他？难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这话一出，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他完了。于青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萧林峰神色阴沉的可怕。静宁县主，皇上托我转告，他相信你，相信宁家的赤胆忠心。这话如一道惊雷，让魏忠良等人面如死灰。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说，给了他们致命一击。多谢皇上的信任。夜深人静，宁之威睡不着，在花园无意识的乱转，脑子里全是事儿。多事之秋啊！晚上怎么不睡？荣大人，你不也没睡吗？别想那么多，
宁家不会有事的。我真的想做个好人，真的。宁之薇，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活着。可这爱都滂沱风月，如何关于我？往事多牵扯，铭心如错，怎的施舍？家主，西北的信。深更半夜的信件通常10万火急，快拿来！宁之薇迫不及待地接过信，拆开一看，向来坚强的少女顿时红了眼眶，晶莹剔透的泪珠滚落下来。她告御状被打板子时没哭，被诬陷造反时也没哭，却看了信后哭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找到小七了，他还活着。一大早，宁家的餐桌上响起一道惊喜万分的声音：“是，谢天谢地，老天爷开眼呐！好，太好了！”宁家的男丁没有死绝，众人喜极而泣。在战场失踪的宁七少找到了。吴妹妹，她现在在哪里？我去接她。七嫂别急，七哥的情况不大好。他怎么了？宁之薇轻轻叹了一口气。七哥武功全失，筋骨尽断，瘫在床上不能动弹，幸好被人救下照顾，才勉强保住一命。只要活着就好，其他都不重要。人活着就有希望。你说的对。七少夫人是心疼的不得了啊！他们刚成亲1个月，夫君就上了战场，这一去就不回。那你四哥有没有消息啊？是4少夫人，她满眼的紧张。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你说的对，七弟能活着，他一定能活下来，一定。到了第2天傍晚，案件审完了。静宁县主，宁家是清白无辜的，造反一事，子虚乌有。已经结案了，幕后主使者是谁？这，请恕我不能直言。行吧，我也不为难你们。反正，在宁之薇的心里，已经将苏浩之、苏明锦父子列为第一嫌疑人。县令一行人听说能走了，个个如释重负，喜出望外。宁之薇亲自送他们出来，送了他们很多青罗别庄的特产，像新鲜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蛋，人人2大筐，每人100两银子，算是补偿。前县令一行人吃人家的嘴短，拿人的手软，纷纷表示不怪他。宁家也是受害者，一时之间气氛极为和乐。锦衣卫也要走了，他们情况特殊，不能给银子，但人手1坛青罗酒，他们很高兴，吃好喝好还有的拿，不错不错，还是静宁县主会做人。谢同成是最开心的。县主，这青罗酒确实不输百花醉，再给我1坛呗。他一拿到酒就喝了个痛快，已经只有半坛了。现在没了，等过段时间酿好了再给兄弟们送过去。静宁县主，事已了，您哪天有空去京城逛逛，让百姓们看看您。宁之薇秒懂，他之前让人放出风声，京城的舆论都炸开锅了，只要百姓们看到他平安，舆论就平息了。行，我安排好别庄的事，就去芙蓉园小住一段日子，再去凤凰楼转转。那是最好，告辞。夕阳下，荣静长身玉立，拱手致意。忽然，宁之薇心头一阵战栗，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有危险。小心！一支长剑射向宁之薇的胸口。就在此时，一道颀长的身影扑过来，将他护在怀里，耳边传来闷哼一声，夹杂着一丝痛楚。荣大人，有刺客，追！谁能想到，在锦衣卫的眼皮底下居然搞刺杀，好大的胆子！是谁？到底是谁？你说什么？有人用剑刺杀宁之薇，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是，但误伤了荣大人。
他怎么样？没有生命危险，还在青罗别庄治疗中。臣先回来禀报。唉，这分明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好大的胆子！是谁干的？没抓到刺客，跑了。这说明不仅仅是提前设伏，事先也做了精准的方案，可见是个厉害的。废物！这是魏忠良的口供。幕后主使是大公主。什么？这不可能！小林峰，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和于大人反复确认过。皇上看到口供，魏忠良是受大公主奴婢指使，策划了这一切，只为了邀功。那人向他保证，只要他成功了，就保他坐上南镇抚司老大的位置，赐他长子一个官身。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谁都不得再提。是。关闭多时的芙蓉园终于开了正门。荣大人，下车吧。我离开京城多日，衙门的事情堆积如山，还是先回京城。李太医来了吗？已经恭候多时。荣大人，李太医最擅长治疗外伤，身体最重要。至于公务，让下属送来芙蓉园吧，一来一回也不差这半日功夫。皇上那边我也提过一嘴，你如今的情况最适合待在芙蓉园，说有大案发生，再回去也不迟。那就叨扰了。没想到宁大小姐这么快振作起来，不愧是将门虎女，齐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最厉害的还是静宁县主，皇上已经下令让4品以上的官员携带家眷进宫参加他的及笄仪式，这恩宠是多一份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真的好吗？我说你怎么回事？多扫兴啊！你不会是迁怒静宁县主？啥？荣静懵逼啊！李大夫曾经卷入一桩案件，是荣静给他洗清冤屈，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听说你是被牵连才受伤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这么小气。荣静嘴角直抽抽，但没有出声解释，就让所有人这么认为吧。对了，查到是谁干的吗？冲宁家穷追猛打，太缺德了。我也很想知道。荣静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他一定会追查到底，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宁之威。父亲，宁家人入住芙蓉园了，同行的还有大理寺卿荣静，李太医也住进去了。荣静伤势如何？伤到肩胛骨，似乎挺严重的。宁之威呢？我们的手伸不进内院，宁之威带来的少年营接手了内院的守卫工作，丫鬟也是用自家带来的。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没把宁之威干掉，还得罪了荣静，他可是刑案高手。我做得很小心，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将线索引向大公主。以皇上的性情，一定会选择到此为止，保住大公主，我们就能全身而退。宁之威的命真大呀！父亲，您怎么忽然想杀他？不是说好要将他利用殆尽吗？他比我想象的更聪明，更有手段。我有种预感，留下他，后患无穷。苏明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一点担心，一点酸涩。他这是怎么了？芙蓉园，主公，这是我大姐宁文音，将接手芙蓉园和凤凰楼这2块产业。这是周鸿雁，足智多谋，胸有丘壑。大姐，我为你安排的智囊和副手。家主，我不跟在您身边吗？他前2天就带着家人回京了，还在最短时间内帮着查到李二狗的信息。我的目标太大，你暂时留在我大姐身边。是。周鸿烨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被架在高处，盯着他的人太多了，很多事情不方便做，而他隐在暗处，成为宁之威的另一只手。都准备好了吗？周鸿烨屏住呼吸，心跳得厉害。他有一种预感，
接下去的一幕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宁文音紧张的不能呼吸，手心全是汗。天啊，地啊，要命啊！知道了这些，我还能活着走出去吗？入眼的一幕让人无比震撼，是个巨大的厅，堆成山般的刀剑密密麻麻。周鸿烨如游魂般置身在大厅，仿若在做梦。居然是武器库，武器库居然在芙蓉园的湖底下，难怪苏明锦死活舍不得。不对，就算长公主母子是守库人，但皇上怎么会同意放手呢？这些武器能装备几万人马，随时拉起一支队伍造反。打开，半边箱子装的是珠宝首饰、古董摆件，珠光宝气，价值连城；半边箱子装的是金光灿灿的金砖，摆得整整齐齐，而且不是一箱，是几百箱。这是前朝宝藏。周鸿烨心里一个咯噔。前朝？齐朝之前是姜朝。他凑过去一看，金砖上刻着永和12年。好家伙，这正是姜朝最后一个年号。永和，姜末帝自焚前给子孙后代留的一招后手。周鸿烨向来聪明的脑袋乱得一塌糊涂。姜朝时，这也是皇家园林，前朝宝库设置在这里也合理。问题是，宁之威怎么知道的？哎，算了，不想了，头疼。请主公解惑。这些珠光首饰和金砖确实是姜朝留下的，本来是装满了整个大厅。这些刀剑和盔甲是这些年搞出来的，不算太旧。你是说，我朝某人皇帝发现后，用金砖换了一批武器放在这里，以备一时之需？不，这个宝库自始至终只有姜朝皇室后裔知道，他们一直没忘了复国。那您是姜朝皇室后裔？周鸿烨胆战心惊，不会是上错船了吧？他不想造反呢。宁之威看着他惊恐的目光，不禁失笑。前世他可是跟着前朝皇室余孽一条道走到黑的。我跟那些余孽没关系。周先生，你是聪明人，你猜猜谁是姜朝余孽？苏浩之父子。什么？长公主驸马？那个男人藏在长公主身后，谁都不会注意到他。这些年假借游历山水写生，恐怕是在搞复辟活动吧。别庄门前那一件的幕后主使就是他。本来还是嫌疑人，但正是那一件让他确定是苏浩之出手了。不过前朝余孽为什么跟大齐的长公主生儿子？不应该是恨之入骨吗？继承人流着两朝的血，也不正统啊。谁说苏明锦是长公主的亲生儿子？什么？那亲生儿子是谁？不知道。主公，按理说您不该在这个时候拿下芙蓉园，直接跟他们对上，而是应该徐徐图之。前朝皇室余孽在暗中发展了200年，将手伸进了皇室，背后的势力有多大可想而知。而宁家这会儿示弱，选在这时候对上极为不智。没有时间了，我别无选择。什么意思啊？那人等不及了，1年之内必乱，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宁家出事就是一个信号，是战乱的开端。宁家已经身在局中，出不去了。那狗东西为了一己之私，祸害苍生，千刀万剐都难消心头之恨，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周鸿烨闻声色变，之前布局了100年，一招发动，后果可想而知。天下为棋盘，芸芸众生皆沦为棋子，谁都没法幸免于难。为了自保，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我要你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将金砖腾挪出来，全部换成粮食，运往西北。同时，想办法多挣钱，越多越好。西北？是我们宁家的大本营。那能不能杀了那个人，阻止？我试过，但失败了。机会只有一次，稍纵即逝。经此一事，他们会更加小心谨慎，再无机会了。周鸿烨倒抽一口冷气，
苏浩之遇袭是他干的？好家伙，这才是藏得最深的大佬啊！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静宁县主，你这是要出门？我去砸场子。什么？我已经查出冲青罗山庄下手的人是苏浩之父子，我这就上门回报一二。他气势冲冲去打架的架势，可把荣静急坏了。县主，你别冲动，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是女子，小气记仇，一日都不能忍。我陪你过去。不用，你安心养伤。那你也不能去。其实，我是一个极其冷静理智的人，最擅长以德服人。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好可爱。你笑什么？我没笑。长公主府，一辆马车停下。你先别下车，过半个时辰再进来，见机行事。你小心点。宁之威点了点头，一副乖乖巧巧的模样。但荣静知道，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魔头，不将长公主府掀翻，誓不罢休啊！我家静宁县主求见长公主。可递了拜帖啊？没有，但长公主之前主动邀请我上门做客。那不行，没这规矩。话还未说完，人就被推到一边。你们不能乱闯，站住，快站住！宁之威听而不闻，随手拉了一个奴婢，扔过去一颗金豆子。带我去长公主住的地方，我给长公主请个安。奴婢眼睛一亮，乐淘淘的带着人就走。居月院，长公主的闺名带个月字，听说这是驸马起的名字，秀恩爱的一种方式。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嘲讽。宁之威，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怎敢擅闯？是曾嬷嬷，上次假传长公主口谕狐假虎威之人。来都来了，你能拿我怎么着？你一个老奴才，也配跟我说话？放肆！没规矩的东西！掌嘴！东升飞身而起，动作利落干脆。静宁县主，你疯了吗？我早就想打你了，再打！劈头盖脸的一阵揍。曾嬷嬷哪受过这样的苦楚啊，痛得惨叫连连，一道怒喝声响起：“住手！给长公主请安。不知我哪里得罪了静宁县主，你要如此羞辱我的人？长公主殿下，你要给我做主啊！打狗还要看主人，他根本就没有将长公主您放在眼里。”面对对方杀人般的目光，宁之威眼眶一红，泫然欲泣。他骂我没有规矩，嘲讽我有娘生没爹教。他不哭，就是泪珠在眼眶打转，倔强又可怜。长公主最受不了这种，你要是嚎啕大哭，她还嫌你没骨气烦人，但强忍泪意，委屈又倔强的隐忍模样，狠狠戳中她。她心口一酸，下意识地看向曾嬷嬷，真的骂得这么难听？打人不打脸啊！曾嬷嬷气得吐血，装什么装啊？我没有，你冤枉我！没规矩的东西，不是你说的，你敢对天发誓吗？我敢。行，若撒谎，你的主公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超生。放肆！曾嬷嬷脸色大变，惊怒交加。不行，绝对不行！她宁愿舍弃性命，也不能让那个男人受半点伤害。殿下，他咒你。所以，你撒谎了，你不敢发誓。曾嬷嬷张了张嘴，她知道，只要她发誓，长公主就会信她。但她怎么舍得去赌万一呢？她若有个闪失，她百死不能赎啊！拖下去，打10板子。长公主英明，你来干什么？你让我上门做客，我就来啦。殿下，我带了好吃的点心，请您尝尝。殿下，无妨，你们下去吧，味道不错。你也喜欢卧丝糖啊？你也喜欢？不是我，是大理寺卿荣静，
他一个大男人居然爱甜食啊！这有什么？百人百味，各有喜好。你家明郡王爱吃甜食吗？他呀，爱咸口的。你怎么对他的事感兴趣？不瞒您说，我是专程上门求饶的。什么意思？求明郡王放我宁家一条生路，放过我宁氏满门几千人的性命。苏明锦闻讯赶过来，还是晚了一步。宁之威，你怎么敢跑来我家胡说八道？滚出去！你以为你安排的毁灭青罗别庄的计划天衣无缝，但还是被我找到了证据。不可能！我们宁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说出来，我改，我改！只求饶了我宁氏一门，放我们宁家一条活路吧。孩子们还小，最小的才1岁，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锦儿，到底怎么回事？激动成这样，不像是假的，难道是有什么误会？母亲，别信他的鬼话，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他抢走了芙蓉园不够，还要毁掉我的名声。宁之威，这里不欢迎你，请出去。李二狗招了。那是谁？我不认识。虽然你转了几道手，但架不住你们中间出叛徒。长公主一直盯着这两人，见儿子的表情不对，心沉了下去。难道宁之威说的是真的？锦儿，这是为什么？苏明锦眼中闪过一丝恼怒，这是信了？母亲，我真的没有。您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您的儿子吗？长公主，景郡王是您生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知道吗？他断然不是那种心肠狠毒之人啊！是啊，长公主，您可别中了别人的奸计，伤了母子之情。为了一个外人，不值得呀！长公主一动脑子，就跟针扎似的难受，但强撑着。我不想听一面之词。宁之威，你先说。锦儿，你先别说话，一个一个来。苏明锦暗暗磨牙，却无可奈何。他就不明白了，宁之威怎么就认定是他干的，又怎么敢单枪匹马上门讨公道？是故意离间他们母子感情？这可是他的地盘，他能控场。就算今天杀了他，只要找到合理的借口就行。按理说，宁之威不是这么鲁莽的性子，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事情是这样的，宁之威才不怕他的眼刀子，他巴拉巴拉将南镇抚司的锦衣卫冲进青罗别庄，大开杀戒，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被扣上了一个窝囊朝廷要犯的罪名，意图将青罗别庄连根拔起的事说了。惊动了皇上？是，这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趁我送各位大人出门时射杀我。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误伤了大理寺卿。他没事吧？伤得挺重的，得告假养伤一段日子。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啊！我有啊。锦儿，我只问你一句，你有没有做？我没有。如果是我做的，就让我死全家，永远不能得偿所愿，做什么都失败。宁之威，你别欺人太甚！这一刻，苏明锦动了杀心。不敢。苏明锦面对他的咄咄逼人，不得不忍怒，照着发誓，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长公主长长吐出一口气，她是个母亲，她相信自己的儿子。锦儿，我相信你。静宁县主，请离开，长公主府永远不欢迎你。刚踏进院门，几道惊恐的声音响起。母亲，殿下，殿下吐黑血了，快叫太医！长公主是中毒了。怎么会啊？长公主刚才吃了静宁县主带来的点心，是静宁县主。宁之威，你居然给我母亲下毒，你好狠毒！杀了他！都住手！萧大人、荣大人，你们来得正好。
宁之威毒杀我的母亲长公主殿下，快把他抓起来！静宁县主，真的是你？以宁之威谋定而后动的性格，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困境。他也没有理由毒杀长公主，到底在算计什么？不是我。荣大人，你看呢？只是上门算账，这分明是把天捅破了，就不该轻信他的话。既然他想将事情闹大，那就成全他。一个长公主，一个县主，一个郡王，你我都镇不住。请示皇上吧。来人，立马向皇上禀报此事，10万火急。太医施展浑身解数，都没法让长公主清醒过来。室内的气氛极为紧张，大家大气都不敢出。不知过了多久，皇上急匆匆地赶来，随行的还有太子和一众太医。远正，你快去看看皇姐。一众太医在院正的带领下来了一次大会诊，结果是中毒了，但是什么毒就不知道了。一群废物，要你们有何用？皇帝舅舅，是宁之威对我母亲下毒，亏我母亲对他这么好，您一定要为我母亲做主啊！宁之威，朕对你太宽容了，纵得你无法无天，连长公主都敢下毒，传朕旨意，将宁家打入。不等他说完，宁之威举起手，凉凉的打岔：“驸马呢？他不是最夫妻情深吗？妻子中毒，他躲在哪里？不会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皇帝舅舅，父亲一早就出城写生，我已经让人通知了，他很快就回来。皇上，我能说2句吗？皇帝舅舅英明神武，一切阴谋诡计瞒不过他的眼睛，你别挣扎了，没用。皇上，案子得有人证物证，才能让所有百姓心服口服。荣静提醒皇上，宁之威很得人心，不能随便杀。萧林峰已经看出事情的不对劲儿。皇上，无论如何都要走一个过场。荣静，你来审。静宁县主，你是怎么给长公主下的毒？下的什么毒？我也很奇怪，我就说了明郡王几句，就被指控下毒。苏明锦不能自辩，冲宫人使了个眼色。启禀皇上，刚刚长公主殿下还好好的，但是吃了静宁县主送来的点心就不行了。你确定是吃了这个点心中毒的？对，长公主是不吃外食的，但静宁县主花言巧语，哄得长公主吃了下去。宁之威，皇上刚想发火，就见宁之威将每一块点心都掰下一块。好吃啊，真好吃啊！太医们咽了半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禀皇上，臣没验出毒。臣也没有。看吧，我是清白的。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长公主下毒？长公主到底是中了什么毒？这很难查吗？臣实在验不出来呀。全是废物，是验不出来还是不敢说？萧林峰冷漠的声音响起，他的神色非常古怪。他经手过很多案子，稀奇古怪的毒见多了。萧林峰，你看出了什么？请允许臣取长公主殿下脚板的一滴血。准。皇帝舅舅，母亲最怕疼啊。那如果能让长公主疼醒，那是卑职的福分。这血味道不对，带着一股酸味儿。院正，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毒。院正嗅了嗅血滴，良久之后，忽然脸色巨变。皇上，这……别吞吞吐吐，快说！长公主似乎中了前朝皇室的秘药并仙子。都200年了，怎么还有人在用此药？难道前朝皇室还有余孽，还给长公主下了药？中了此药会有什么后果？中了此药，软绵无力，一用脑就疲倦不堪，元气渐渐流失，体弱多病啊！
苑正越说，面色越惊恐。不对，这分明是长公主生完孩子后的状态。你是说，长公主中毒时间有20几年了？看状态像。这不对啊，什么毒能20几年都没事儿？不会是看错了吧？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毒，是摧毁人体健康的药，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成为废人。这药神奇在，让你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只需要一味药引。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查出来？平时用特殊药物掩盖，不知为何失效了。宁之薇轻抚腰间的香囊，嘴角微微勾起。不是失效了，而是用了一味特殊熏香激发，跟之前的特殊药物对冲掉，体内的病美人药性就显露出来。普通人闻了完全不受影响。治好长公主，她若有个不好，小心你们的脑袋。是。皇上一想到前朝皇室余孽早就在暗中盯上了皇室，还将长公主祸害了，心中急迫又不安。他毫不怀疑宫中已经潜入前朝皇室余孽，这让他寝食难安，如鲠在喉。小林峰，清查宫中上下，务必挖出前朝皇室余孽，一网打尽，一个都不留。是。宁之薇仿若无视人般盯着苏明锦，果然他的神色有瞬间的僵滞，但很快恢复正常。这一切全落入荣静眼里，若有所思。荣静，你的身体……臣已经好多了，您尽管吩咐。彻查长公主中毒一事。是。皇上，驸马爷求见。让他进来。苏浩之神色紧张地冲进来。月儿，月儿，父亲，母亲是中了前朝的秘药，皇帝舅舅已经下旨彻查此事，您还是先见过皇上吧。见过皇上，恕臣军前失仪。起来吧。皇上，我先去看看月儿。姑父真是情深义重的好男人，眼里只有姑母啊。眼里没皇上。好好的一句话，到了宁之薇嘴里就不对劲儿了。宁之薇，你闭嘴！皇上，请您为我做主。你又怎么了？之前我青罗别庄一事是苏明锦干的，您可不能包庇他，得给我一个公道。你说什么？这不是大公主干的吗？怎么跟苏明锦扯上关系？难道里面还有隐情？刺杀大理寺卿荣大人也是他干的。你胡说！我有证据，这是我清扫青罗别庄时发现的。请问，锦郡王从未来过别庄，令牌怎么会遗落在那里？苏明锦目瞪口呆，怎么会？看了又看，这确实是他的令牌。明锦，你怎么解释？苏明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心跳如雷，额头渗出汗珠。怎么办？景儿，你上次不是说丢了一块令牌，找回来了？哪里找到的？青罗别庄。景宁县主，你和景儿的恩怨闹得世人皆知，我想歹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栽赃嫁祸给了景儿。景儿这孩子是我和长公主的独子，从小就娇惯得很，不知人间险恶。这给他好好上了一课，让他以后多留几个心眼儿。哎呀，这还要多谢景宁县主，请受我一拜。不得不说，苏浩之是个极厉害的，几句话连敲带打，将事情推得干干净净，还拉了一波好感。不敢不敢，驸马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世人都说你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我看着还是蛮谦虚的。不好了，曾妈妈服毒自尽了，还留下遗书，
控诉金陵县主咒死长公主。死了吗？没，救回来了。真正想死的人只会默默的死去，绝不会有挽回的可能。皇上，让我跟他对峙。这老货居然敢陷害我，毁我的名声，可恶至极！庆宁县主，人家刚救回来，正虚着呢，你怎么一点都不体恤老人家？体恤自家人是应该的，他算什么东西？宽恕仇家是圣人的事，而我就是普通人，谁害我我就弄死谁，一报还一报。把他拖进来。拖？苏明锦心里一紧，糟糕，宁之威成功的挑起了皇上的疑心。宁之威，是你，都是你害了长公主，你会报应的。我怎么害她？你逼我发誓，现在应验了，我对不起主子，以死谢罪。来，告诉皇上，刚才发生了什么？宁之威嘴角微勾，随手点了一名工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工人没法说谎，只能将刚才两人的冲突说了。皇上眉头紧皱，心中越发疑惑。就是说，曾嬷嬷撒谎了。曾嬷嬷，你放心，你真正的主公很快就会应势而亡，别急。真正的主公？什么意思？皇上，长公主身居深宫，前朝皇室余孽是怎么将黑手伸到她身上呢？只有一种可能，身边出了叛徒，或者从一开始就是细节，有计划的送到长公主身边。这位忽然要死却没死成的曾嬷嬷，为什么选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皇上早就怀疑长公主身边的人，曾嬷嬷从小跟着长公主，最得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是她代为出面，完全有这个条件下手。长公主身边有细节，那她身边呢？皇子公主身边呢？她不寒而栗，给她用刑，别让她死了。苏明锦深吸一口气，完了，他死定了。他下意识地看向父亲求助。皇上，臣有一事相求。皇上，我能单独跟您说几句话吗？宁之威神色凝重，让皇上莫名地想起敲响登闻鼓的那天，姿势体大。都退出去，小林峰、荣静，你们两个留下。苏浩之的话全卡在喉咙，不上不下，憋得难受。更让他担心的是，皇上对他们父子有了猜忌之意。他苦心经营几十年，却因为宁之威的横空出世，一切都乱套了。皇上，您看这令牌有什么问题？这4个角的图案合起来，怎么看着像帝王花呢？帝王花？前朝国花？我没见过呀。姜朝灭亡时，一把火烧了帝王花，从此就绝迹了。有本古籍提过帝王花，我看着有点像，但是吧，没道理啊，他可是长公主之子啊。皇上的脸色奇差，苏明锦不仅仅是长公主的儿子，还是苏浩之的儿子。但长公主被下药了，作为最亲近的枕边人，苏浩之真的清白吗？萧林峰的心掀起狂风骇浪，折腾了半天，这才是宁之威的最终目的吧？他真的是心智超群，还狠，杀人不见血。景郡主和皇子公主的关系非常好，人啊，往往不会防备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看似啥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皇上忍不住怀疑，大公主是不是被苏明锦坑了？人心都是偏的，相比外甥，亲生女儿当然最重要，嫌隙一起，关系就再也难以回到原来。荣静微微垂眸，掩去那一丝淡淡的笑意。宁之威这一招太狠了，不光勾起皇上的疑心，挑拨离间感情，还断了苏家父子的后路。皇上深深地看着宁之威，有怀疑，也有不解。你把那本古籍送上来。好嘞。下去吧。宁之威行了一礼，躬身往外走。皇上冲萧林峰使了个眼色，萧林峰亲自送宁之威出去。那块令牌真的是苏明锦的？当然，他都承认了呀。
其实令牌是他仿制的，仿得跟真的一模一样。前世他为了报血海深仇，又在苏明锦百般温柔的呵护和蒙蔽下错认是明主，带着10万宁家军嫁给他。为了扶他上位，他绞尽脑汁，倾尽全力为他出谋划策，却功高盖主，遭到他的忌惮，给他下了病美人，害他武力全无，还将他送入敌营虐待。可以说苏明锦能走到高位，他功不可没。荣静，你怎么看？驸马有重大嫌疑。这些年他真的是游山玩水，天南地北的写生吗？即日起，你入住长公主府，赐你尚方宝剑，许你便宜行事，不管查到什么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朕派1队锦衣卫保护你。是。就这样，其他人都走了，就留下1支锦衣卫和荣静。苏明锦听着属下一次次的报道审讯进展，谁被拎进去了，谁又出来了，谁又出不来了，他的心如悬在空中，七上八下的。父亲，现在怎么办？父亲，你办事太不利落了，居然落下这么大的把柄。我是办事不力，但我怀疑我们内部还有漏网之鱼。多清洗几遍，确保万无一失。是。曾嬷嬷那边怎么办？这不用你操心，我自会处理。你多陪着你母亲，多表现小心。是。他们都很清楚，皇上看重他们是爱屋及乌，长公主好，他们才能好。宁之威一来，你母亲身上的秘药就藏不住了。我怎么觉得是他做的手脚？怎么可能？您说过，病美人的秘方只有宗主世代口口相传，这世上只有你我2人知晓，我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口风。我有种莫名的预感，他会是我们的一生之敌，得想办法除掉他。父亲，您太高看他了，他不过是一个舍得下脸豁得出去撒泼耍赖的小聪明。他的语气太过急迫，让苏浩之心里一咯噔。苏明锦眼神微闪，下意识地低头。苏浩之的心如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一次意识到儿子对宁之威的态度有异。家主，宁远侯府老夫人来了，要见你。不见。他说只想说几句话。没空。家主，西北有消息了。西北宁家军这个月的粮草只发了1/3，严重拖欠，将士们都吃不饱，怎么打仗啊？去户部问问什么情况，是不是故意的？家主，说是为了给您办集祭宴，暂时挪用了这一笔军费。啥玩意儿？办集祭宴是他想办的吗？是宫中非要办，克扣军费，将所有锅往他头上扣，离间他和宁家军的关系，还要毁他的名声，削弱他的影响力，可谓是一箭数得。带上人马，我们去户部讨债。知薇，知薇，我是祖母啊，好孩子，这么多年没见你，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很忙，有话赶紧说。宁之薇，你怎么跟祖母说话的？你懂不懂孝道？滚！贱人就是矫情，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快急极了，祖母特意前来送你一份礼物，祝贺你终于成人了。居然是烟色琉璃杯，定远侯府3大镇宅宝贝之一，居然舍得拿出来，看来图谋很大呀。但他不会拒绝送上门的好东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是白拿。哦，多谢林老夫人。见他利落地收下礼物，定远侯老夫人暗松一口气，但同时心疼又鄙视。这丫头眼皮子太浅，太贪了，什么都敢收。你的7级礼上，我想作为正宾，亲自为你加官，弥补你这些年所受的苦楚。宁之威挑了挑眉，果然不安好心啊。这正宾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要么是自家长辈，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贵人。你怎么敢跟太后争抢？太后愿意成全我们的祖孙情，
太后亲口这么说的？是啊，太后娘娘慈悲，最愿意成人之美。有些人就是不消停，也不是不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别说一件，10件100件都行。给我100万银子。定远侯老夫人和林静书没见过这么贪婪死要钱的人，但敢怒不敢言。给了钱，我特许你当一回镇兵；没钱，赶紧走人。我们是祖孙。段青书还在我手里，还有3天，你们好好考虑，过时不候。这是户部，闲人莫入。景宁县主，你好大的胆子，怎么敢擅闯户部？你别乱来啊！把弓箭放下。宁之威将箭头对准他。放心，我的箭术很一般，准头不准的。一听这话，户部侍郎更紧张了。若是失手，皇上难不成还能弄死他赔命？不可能的。哎呀，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我就问一句，凭什么把西北军的军饷砍掉2/3？边关的将士忍饥挨饿还要打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哎呀，景宁县主，这不能怪我们呀，这钱都花在您的吉祭宴上，只能委屈边关的将士了。这话是谁传出来的？是皇上的旨意？这，说，是宫中的意思。行，我不办吉祭宴了，把钱都花到将士身上，他们很不容易，只要上了战场就做好了不回来的准备。你们不在乎边关将士的性命，我在乎。各位大人，不能让那些守卫疆土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啊！景宁县主，这钱已经花了，哎，请不要为难我们。好，我们走，有什么后果别怪我。您想干什么？他不会又想敲邓文谷吧？各位父老乡亲，能停下来听我说几句吗？啊，是景宁县主。景宁县主，您说。首先，谢谢你们为我宁家死去的子弟送葬，我代所有宁家人向诸位致谢。哎呦，使不得，县主，使不得呀！宁家将是为了保护我们百姓死的，我们做的微不足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宁家驻守西北200年的功劳，无数宁家子弟前赴后继，战死沙场。说得好，正是有你们这些可爱的百姓，我们宁家子孙凋零，从未后悔过。在此，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朝廷打着为我办吉祭宴的名义，削减西北边关将士的军费，整整少了2/3。吉祭公宴是皇上的恩典，我感恩在心。但如果用的是边关将士的军费，我宁愿不办。我前2天就听说这事儿，还在为边关将士叫屈，没想到县主之前不知情。县主大爷，我就说嘛，宁家人怎么可能只顾自己享乐，不顾将士死活呢？皇上有旨意，不能让景宁县主招揽人心。萧大人，该行动啦！走。不好了，锦衣卫来抓人了！景宁县主，你这动静闹得有点大，赶紧下来吧，我请你喝茶。宁之威这会儿破了谣言，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他忍不住感慨皇上的疑心病越发重了。诸位，上面的意思我不敢违背，但实在不忍心边关将士饿肚子，我打算自己掏钱买100万担粮食送到西北。诸位若有粮食的门路，请跟我联系，我在芙蓉园恭候大家。多谢大家的爱护，宁之威铭记在心。萧指挥使，请。一回到宫中，萧林峰就向皇上复命：起来吧，你跟宁之威聊了什么？我劝他别惹事，他说是事情主动惹上他，他是无辜的。他都把户部牌匾都砸了，
在闹市区招揽迷信，桩桩件件都是大罪。弹劾他的奏折如雪花般送进来，都成小山了。去，把他关进诏狱。是。静宁县主，有事？我刚在街上买的绿豆糕，请你尝尝。他拿起一块咬下去，很甜，甜到心里去了。有点干。也有紫苏银子，喝不？喝。宁之威倒了2杯饮子，一杯递到他面前。荣静刚喝了一口，忽然愣住了，直勾勾地盯着手中晶莹剔透的杯子。这是传说中的烟色琉璃杯？对，定远侯府的镇府之宝。你拿来喝紫苏引子？我洗过了，不脏的。宁之威眨巴着眼睛，杯子本来就是用来盛水的，供着干嘛？这杯子送你了，记得天天用它喝水。这么珍贵的东西送我，为什么？这杯子有个秘密，你可以研究一下。萧大人，这边请。静宁县主和荣静荣大人都在这里。荣静立马将杯子藏进抽屉。宁之威嘴角轻扬：萧大人，有何贵干？静宁县主，奉皇上之命，请静宁县主去昭狱待着。皇上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没精打采地听着下面的官员互对，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什么哪儿又要花钱啊，赶紧给点吧，哪家的纨绔子弟又闯祸了，怎么处理，宗室又闹出人命，该管管了。户部尚书忽然出列：皇上，静宁县主的奇迹宴还办吗？只剩下2天了，办不办倒是给个准话啊。他们户部负责操持宴会，气氛一静，大家不约而同地看过去。静宁县主已经下诏狱，还办什么积极宴呢？这不是废话吗？不过这不办了，也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糊弄一下百姓啊。皇上这才想起宁之威，他何时写完万字认错书，何时就办。去问问静宁县主写好了吗？小太监领命而去。过了良久，神色古怪的回来：静宁县主还躲在被窝睡大觉，怎么也不肯起床，还说……皇上神色一僵，他还以为宁之威熬夜写通宵，睡什么睡呀？他都凌晨起来上早朝。首辅大人淡淡的问：说什么？绝不向各位大人学习，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吃的比猪少，还不如坐牢呢。文武百官表示被内涵到了，一名御史羡慕嫉妒恨。皇上，哪个犯人敢这么猖狂？应该把他吊起来狠狠打一顿，教教他怎么做人。臣附议，您别太惯着静宁县主，该骂得骂，该打就打，1顿不行就2顿，总能打到服服帖帖。一名太监急急送上一份奏折：皇上，迎面小将军10万火急的奏折。进入寒冬腊月，两国休战，休养生息，这也是朝廷敢克扣军饷的原因之一。皇上接过奏折看过来，顿时勃然大怒：狗东西，好大的胆子！皇上，出了什么事了？皇上将奏折扔过去，四府捡起来，一目十行地看起来，脸色渐渐铁青。他斩杀了朝廷派过去的监军。什么？他怎么敢？皇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四府的表情复杂难言。监军骂了静宁县主几句，这也太嚣张了。皇上，臣请求罢免他的官职，另派良将过去接管西北军。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不是没做过努力，但没用。宁家军已经隐隐有脱离的迹象，唯一牵扯他们的线是宁之威。西北军要是那么好接手，今日就不会这样了。宁之威在诏狱的小日子很不错，除了皇上外，不许任何人探监，他乐得轻松。2天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到了宁之威吉吉日，他一大早就起来了。静宁县主，皇上召你进宫。我不去，我要将牢房坐穿。
宁老夫人带着女眷在宫外等候旨意。狗东西！这寒冬腊月的，居然折腾一个老人家。当他看到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脸上挂着冰霜的宁家女眷，杀意越发旺盛。怎么不在马车里等？皇上有令，让宁家女眷在宫门口候旨。走，我们回府。金陵县主，你敢抗旨？别难过，我扛得住。宁家人是打不倒的。宁之威怎么可能不难过？轻轻一声叹息，怅然不已。是他们逼他的。之前只想跟在乱臣贼子后面捡漏，现在嘛，计划有变。那侍卫不知何时拦在路前。你想干嘛？抗旨就得死！杀人了！杀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拉开了宁之威极积宴的序幕，也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帝王之路。不好了，金陵县主杀人了！全场一片哗然，皇上懵逼了。金陵县主闯宫门了！闯宫门，罪同谋反，他想干什么？皇上，有个侍卫拿剑冲我砍过来，说是您的吩咐。皇妃，我这么爱戴你，信任你，您居然这么对我！不是朕。宁之威愣住了，随后抿了抿嘴。您说不是，那我就相信。他居然轻易相信了。皇上不知该说他单纯呢，还是该说他愚蠢。皇上，您为什么让我家老夫人罚站在雪地里？什么？罚站？皇上明明记得让宁家女眷在门口等着，他有意给宁之威一个下马威，杀他的锐气，但没说是下马车等啊。他再怎么不喜欢宁家人，也不会让70、80岁的老人家顶着寒风罚站，那会显得他刻薄寡恩。不是您的旨意，那是有人假传圣旨。皇上，会不会是前朝皇室余孽？去查一下。皇上，臣已经查清，一名叫陈之华的侍卫让宁家女眷站在雪地半个多时辰，等晋宁县主过来时，拿剑砍向他，惊到了马。昨日有个冷宫宫人偷偷联系陈之华，臣已经派人去冷宫抓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行动力这么强，皇上很满意。皇上，荣大人，我们去晚了，那宫人已经投井自尽，把相关人等都关起来彻查。皇上，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朕不是很想听。行吧，宁之威不吭声了。他这么乖顺，皇上反而担心了。说，锦郡王一点都不像长公主。他像爹。话一出口，皇上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脸色顿变。宁之威只当作没看到。荣大人，你真够尽心的，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卖力。荣静淡淡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姐姐，你杀了谁？怎么还敢闯宫？你是要造反吗？我这人呢，最不喜欢暗中耍手段，都是明刀明枪的干。皇上，请治金陵县主的罪。他乱闯宫门，还当众殴打身份尊贵的定远侯嫡长女，完全无视法纪。别说了，我姐是管教我，是我哪里不对，惹了姐姐生气。据说你不能这么软弱，皇上不是晋宁县主的罪，不足以平民愤。宁之威认出了他，齐世杰，前世被林静书利用，断送齐氏家族的蠢货。你说林静书是定远侯府的嫡长女，身份尊贵？对。我是腊月初1出生，林静书是8月14的生辰，我们只差了7个月。就是说，现在这位定远侯夫人未婚先孕，怀着娃嫁进去的，你心中的贵女是监生女，通奸而生的哟。胡说，胡说！静书是9月14，她是早产儿。林贵妃脸上挂不住，急急插嘴。皇上，今天是个好日子，就不要提这些扫兴的事了。宁之威，我是你亲姑姑，我跟你的生母最要好，以后啊，我也会护着你的。前世宁之威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偏偏这个女人狠狠捅了他一刀。皇上，
臣女怀疑林静书对外瞒报生辰，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么是奸生女，要么是有心之人安排的杂主。宁之薇，本宫在跟你说话呢。宁家人只听皇上的话，其他一概不理。这话精准地戳中皇上的痒痒肉。不错，宁家人只需要听君王的号令。小林峰，你不是刚查过林静书吗？给大家说说她的生辰。林静书，8月14。林静书瘫软在地，完了，全完了。行了，仪式开始吧。一听这话，被刺激得瑟瑟发抖的定远侯老夫人精神大振。皇上，臣服想亲自为静宁献主插差。静宁，祖母带来了祖传的玉钗，寓意五福临门，吉祥如意。灯光下，玉钗闪烁着诡异的冷芒，隐隐有一种不祥。定远侯老夫人以一种不属于老年人的敏捷走到宁之薇面前，将那只泛起冷光的玉钗插过去。就要碰到宁之薇的那一刻，宁之薇劈手一把抢过来，玉钗没抓牢，甩了出去。玉钗摔断了，一缕黑水冒出来。荣静脸色大变，不好，有毒！锦衣卫一拥而上，将定远侯老夫人制住了。传院正，查查这是什么毒。院正匆匆而来，是凝烟翠，宫廷秘药。皇上，请看在臣妾的面子上，饶了我母亲吧。她年老糊涂，没有几天可活，自请进入佛堂，整天烧香拜佛赎罪。皇上，定远侯老夫人在皇宫用毒害人，若不严惩，其他人见样学样，后果不堪设想。皇上，此风万万不可长。定远侯老夫人心肠歹毒，革去定远侯老夫人诰命，贬为庶民。定远侯夫人行事不检点，贬为庶民。定远侯管家不严，削爵，降为2品车骑将军。定远侯府诸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没了爵位就被踢出勋贵圈子，注定要没落。多谢各位参加我的集集礼，为了答谢，诚请各位明晚来芙蓉园参加感恩游园灯会。静宁，你终于可以嫁人了，你对自己的婚事有什么想法？荣静猛地抬头，萧林峰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又看向宁之薇。宁之薇早就料到皇上会拿他的婚事做文章，毕竟他对他身后的10万宁家军忌惮不已。臣想求一个恩典，允我婚姻。自主。话还未说完，太子就出列了。父皇，儿臣求娶金宁县主。啥？太子看中了这野丫头？林静书捂着快炸开的胸口，眼冒凶光。宁之薇要当太子妃了？不可以！大皇子忽然也站了出来。父皇，儿臣求娶静宁县主，请恩准。四皇子也出来了。父皇，儿臣求娶静宁县主，请恩准。一窝子狗东西，争权夺利，将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想得真美。宁之薇撇了撇嘴，皇上，因为我母亲悲惨的遭遇，此生绝不与人共夫。若为此事，就让男人死全家，断子绝孙。荣静猛地低头，掩去眼中的笑意。他真是个天才。时下大家都迷信，没事儿就去烧香拜佛，稍微不对劲儿就疑神疑鬼。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皇室中人身份尊贵，越是尊贵的人，越在乎自己的性命。你发誓，为什么是男人应试？怎么不用自己发誓啊？这是正常人吗？哦，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多承担点。这很难评啊，却让人无法反驳。不得不说，他一句话就轻轻松松化解了难题，让皇室中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疯了吗？罢了，这事暂且搁置，等来年开春再说。恭贺方辰，愿你所求皆所愿，所行化坦途，余生平安喜乐。多谢。
些颠簸，岁月提笔多，伤痕雕琢，淋漓字句都还鲜活。绽放天真云朵那个我，云烟满手都蹉跎，平笑都沉着，云愁于我，不忘前生的迂回曲折，可这爱都滂沱，风月如何关于我？往事多清澈，铭心如昨，怎的施舍？是否本人遗落，终是我难逃的枷锁？多情却薄，未了却因果。今年县主，锦郡王来了。苏明锦，那狗东西不是被禁足长公主府吗？昨晚都没有出席宫宴，今晚却跑来了，肯定有所图。皇上怎么放他出来了？我没给他发请柬吧？他拿了长公主的那张请柬，荣大人陪着他一起来的。敬宁县主，敬宁县主，我不请自来，还请见谅。家母病中格外思念芙蓉园，所以我请旨来到芙蓉园，将园中的美景画下来，以慰家母之心。一晚上能画好吗？那自然是不行的，最快起码要10日。荣大人，这是皇上的意思。是，皇上口谕，让景郡王暂住10日，画出一幅芙蓉美景，以解长公主思念之苦。我会全程陪同。说是陪同，其实是监视吧。皇上疑心未消，也想看看苏明锦到底想干什么。来人，将枕霞阁收拾出来，让景郡王和荣大人住进去。答谢游园会办得很成功，截至到第3天，收入已经将近200万两。宁文音和周红叶都惊呆了，没想到这么挣钱。不得不说，林静书是做生意的奇才。那个江南首富白家、皇商李家、盐商郑家听到风声，闻讯赶来打听情况，问他们能不能预定，他们愿意出高价。这些人家才是最有钱的，穷奢极欲，花钱如流水。可以，但最好是用物资代替银子，但要做得特别小心，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明白。这物资都送往西北吗？一部分送西北，一部分送往青罗别庄。我在青罗山下挖了一条地道，一部分送到离县。我在那里有一个农庄，狡兔3窟。我们不能将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周红叶又一次被震撼到了，他步步为营，暗中筹谋了那么多。家主，苏明锦在园中失踪了。3人齐齐变了脸色，最起码有10人在暗中盯着苏明锦，怎么还会失踪呢？最后在哪里？月牙湖畔。湖下就是宝库。宁之威刚想带人去找，就听下人传禀，长公主和驸马上门拜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没有猫腻，谁信呢？花厅，景儿呢？怎么还不过来？他遭了皇上的怀疑，情况不大好。慈济司的职务丢了，也不能出京城，困在长公主府照顾妻子。他们父子俩在皇上的严密监控中，一言一行都会上报。若是找到证据，他们就完了。景郡王晨昏颠倒，晚上画画，据说更有灵感。这会儿估计在睡觉，我们不好打扰。这孩子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听说他身子不舒服，我们特意过来看看。景宁县主，方便我们去看一眼景儿吗？当然，我陪2位过去。见他如此坦然，苏浩之眼中闪过一丝迷惑，难道锦儿没按计划行事？枕霞阁，什么？人不在屋子里，那去哪儿了？景郡王睡到4时，早膳用了1笼鲜肉包子，1碗生肉丝面，4碟小菜。5时一刻出去逛园子消食了。荣大人呢？也一起去了。宁之威有些担心荣静的安危，去园中找找。
说见到景郡王，请他快点回来。是。殿下，不好了，小主子失踪了。景宁县主，你对景儿做了什么？这话怎么说的？我倒是想问问你，明明我们两家的关系很差，景郡王为什么不请自来？打着皇命非要在芙蓉园住下？住就住呗，他整天乱跑，还挖空心思往内院跑。长公主殿下，内院住的都是女眷，景郡王到底想干什么？如今好端端的失踪了，怎么还一套又一套的，像是连环计？苏浩之眼神闪烁，他比他想象中还要难缠啊！景宁县主，你这是推卸责任。景儿是我和长公主的独子，她若有个三长两短，谁都别想活。驸马，这是你的计划吧？接下去是什么？你胡说什么？我知道，你处处针对我们父子，看我们不顺眼。但不管如何，还请看在长公主的份上，饶了景儿一命。景宁县主，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先把景儿找出来。到时，如果是他的错，我让他向你磕头道歉。我要亲自带人搜园。搜园？是暗中做手脚给他扣罪名，夺回芙蓉园吧？我若不让呢？那就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双方对峙，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就在此时，下人禀道：锦衣卫指挥使萧大人来了。萧凌风，他怎么来了？糟糕，这顿大佛来了，计划还怎么展开？你叫来的？对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第一时间上报锦衣卫。景郡王在园中失踪，请安排搜园吧。但苏浩之心急如焚，懊恼不已。万一搜到秘密宝库怎么办？虽然芙蓉园已经易主，但按时间推断，肯定会怀疑到他的头上，到时他们父子的性命就难保了。哦，发现一个密洞。难道发现入口了？众人赶到密洞前，萧凌风带着人守着，并没有进去。不是入口，那就好。宁之威瞥了他一眼，狗东西也知道害怕。这是冰窖，去看看人是不是躲在里面。锦衣卫进去搜了一圈，出来直摇头。没有。听说失踪前一直在月牙湖畔转悠，湖畔搜过了吗？湖畔四周都搜了一圈，没人。有可能失足掉湖里了，准备捞人吧。哼，景儿会水，而且水性极好。庄子说过，善骑者坠于马，善泳者溺于水。苏浩之脸色发黑，好好的一个人偏长着这么一张坏嘴。景宁县主，你闭嘴吧！我知道景郡王在哪里。所有人看过去，吓了一大跳。荣静浑身湿漉漉的，宁之威的脸色一变，他到底怎么回事？荣大人，我儿在哪里？他先把荣大人带去湖畔暖阁梳洗，换身干衣服，动作快。侍卫一把背起荣静，飞快地跑走了。先别走，我儿在哪里？哼，汝儿有事，谁都别想逃脱罪责。要死也不急在这一时。荣静大人若在我芙蓉园有个闪失，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说白了，荣静的分量比苏明锦重多了。苏明锦死就死了，世间少了一个祸害。萧凌风抬头望天，他什么都没听见。湖畔暖阁，因为有火墙，所以室内温暖如春。长公主和苏浩之围着荣静问东问西，紧张之情溢于言表。荣静一脸的无奈，都插不上嘴。萧凌风见状，淡淡的道：两位先喝口茶，我来问吧。刚才我和景郡王在花园消食，不知怎么的，他走到湖畔就走不动了，满头大汗说想吐。当时随从们都不在，就请我帮忙叫大夫，我多留了个心眼。他顿了顿，似乎陷入了回忆中。我没去找大夫，而是躲在暗处观察他。他神色恍惚，嘴里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前朝皇室余孽找过来了，他要完了。苏浩之脸色大变。不可能，荣大人，你离得很远，怎么可能听到他说话？我会唇语。然后呢？
他就跳进湖里。宁之威的脑子转得飞快，自杀？不可能啊，人家素有大志。跳湖，极有可能湖里藏着什么秘密吧？自杀？天啊，什么事情这么想不开？他可是皇上的亲外甥，只要不造反，做什么都行。难道他就是前朝皇室余孽？放屁！我和长公主的儿子怎么可能是前朝皇室余孽？慌什么？查案子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荣静看了他一眼，他眼中的幸灾乐祸太明显了，收收吧。静宁县主说的是，按常理，堂堂景郡王身份尊贵，好端端的怎么可能自杀？他在哪儿？还好吗？我跑过去救人，不过他的求死之心很强烈，拼命挣扎中害我受了伤。他特意撩起衣袖，露出一条胳膊，肩膀处划了几道口子。长公主放心，景郡王被我救上来了，现在昏迷中，但没有生命危险。长公主神色恍惚，怔怔地看着他的上臂，那里有3颗小红痣。这是什么？荣静愣了一下。哦，胎记，从小就有的。胎记。忽然苏浩之爆发了，我要马上看到我儿子，就现在！我带你们去。外面太冷了，我可不想动。荣大人，你把具体地方说给锦衣卫听，让他们去带人。还是人吧。众人嘴角直抽抽。景宁县主，你什么意思？你就这么盼着我儿子去死？他今天反常行为跟你脱不了关系。宁之威拿起茶杯扔过去，什么玩意儿啊？就知道整天搞事情，搞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事无成，废物电信，给脸不要脸的东西。他巴拉巴拉指着苏浩之破口大骂，把苏家18代祖宗都骂了3遍，把苏浩之父子更是拉出来鞭尸，反反复复的抽，什么狼心狗肺、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畜生不如，最无能的赘婿就知道靠老婆吃软饭、小白脸等等，怎么难听怎么骂，哪里痛就往哪里戳。苏浩之被骂得满面通红，但硬是插不上嘴，气得浑身发抖。其他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宁之威这么泼辣凶残，之前算是手下留情了。公主，你都听听，他不光侮辱你，还侮辱我。你是你，长公主是长公主，长公主殿下，为什么嫁给一个畜生？既然撕破脸皮，那还客气什么？反正已经是生死大敌。苏浩之哪听过这样直白的辱骂呀？他气愤地骂回去：“也不要体面了。”你才畜生！你全家都是畜生！锦衣卫们差点笑死，这些光鲜亮丽的贵人，私底下也不过如此啊！滚滚滚！这是我的地盘，不欢迎你这种人渣狗屎烂货！他一撒泼，谁都拿他没办法，打又不能打，骂又骂不过。苏浩之万万没想到宁之威还有这么一面。你野蛮人，有辱斯文！你也配谈斯文？你以为穿着一件文士衫就能装体面人了？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绩？你有什么了不得的知识才华？你又做过多少有益于黎民百姓的好事？但凡他心怀百姓，心怀天下，心存一丝善念，他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可他们父子干了什么？为了一己之私，害死了无数将士，祸害苍生，视百姓如刍狗，勾结外敌，害得这一片土地惨遭战火蹂躏。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外面传来喧哗声。主子，发现小主子的踪迹，小主子情况不大好。苏浩之二话不说飞奔出去，萧林峰带着锦衣卫跟上。暖阁里只有宁之威、荣静、长公主3人。长公主神色复杂地看着荣静，看了一眼又一眼，越看越心惊，那股熟悉感越发强烈，还有那3颗红痣。荣大人，能跟我说说你的身世吗？荣静眉心一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回长公主的话，我出身贫寒，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我是遗腹子，是寡母靠卖豆腐将我养大。我从小天资聪颖，趴在墙边偷听隔壁私塾老师教学，老师发现后爱才心切，将我收在门下，一路资助我上学。
才有了今日。他说的极为简洁，都是可查的东西。长公主蹙了蹙眉，是她误会了吗？她当年难产，熬了3天3夜，好不容易才生下孩子，只来得及看孩子一眼，模糊记得孩子手臂上有红痣。她产后大出血，好不容易救回来，调养了很久很久。等她能坐起来时，已经是半年后了。再一次见到孩子，手臂上什么都没有。不管乳母、丫鬟、太医还是驸马，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孩子身上没有红痣，是他病糊涂看错了。当年他信了，可当他看到荣静胳膊上的红痣，这一段尘封的往事又浮现在脑海，让他坐立不安，疑虑重重。我能见见你的母亲吗？是真是假，一探究竟就知道了。在我12岁时，家母因病去世了。抱歉。长公主，你怎么忽然对荣大人的身世这么关心？我总觉得荣大人很亲切，可能你们上辈子是亲人吧。还别说，长公主和荣大人有点像。哪里像？笑起来很像，不过两位平时不怎么笑，所以别人看不出来。荣静和长公主面面相觑，像吗？公主，公主，景儿出事了。是驸马焦急的声音。长公主猛地起身冲出去，入眼的一幕让她眼前一黑。苏明锦昏迷不醒，一群人围着苏明锦忙前忙后，忙疯了。宁之薇看了2眼，拉着荣静退到旁边的小花厅。侍女送上太医开的发汗药，荣静取过来一饮而尽，苦，太苦了。一碟蜜饯送到她面前，她愣住了。发什么呆啊？吃啊！荣静取了一颗蜜饯塞进嘴里，甜蜜的滋味在嘴里化开，冲淡了苦涩。县主不进去看看吗？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先向皇上告状，在我地盘搞事情，真是活腻味了。荣大人，到时你要为我作证啊。好。荣静，你害死我儿，你去死吧！宁之薇脚下不知绊到了什么，摔倒在地。苏浩之眼中闪过一丝凶光，长剑向他砍去。都去死吧！小心！荣静扑过来，将宁之薇紧紧护在身下，一剑窜2个，都给锦儿陪葬吧！一只匕首射进来，是萧林峰。驸马，你刺杀朝廷命官，该当何罪？宁之薇翻身而起，捡起长剑，猛地刺向苏浩之。狗东西，居然拿剑砍他！萧林峰的反应极快，一把拉住他。县主，剑下留情，他是驸马爷，是生是死，得由圣上决定。驸马爷，晋郡王又活过来了。啥玩意儿？一会儿死了，一会儿又活了。宁之薇跟过去一问，才知道刚才苏明锦真的没有了气息，但太医一番急救过后又好了。果然祸害活千年。荣静抿了抿嘴，死也不能在这里死。你醒了，晋郡王醒了呀！冷，好冷啊！这是哪里？阎王殿吗？他死了？他死后还能再见到那个女人吗？他那么决绝刚烈，死生不复相见。静儿，你总算醒了，感觉如何？父亲，您怎么还活着？你怎么了？烧糊涂了？苏明锦浑身难受，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脑子疼得像是要炸开了，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他迷茫的目光飞快地在众人脸上掠过，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怔怔的，痴痴的。夫人。宁之薇的心一跳，苏明锦眼眶红红的，别提有多可怜了。夫人，你别不理我，我知道我错了。如一道惊雷砸在宁之薇的头顶，心神大乱。这语气，这神情，不对劲儿，变得不轻啊，晦气。扔下这句话，他扭头就走。糟糕，麻烦大了，计划有变，很多东西都得调整。他知道的太多太多了。苏明锦想叫住他，但喉咙像塞了冰块，脑袋越来越晕，最后彻底晕了过去。皇宫。什么？苏明锦跳湖遇陷害静宁县主，荣静将人救起来，反被苏浩之恩将仇报，
持剑分砍2人。离谱，太离谱了！他忍不住看了又看，是萧林峰的亲笔啊！他又拿起荣静的折子，好的，是这么一回事儿。他又拿起宁之威的折子，他跟前面2位简洁的画风不一样，絮絮叨叨，夹带着个人感情色彩，连他怎么骂苏浩之都写上了。皇上看了又看，眉头紧皱。苏浩之肯定有问题，虽然明里暗里都查不到什么，但正是如此，才让他更加怀疑，更加心惊，也不敢擅自动手。将苏浩之父子暂时拘在芙蓉园，哪儿都不能去。芙蓉园东西还没有运完吗？金子还有1半，武器还有2/3，时间来不及。现在人多眼杂，更不好操作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芙蓉园应该有暗道，你想办法盘查一下。什么？暗道？您确定吗？之前不敢确定，但苏家父子的所为引起了我的怀疑。家主，锦郡王要见你。苏明锦留在芙蓉园养病，稍微好转，就天天嚷着要见他。不见。宁六坐在他身边嘀咕：长公主很奇怪，她经常找理由去找荣大人，却从来不去看望驸马爷。她不会是见异思迁了吧？忽如其来的鼓声响彻京城的上空，宁之威猛地站起来。登文谷，草民状告大理寺卿荣晋师母。这不可能，荣大人是何等风光激越的人物，品德高尚，怎么可能弑母？一定是诬陷。这些年荣大人办案不讲情面，得罪的人太多了。对，很多犯案的人和家属恨死他了，居然想出这样的招数，卑鄙无耻！刑部尚书板着脸大声喝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草民刘三儿，和荣晋之母刘氏是表姐弟。你可知道，敲响德文谷要先打30大板？草民不怕死，只求揭开荣晋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行刑！刘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天际。一声又一声惨叫声中，百姓们渐渐沉默了，也开始动摇了。谁愿意豁出性命，拼着一死告御状？难道是真的？不远处的马车上，这人你认识吗？坐在对面的荣静微微摇头，眉头紧皱。看来你得罪的人挺多的。你相信我？当然，我有眼睛。我看到的是一个面冷心热、有情怀、有坚守、有大义的大理寺卿。荣静心里深受震动，有他这句话就够了。其实我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谁没有秘密呢？既然是秘密，当然是见不得光。你犯下过滔天罪行吗？没有。那就行了。人呢，不能太善良，该断则断，该杀则杀。皇上带着皇子们来了。荣静呢？还没来。荣大人住在城外的芙蓉园，按理说也应该快到了吧。荣大人来了。见过皇上。你可有什么话说？皇上，我想先问刘三几个问题。准。你和我娘是表姐弟？对，你娘很关照我，要不是她经常救济我，我早就死了。我娘是妓女？对，你娘10岁就被卖进青楼，13岁接客，到了20岁才被赎身出去。谁知没几个月你爹就死了，你娘孤苦伶仃，靠着起早摸黑卖豆腐，一文一文的养大你。我9岁时生了一场大病，那次你是不是来了，还给我请了大夫？对，是我到处借钱给你找了大夫，否则你的小命不保。可是我9岁没有生大病啊！我7岁时倒是生了一场大病。我记错了对，是7岁。你确定？确定。其实不是7岁，是我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这个可以查的，济仁堂的大夫们都能作证。刘三脸都绿了，真真假假，到底哪句话是真的？他这脑子居然想跟6元及第的天才玩心眼儿，做什么春秋大梦啊？我有证据。刑部尚书打开一看，表情非常微妙。
皇上，这是荣氏宗族的公子，宫师荣晋之母是青楼女子。进荣家大门时，荣晋已经满月了，3个月后荣晋之父就死了，所以荣氏有理由怀疑荣晋不是荣家子。荣家将他们母子赶出荣家，荣晋之母勾搭上了一个卖豆腐的，是有妻室的。两人暗中勾搭10几年，一直供养着荣晋读书，直到12岁，荣晋之母刘氏死于人为的火灾。死在火灾中的还有一对卖豆腐的夫妻。这什么情况呀？怎么越来越复杂了？应该是强杀吧？不是，是有计划的谋杀。荣哥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程满仓之女程玉儿，你的未婚妻啊！好家伙，太刺激了！荣哥哥，当年你娘和我爹定下了这门亲事，我是满心欢喜的等着嫁给你的那一天。为此，我还不惜求我娘放下一切恩怨，接纳你们母子。可你杀了我全家，杀了你娘，一把火毁尸灭迹，还把我卖给了青楼。这是婚书，请各位大人查看。好好笑啊，都杀人放火毁尸灭迹了，怎么不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更有趣的是，烧掉了所有证据，却留下了最重要的证据——婚书。荣大人，你的脑子不行啊，还什么6元及第，吹出来的吧？静宁县主，这事跟你没关系，别插手。皇上，这事儿跟您、跟皇室、跟前朝皇室余孽都有关系。荣静是您的至亲。啥？有瓜？难道是流落在外的皇子？皇子们惊疑不定。不是吧？荣静可不是一般人，皇位竞争更激烈了。父皇，他这是转移众人关注的重点，帮忙荣静脱罪，居心叵测。四皇子，你真有意思，人家还没有定罪呢，你就直接给扣实了。若你当了皇帝，那冤案数之不尽，天下百姓要倒霉了。他一张嘴就咬人，直中四皇子的要害。夺嫡争的是什么？是君王的心，天下臣民的心。他轻轻巧巧的一句话，就将民心这条路断了。谁想要一个糊涂昏庸的君王？宁之威，你闭嘴！行了，赶紧说完。您看看他的眼睛，长得像谁？荣大人，你笑一笑呀。笑不出来。皇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了。宁之威深谙人性，直说，哪有自己猜出来的更有说服力啊？人只会相信自己的判断。皇上神色肃穆地盯着荣静看了半晌，忽然喝道：笑！荣静扯了扯嘴角，扯出一个笑容。皇上脑海闪过一张强颜欢笑的脸，明明笑不出来，还在勉强自己笑。一道惊雷砸中皇上，像，太像了。皇姐，像极了那一晚深宫作乱，少年时的皇姐持着长剑守在他身边。当进宫统领带队冲进来护驾时，皇姐就是这么笑的。那一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什么？长公主殿下？皇上，您说对了，荣静是长公主的亲生儿子。你有什么证据？胎记，长公主的亲生儿子胳膊上有胎记，长公主已经怀疑了。长公主在哪里？快去请来。小林峰，你亲自走一趟，把驸马和锦郡王爷请来。是。刑部在。将刘三和程玉儿打入天牢，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接近。若是有个闪失，唯你是问。至于荣静弑母的指控，谁还相信？连亲娘都不知道是谁呢，是个鬼呀！这里面一定有天大的阴谋，有人要害荣大人。邓文谷敲了个寂寞，乾明宫静得出奇，鸦雀无声，宫人们大气都不敢喘。牵扯到前朝皇室余孽，谁都不敢多嘴，生怕被拉下水，家族不保。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打破了寂静。皇上，我渴了，能喝杯茶吗？就你话多。太子看看蹲喝茶的宁之威，心情有些复杂。他求娶静宁县主，按理说他应该感恩戴德的接受，
可他不要挑要选，这是打他的脸呢。景宁县主，你跟荣大人的关系真好啊，这种事情都知道。他们就住在芙蓉园，事发时我就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什么事发？是这样的，宁之威说起当晚的事情，景郡王跳湖，荣静去救，长公主怎么看到荣静的胎记，怎么问话，怎么暗自神伤，怎么反常，都说了。皇上心情说不出的复杂。你是说，王姐不关心生病的景郡王，和圈禁的驸马，只关心荣大人？对，我这聪明的小脑袋一想啊，除了至亲骨肉，没有第二个解释了。荣静，你怎么说？无话可说。他能说什么？难受、挣扎、痛苦、怀疑，还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可是孤臣，不能有弱点的。你就这么了解他？我脑补的呀，真的假的谁知道呀？我愿意这么想，谁都管不着。好家伙，这答案真绝。该说他什么呢？够任性，真性情。太子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居然跟他计较这种事情。荣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看似任性直爽，其实没有一句废话，全在挖坑，等着人跳进来。启禀皇上，长公主到了，驸马爷和景郡王到了。啊，皇姐，您的气色怎么这么差呀？快坐下来休息。太医，快传太医。我没事，你宣召我们进宫，不知有何事？景宁县主，你来说。有人敲响登闻鼓，状告荣静荣大人弑母、杀人放火、抛弃未婚妻。不可能，荣大人不是那样的人。有人传言荣大人是您的亲生骨肉，当年您生产时趁你虚弱，故意换走了。荒唐可笑！当时我全程守在产房，谁能做手脚？驸马爷，或者我应该称呼你姜皇帝陛下。这话一出，全场气氛瞬间僵滞，呼吸都停顿了。荒谬之极！宁只为你危言耸听，制造混乱，这是想让齐朝乱起来，故意报毁家之仇，是吧？段大人，你会为了报复让我大齐乱起来吗？首辅大人头皮发麻，这把火怎么烧到他头上了？他立马表忠心，绝对不可能！我对我大齐皇朝忠心耿耿，纵然我身死，也不会混乱朝纲。李大人，你呢？我对我大齐国忠心一片。曾大人，我对我大齐皇朝的忠心，天地可见。他问了一圈，问得众人一头雾水，只有荣静嘴角微微扬起。哼，景宁县主，你不要东拉西扯，故意转移话题。看吧，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谁知道？我，景宁县主称我大齐，段大人我大齐皇朝，李大人我大齐国，曾大人我大齐皇朝，只有你，驸马爷，齐朝。苏浩之猛地惊醒，脸色唰的全白了，嘴唇不由自主的发抖。工部侍郎小声嘟囔：“是没区别啊。”区别大了。段首辅已经明白过来了，静宁县主真的是聪明绝顶啊！很简单，大家都是我大齐，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把自己当成大齐人。但苏浩之视齐朝两字冷淡疏离，根本没有认同感。那么他是什么人呢？要么是别国奸细，要么是前朝皇室余孽。这细微之处的区别，平常是不会注意到的，就连苏浩之这般精明的人也没有马上意识到。将苏浩之父子拿下！皇上，我不是前朝皇室余孽，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是，就让我万箭穿心而死。这誓言很是歹毒，别的事情大家也就信了，但事关前朝皇室余孽，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
母亲，您救救儿子吧。长公主神色纠结而又痛苦，内心挣扎的厉害。就算是假的，养了20几年，肯定也有感情。荣大人，你的脸色好差呀，身体哪里不舒服吗？这一声惊呼让长公主立马看了过来，满眼的担忧。荣静深深地看了宁之薇一眼，配合地捂着额头。我头疼的厉害，肯定是那晚着凉，病根种下了。哎呀，太医，快叫太医！长公主只顾着关心荣静，把苏浩之父子抛到脑后，无暇关心苏浩之父子被拖了下去，一路都在痛哭流涕的喊冤，很是凄惨。好惨好惨啊！这幸灾乐祸的笑声响彻乾明宫，让众人侧目。静宁县主，你笑得太大声了，小人得志太猖狂了。本来还觉得他心机深沉的人无语了，就这算了吧，他呀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小聪明是有的，但没有大智慧。皇上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都散了吧。荣静、景宁县主，你们留一下。景宁县主，你说苏浩之为什么换子？都是他的儿子，母亲是谁重要吗？荣静猛地抬头，眼神微闪，这是考究谁呢？谁说都是他的儿子？你说什么？看荣大人的成长轨迹，明显是被摆布，充满了恶意的算计。虎毒不食子啊，对亲生的有必要这么狠吗？我可以有无数个孩子，但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混着江齐两朝的血，那是对江朝的背叛。所以会怎么做？他需要长公主生子，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生下拥有两朝血脉的孩子，那就委屈长公主了。可恶，狗东西，只要杀了他！小林峰，彻查此案。是。景宁县主，你协助。啊？我不想掺和进来，我只想混吃等死，安安稳稳地度过下半生。本来皇上还有些疑虑，但看他这么排斥，反而坚定了想法。哼，做梦！你以为揭发了苏浩之是前朝皇室余孽的身世，还能置身事外？又不是我揭发的，是他自己暴露的呀。众人惊呆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再说了，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谁知道呀？朕说是你，就是你干的。哼！皇上，你不能这样。皇上看着他委屈巴巴的样子，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再聪明再厉害，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儿。退下吧。宁之薇苦着脸走出宫门，但坐上自家马车，隔绝所有视线后，他嘴角轻扬，脸上露出一丝志在必得的野心。南城柳树巷2进的4合院内，住着林静书一家10几口人。父亲，你说什么？苏明景是江朝皇室后裔，这是你姑母悄悄传出来的消息，不可能出错。林静书心乱如麻，脑子乱哄哄的。不好了，锦衣卫来了！宁之薇，怎么是你？你来干什么？宁之薇嘴角微微上扬，他可是整个计划关键的一环呢。我奉皇命，将林太远父女逮捕归案，拿下。两人被带进了让世人闻风丧胆的诏狱。宁之薇，你放了我们吧，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别互相伤害了好吗？是啊，之薇，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你不能乱来，这世道可容不下弑父之人。苏明景已经招供，他是凤凰楼的幕后东家之一，通过文京打探到的情报都送到他手里，你们父女对他有辅佐之功。其实苏明锦父子啥都没说，但林太远当真了。我们不知道他身份有问题。是苏明锦提出来装文京的，说是能更好的了解顾客的喜好，更好的服务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干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是谁跟他合作做生意的？是谁跟他私下来往的？是谁跟他暗送秋波的？一句没关系就想撇得干干净净，可能吗？志伟啊，父亲错了，父亲不该那样对待你们母女，求你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救救我。凤凰楼的事我不是很清楚，全是林静书一手打理的。你不管林静书了？她一个奸商女，整天不干好事，勾三搭四，跟她娘一样贱。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招蜂引蝶，抛妻弃女，唯利是图，居安附势。为了活下去，昔日父慈女孝的两人反目成仇，拼命向对方甩锅，真是一脉相承的凉薄无情啊！林静书，想活吗？你想要什么？很简单，我要你在1个月内赚到100万两银子。啊？那还不如去抢。我有一个主意，天下第一美人招亲，不限年龄，不限身份，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千年难得一遇的盛事，应该能挣很多钱。这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锦衣卫都被惊呆了，好疯啊！宁之薇，你怎么想得出来？要么招亲，要么死，你选一样吧。谁想活着一定要证明自己有价值，不是吗？她还这么年轻，这么美丽，真的不想死啊？如果我不喜欢选出来的那个人，能把他杀了吗？可以啊，像苏明锦那样多死几个未婚妻，就能年年办一次比武招亲。用你的话说，这叫可持续发展。凤凰楼每年举办一次青楼女子的比美大会，挣的是盆满钵满。宁之薇表示学会了，还发扬光大了。一听这话，林静书反而安心了。年年办，说明不用死了。我要分一半。不可能，顶多是半成。1成。林静书这些日子吃尽了没钱的苦，深知钱的重要性。爹亲娘亲也没有前亲呢。行。皇宫。你说什么？向全天下发出第一美人招亲的消息，你疯了吗？对，靠这个能挣大钱，我的50万还欠着呢。哎呀，又是钱，他怎么就这么市侩？那不行，太招摇。4成上供，1成归林静书，1成归维持秩序的锦衣卫，4成归我。哎，行，不过要注意影响。我办事您放心。真的仅仅是为了挣钱？当然不是，为了引出一个人，一个极其危险的神秘人。下一位，来自平安镖局的吴清。来了，重头戏终于来了。吴清一身劲装，脚尖一蹬，飞上高台，好漂亮的身手。台上的林静书也忍不住多看了2眼，这人的武功似乎不错，就是长得太普通了。吴清走过去，深深地看了林静书一眼，一丝狂热一闪而过。见过林小姐。当年从林静书靠近小主子的那一刻，他就进入了暗卫组织的视线，将他的资料扒了又扒。而他那时还不是暗卫统领，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暗卫，潜伏进林家打探消息。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林家小厮，但林静书关心地问他饿不饿，冷不冷，还给了他2个肉包子。从那时起，他就暗暗发誓，他要一辈子守护他。原来是吴总镖头，失敬。吴清一路过关斩将，通过海选复赛，成功杀进半决赛，成了一匹黑马。谢同成眉头微蹙，他有所保留了，估计只使出了1成功力。查到什么底细了吗？平安镖局是50年前建立的，吴清的身份是第1任镖局主人的远房亲戚。看来这平安镖局本身就有问题。他跟吴忧名为堂兄弟，如今下榻我们自家新开的来喜客栈。他沉默寡言，但吴忧为人豪气，出手大方，跟很多选手成了好朋友。这是在我的地盘顺势拉拢人马，是个人才。
吴清跟林静书有联络吗？没有，一次都没有。无忧倒是送了一次花给林静书，但大家都送。不光选手送，别人也送。这时林静书在台上说了一句：喜欢我就给我送花。他收到花，转手就拿去换钱，也是一个人才。他凭自己本事挣来的钱，不用上交。总决赛之日，多派点人手在人群里。太子驾到！他们怎么来了？事先也没有打声招呼，安保工作没有跟上，要是出了事，谁负责？我也没有接到通知，见机行事吧。下面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出事了，这是招亲大会开始以来第一次出事。胡青，比赛规则你都看过，事先已经说明不能下重手，点到为止。你这是违反了规则。我不是有意的，拳脚无眼，我没想到他这么弱，一时没收住力道。按照规则，致人重伤会被取消资格。你，金陵县主，请给草民一次机会吧。您若网开一面，草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何必求他？你还不如求求我的哥哥弟弟呢。诸位皇子都起了心思，这人身手相当不错，是个好苗子。古问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吗？不是故意的，是无心之失。你可愿成为我的侍卫？草民愿意，草民发誓会为太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很好。宁之威翻了个白眼，这是一个大雷呀，引炸了会死很多人。太子殿下，草民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说。太子扬了扬手，过来吧。不行，这种江湖人士野性难驯，动辄伤人，不能让他上来。你是故意跟姑作对。太子哥哥，他就是故意的，他心里对你不服着呢。我先撤了，你们玩吧。好大的脾气，到底谁才是臣子？吴清啊，你愿意为姑赴汤蹈火是吗？是。太子冲他使了个眼色，看向宁之威，示意给他一个教训。吴清心中大喜，拔出长剑，飞身扑向宁之威。只要一剑刺死他，10万宁家军必反，大齐朝必乱。事后调查，他是奉太子之命，是太子下的令。县主小心！宁之威见势不妙，顾不得深挖了，立马当机立断。不好，这是江潮余孽，杀了他！吴清的身份忽然被叫破，心中大震，手中的剑势乱了几分，一不小心中了2箭，血流不止。杀无赦！停，别打了，这是太子哥哥的侍卫，不是什么江潮余孽。大公主话还没说完，就落入吴清之手。都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太子肠子都悔青了。你别乱来，姑命令你放了大公主，放了她也行，让晋宁县主来换。晋宁县主，你赶紧过去换人。放了大公主。林静书吓得小脸雪白，瑟瑟发抖，眼睛不敢直视匕首。吴清眉心跳了几下，但面上丝毫不露。我要的是你的命，区区个林静书，我还不看在眼里。是吗？林静书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吴清看着受伤的林静书，脸色终于变了。宁之威全看在眼里。我数到3，你不放人，我就杀了林静书。1、2。忽然他反手一剑，对着大公主的胳膊捅了下去。别杀我姐姐，她是齐朝大公主，要是有个闪失，你也死定了。林静书也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要杀我！不要！宁之威，你这个贱人，非要害死我才罢休吗？你们宁家这是要造反！我要让父皇把你们宁家人所有人都处死，一个都不留！宁之威，你还在等什么？你真要成为乱臣贼子吗？一声声乱臣贼子，彻底激怒了宁之威。在皇室中人的眼里，他们宁家算什么？既然这样，那就反了吧。行，那就同归于尽，一起死吧。捅啊，继续啊！你捅哪里，我就奉陪到底。冷静，冷静，别冲动！吴清，我求求你，你放了大公主吧！我求你了，我不想死啊！吴清，他不敢动手的，
他敢，他连今天都敢动手，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哭得很伤心，楚楚可怜。吴清的心动摇了，摇摆不定。宁之威见时机到了，只要放了大公主，我保证让你平平安安的离开，没人会拦你。我对天发誓，大公主可以死，但不能死在这里。你的话不管用。太子，你说句话吧。太子哥哥，救救我！顾保证不会阻止你离开，先让所有侍卫和锦衣卫退到一边，让开一条道。吴清挟持着大公主一路退到外场，这才松开手，放了大公主。大公主立马狂奔。忽然一道冷冰的声音响起：射！是太子。他一声令下，不知何时埋伏在暗处的弓箭手闪身出来，对准吴清狂射。吴清万箭穿心，血染了一身，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恨意，用最后一丝力气将长剑掷出去，掷中离他最近的大公主。大公主应声而倒，满眼的不敢置信。姐姐，快去请太医，这下麻烦大了。大公主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双眼不甘地睁着，死不瞑目。锦宁县主，都是你的一己之私，害得大公主惨死，你要负全部责任。这狗东西甩锅好快呀！我都说放人了，你为什么非要选在这个时候放箭？我不得不怀疑你在清除异己。大公主和四皇子都是丽妃所生，四皇子野心勃勃，你早就想除之以快。这不，借机杀了大公主，挑起丽妃、四皇子和我们宁家的仇怨，让我们两败俱伤，你坐山观虎斗。这话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也传进了四皇子的心里。住口！你胡说！宁之威，别忘了你是一个臣子。皇上驾到！皇上第一眼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女儿，眼前一阵发黑，身体晃了晃。这是他的第一个女儿，他最疼爱的孩子。从他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长成豆蔻少女，他都一路陪伴，倾注了很多心思。皇上保重龙体。父皇，你要为大姐做主啊！是太子，是宁之威他们联手害死了大姐姐。他明明可以活的，是宁之威不肯交换，不肯去替大姐姐死，是太子故意下令射箭，害死了大姐姐。父皇，我没想到前朝皇室余孽临死前会放手一搏，这是意外呀！滚！父皇，我只是不想放前世皇朝余孽离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是为了江山社稷。他的理由很充分，但对于一个急怒攻心的父亲来说，全是狡辩，不可原谅。你好，很好。太子垂下眼帘，掩去怨恨的情绪。怎么能怪他呢？父皇不会是有了更换太子的心思吧？不行，他不能坐以待毙。荣静呢？长公主大人突然发病，急召她回去了。哼！宁之威，你害死！他只有一个念头，要有人为大公主偿命。区区一个乱贼还不配。宁之威暗暗叫苦，这丧女之痛的皇上像疯狗，指哪儿咬哪儿。他知道这个时候解释没有啥用，但还得试一试。皇上，如果我过去能换下大公主，自然是万死不辞。可是那人是打着一石两鸟的计划，我走过去的那一刻，大公主必死无疑。事实证明我没有料错，他临死前也没有放过大公主。我选择用临近书来要挟对方，果然奏效了。如果不是太子临时反悔，逼得他临死最后一击，大公主就不会死。这么说你没错，还要谢谢你。不敢。父皇，他们都有罪，都不安好心。其实我很想问一句，诸位皇子公主们为什么会贸然出宫？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安排？不对劲。皇上，你怎么也出宫了？皇上，天牢里的苏氏父子消失了。皇上心口一跳，脸色大变，恐怕宫中出了大问题啊！
父皇，皇宫还安全吗？我们现在还能回去吗？皇上眉头紧皱，皇宫跟个漏风的屋子似的，不知道有多少见不得光的老鼠躲着。太子眼珠一转，不如暂时征收芙蓉园。皇上，那是苏家父子待过多年的地方，您放心吗？走，去行宫。皇室每年春季狩猎是一大盛事，地点就在离京城有2日路程的东兰草场，那里就有皇室的行宫。临走前，皇上指定4皇子留下，负责给大公主办丧礼，同时他还点了宁之威。大公主的葬礼由你协助，必须要风光大葬。不出1毛钱却要风光大葬，这钱是让谁掏啊？这个时候，宁之威怎么低调怎么来，很是恭谨。等大部队一走，宁文音几人围在宁之威的身边，面色紧张不安。五妹妹，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得赶紧想对策。他想到皇上临走前看五妹的眼神，不寒而栗，这是动了杀心呢。宁之威也看到了，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必须走了。只要苟到过年之后，就是开春狩猎了，那时才是灾难的开端。将人带上来。一个衣服洗得发白的妇人被带过来，神态畏畏缩缩。这是当年长公主接生婆的小孙女李氏，你来说说当年的事。李氏很紧张，当年她刚出嫁，忽然接到一封信，信里说万一家里出事，这就是她的保命符。她惶恐不安去打听，就听到家里半夜着火，全家都被烧死了，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能幸免。这就是信中夹带的密信，我没有拆开过。萧凌风拆开信封，一枚平安扣滚落下来。这是我当年赏给李姓接生婆的。阿说刚得到了一个小孙子，想沾沾公主府的喜气。这也证明了接生婆的身份。信上说，她进了长公主府后，无意中看到另一个接生婆半夜鬼鬼祟祟地跑出去，她跟出去偷听到了几句。一个男人吩咐道，要在长公主接生时做好换孩子的准备。她认出了那个男人，是驸马爷的随身侍从。把季氏带上来。放开我，放开！你们怎么敢对我如此无礼？这是谁？李亲王的侍妾，也是苏明锦的亲生母亲。哇，刺激！李亲王也是皇室中人，王位世袭罔替，跟皇上是同一个曾祖。宁之威看了荣静一眼，自从爆出他的身世有问题，他就失了圣心。大理寺卿只挂了一个虚名，他也心知肚明，失去的没有凑上去。长公主之子也是前朝余孽，这一个身份太敏感了，疑心病重的皇上防着他呢。季氏招了吧？他是孤儿，被苏家买下后就从小学媚术，他们一批有几百个，都长相漂亮，聪明伶俐，千娇百媚，按照不同的学习成果分配到不同的地方。青楼、官员、富商的后院都是他们的去处。他多藏了一个心眼儿，勾搭上了主子，也很幸运怀上孩子。只是等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被扔在农庄。他不甘心就这么埋没一生，在同伴的帮忙下勾搭上了李王爷。等苏浩之发现时，一切成了定局。为什么把2孩子交换，却不肯善待我的孩子？都是亲生儿子。谁说是亲生的？他怎么肯跟齐朝的公主生孩子？每次都是侍卫代替他行房。我的人生真是悲哀到极点。我替您庆幸，也替荣大人庆幸。您想啊，没有给那么恶心的男人生下孽种，荣大人也不用背负前朝皇室余孽的罪名，多好啊！孩子，是娘不好，是娘没有保护好你，让你流落在外，吃了这么多苦。荣静感受到了浓烈的母爱，眼眶红了。娘，我回来了，我终于知道，我也是有人要的孩子。 20多年的辛酸痛苦全在这一句话里。
长公主肝肠寸断，泪流满面。宁之微无声的叹气，前世他们可没有相认，一个黑化成了大反派，一个城破自杀殉国，母子俩的命运都很悲惨。行宫，季氏说的侍卫是谁？季氏说是苏浩之的贴身侍卫，不过应该被灭口了。只有死人才能保住秘密，而且人有了孩子就有了软肋，就是说死无对证。是，荣静怎么会落到青楼女子手里？当年是大晚上被扔在青楼门口，被青楼的人捡来养活。那个养母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将婴儿要过来自己养，没1个月就带着婴儿嫁人。荣静是怎么长大的？荣大人的童年很悲惨，从小被那个养母虐待，天天挨打挨饿。幸好隔壁邻居可怜他，时不时的接济一口，否则也长不大。后来等荣大人的聪慧展露出来后，隔壁邻居收他为弟子，日子才稍微好过点儿。不过那个养母勾三搭四，名声很差，人人唾弃，荣大人的日子可想而知。火灾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养母半夜跟人偷情，被人家妻子捉奸，纠缠之下不小心碰到了油灯，只有荣大人逃了出来，其他人都烧死了。是他的手笔吗？他自然是指荣静。以荣静的聪慧，设这个局太简单了。没查出来。这奏折拿去给各位阁老，让他们决定。什么时候轮到阁老决定大理寺卿的去留？这可是九卿之一，朝中重臣，皇上的心腹。萧林峰暗暗心惊，震惊皇上的疑心日重，也心惊荣静对君王心思的把控之精准。就算荣静不是苏浩之亲生的，但那个侍卫也是前朝余孽，皇上怎么可能不猜忌？真的是一笔糊涂账。最倒霉的人是荣静，可惜了，这么才华横溢的人试图就此终止，除非他能暗中扶持新皇上位，拥立从容之功足以抵消一切。凤凰楼。什么？你再说一遍。锦衣卫将李亲王的侍妾季氏吊在城楼，放出风声，让苏明景出来救母。宁之微的内心如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前世他被敌军吊在城楼威胁苏明锦退兵，而苏明锦的回答是亲手一箭射杀他。如今苏明锦的亲娘被吊在城楼威胁他出面，命运真的是深奥玄妙，不可琢磨呀。走，我们去看看。同一时间，什么？被吊在城楼？他神色一阵恍惚，怎么又是吊城楼？他仿佛还记得那一箭射出去时的风声。走，去看看。城楼下，无数百姓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美丽的女子。什么情况？哎，这是李亲王的侍妾，跟长公主的驸马通奸，生下锦君王。天哪，胆大包天，这是往皇室头上拉屎啊！不要命了？不对啊，锦君王不是长公主生的吗？哎呀，你消息慢了，荣晋荣大人才是长公主所生，当初生产时狸猫换太子，懂吧？宁之微看着吊在城楼上的季氏，眼前浮现很多画面，面色明明暗暗。苏明锦，不管你来不来，都死定了。远处有个小山丘，苏明锦就站在上面远眺，只看到城楼上那抹模糊的小黑影。主子，回去吧。救也救不了，城楼下全是官兵，正张着网严阵以待。让阿四去城南百灵胡同第3甲，找一个姓李的守城士兵，让他们找个机会救下季氏。是。深夜寂静无声，昏迷中的季氏被颠簸醒了，意识到自己获救，不禁大喜过望。锦儿，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你还好吗？好，好，看到你一切都值了。先别说话，我让人将你送走，以后隐姓埋名，好好过日子吧。玉玺，
保护主子。不好，中计了。好久不见，锦郡王。不对，苏庶人。苏明锦脸色变了几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救人时就被宁之威盯上了。他太聪明了。他心思飞转，大声说道：宁之威，昏君生性多疑，他是不会放过你和宁家的。我们不如联手合作，一起反了昏君，另立新朝。怎么联手？我们联姻，我有才有势，你有兵，我们联手必将无敌于天下。我若为皇，你必是我的皇后，我们一起共治这天下。又是这一套，去死吧！天道轮回，因果循环，一报还一报。济世扑过来，替苏明锦挡了一剑。你为什么？快跑！快！苏明锦看着他胸口的箭头，不敢伸手去拔，这位置是命脉。宁之威，他是真的要置他于死地。等人一出来，就一起射箭。万箭穿心，配得上他前朝余孽的身份。马车里的苏明锦看着血流不止的季氏，听着外面的打杀声，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前世今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险境，只有他将别人逼到绝境射杀的份儿，可如今怎么全倒过来了？今生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宁之威没有嫁给他，没有将10万宁家军交到他手上，他最得力的谋士周红叶投入宁之威的麾下，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不一样的？对了，前世宁家满门抄斩，今生宁之威力挽狂澜，难道他也重生了？不好，有人来了！统统住手！本朝禁止持械斗殴，一无犯禁者斩。先别动手，我是晋宁县主宁之威，在此缉拿前朝余孽。你们是何人？神经营百户丁生，见过晋宁县主，不知这是什么情况？神机营，京城驻守军队3大营之一，掌管火器的枪炮部队，全员配备火铳，战斗力强悍无比。宁之威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首任仇敌是没戏了。原来是丁大人。马车里的人是苏明锦母子，苏明锦冒天下之大不韪，救下城楼上的季氏，被我无意中发现，赶紧拦下。这事就交给我们神机营处理，请晋宁县主回去吧。宁之威回去洗洗就睡了，睡到一半猛地惊醒，不好！天刚亮，下人就进来回话：昨晚去行宫的路上，季氏死了，苏明锦逃了。棋差一着，功亏一篑。彻查神机营，昨晚的每个人都要特别清查，一定要查出那个内奸。前朝余孽的势力把手伸得太长了，连神机营都有他们的人，这对皇上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更多疑了，整天疑神疑鬼，脾气日渐暴躁，动辄呵斥臣子和儿女，尤其是太子，一天一小骂，3天一大骂，骂得跟狗似的。太子快疯了。宁之威也不去触眉头，着手准备离京事宜。萧凌风走出寝殿，才发现后背的衣衫湿透了。伴君如伴虎啊，这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何时是个头啊？一阵风吹过，一股浓浓的药味往鼻子钻。皇上在吃药，身体不舒服。除夕夜，按照惯例，百官进宫贺春，今年换了地方，去行宫贺春。当然，宁家今年没有这样的福分，一家人和和乐乐的在芙蓉园一起守岁。大年初1祭祖、拜神、焚香，为新年祈福。大年初2，宫中赐下年礼。太监默默数了数，一个都不少。时间过得飞快，春寿到了。参加人员的名单一递上去，皇上就多加了一个名字：宁之威。宁之威被安排跟礼部尚书小女儿江雨婷和段首府孙女儿段新雨一个院子。天气不错，隔壁的2位带着丫鬟都出去逛园子了。宁之威心里一动，走，我们去钓鱼，晚上喝鱼汤。2人慢悠悠的在园子乱转。小姐你看，荣静大人。荣静坐在湖边的凉亭里，煮茶围炉，姿态悠闲自得。晋宁县主，喝茶吗？喝。长公主还好吗？
油尽灯枯，只等着看苏浩之的下场。怎么说？他在天牢时受了酷刑，身体撑不了多久。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也就这几天了。是长公主的手笔。我母亲也不是吃素的，她欺瞒他多年，将他利用得如此彻底，他要他的命。宁之薇无声的叹息，看向他手边的琉璃盏，嘴角微微勾起。你还在用啊？荣静眉眼舒展开了，这是他送的传家宝，每当想起他就拿出来看看。他噙着一抹淡笑，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秘密。希望你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荣静愣了一下，随后拿起茶杯，借着宽大的衣袖掩去唇形。尽管不要出门待在屋子里，及早想办法离开京城，去西北。京城不能再待了。宁之薇有很多话想问，但环视四周，这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就在此时，一名下人匆匆跑来。金宁县主，太后召见。那我先走了。荣静忽然拉住他的手，宁之薇心一跳，刚刚想说什么，就察觉到他在衣袖底下悄悄塞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过来。宁之薇立马收好，面不改色地笑道：回见。太后跟几位年长贵妇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很是惬意。见过太后。太后像是没听到，拉着身边的贵妇笑道：你家的新宇我很喜欢，端庄得体，又有大家风范，是京中名门闺秀的典范。太后瞟了一眼宁之薇，有些人要强拔尖儿，牙尖嘴利，没有尊卑，不识大体，我是最瞧不上这种女子，将来也不会有好姻缘的。静宁县主，你说呢？太后，您说什么？我脚好酸啊，可以站起来了吗？说着这话，他直接站起来了。哀家说话，你居然没听？您在跟我说话吗？下次请先叫我的名字，否则我会习惯性的忽视掉没有用的信息。你给哀家去外面跪着，没哀家的允许，不许起来。哎呦，我头晕胸口疼，好难受啊！快给我找太医。太后，你不会是给我下毒了吧？哀家都没有碰到你，怎么给你下毒啊？你这么胡言乱语，就不怕哀家治罪吗？疼，好疼啊！救命啊！太后，你饶了我吧！就算看在我宁家10万大军的份上，别杀我！太后气炸了，她是有这个心思，但还没来得及下手呢。你是朝廷亲封的静宁县主，是宁家家主，这成何体统？快起来！那你不杀我了？谁说要杀你啊？哀家疼你都还来不及呢。工人扶着宁之薇下去漱洗，回来时换了一身装扮。你很适合翡翠，这一套36件的头面就送给你了。多谢太后，您真是慷慨又大方。要是再送我一套东珠头面，我会更开心的。去，把哀家60大寿收到的那一套东珠头面找出来。只要豁得出去，够不要脸，就能占尽便宜。静宁县主，叫你来是有正事。太后请说。银面小将军今年贵庚啊？20。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身为主子的，也该为银面小将军挑一门合适的亲事。男女结亲，结两性之好，当然要你情我愿了。我更不会强人所难。他们都愿意的。我不信。太后冷冷地看向四周，在她的威压之下，段首府夫人不得不低下头。是，愿意。百官之首的夫人都低头了，别人还能怎么办啊？只能跟从，纷纷表示愿意。静宁县主，你快选吧。那我就选最好的，
段首府的孙女段新宇小姐。好，太好了，哀家这就下赐婚懿旨。一行人退了出来。段老夫人，聊两句吧。段老夫人的眼神儿明明灭灭，咬牙跟了上去。你为什么非要选我家新宇？是为了段家好。什么？皇上如今病入膏肓。你说什么？小声点，这种时候又要稳住。那你也不该回去跟段首府说一声，我宁家有兵权，你段家有人，要不要合作？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自保。听说位高权重的人临死前会疯狂带走一波。老爷，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他知道皇上的身体出了问题，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宁之威说的没错儿，以皇上的性子，就算要死也要拉一大批人陪葬。说不定我已经上了陪葬名单。怎么会？怎么会？别慌，还没到最后一刻。他打算扶一位皇子上位，太子不行，心胸太狭窄，不容人。本来还想观望一段时间，现在看来来不及了。问题是几位皇子都不怎么行，实在不行，那就挑年纪最小的，好掌控。宁之威如今也岌岌可危，怎么可能帮得上我们？宁家200年的积累都在他手里，谁知道留了几手？你找准机会跟他说，想要合作可以。我家新宇要嫁给宁七郎为妻，宁家男丁几乎死绝，宁七郎可以肩挑2房，新宇嫁过去也是正妻，所生之子能继承其他房的家业。可新宇已经许配给了一面小将军，让他解决，他也要表现出一点诚意。荣晋哪来的令牌？给了我，对他有没有影响？春收开始。宁之威站在外面，目送众人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如果没看错的话，皇上上马时手脚都在抖，几乎是太监托举上去的。看到了吧？早做准备。你呢？我不管如何，都是长公主之子，不会有事的。不，你很危险。以皇上多疑的性子，他如果要死了，你这个长公主之子，又疑似是前朝余孽，一定会为他陪葬的。这道理他能懂，荣晋不懂吗？不，他什么都懂。他沉默了。宁之威扯了扯他的衣角，到时跟我一起走吧。荣晋眼眶一热，到嘴的话快要冲出来，但理智阻止了他。我娘在，我哪里都不去，你不用担心我。宁之威还想再劝劝，二公主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表哥，你怎么不去啊？我一个文弱书生，凑什么热闹？表哥，你和静宁县主很熟吗？你们聊什么呢？我们在聊一个无头案，尸体被凶手分尸切成8块，这头始终找不到。别说了！表哥，我打算向父皇请旨，求他将我许配给你。不可能的事情就别做。父皇那么疼爱我，他一定会答应的。随你。表哥，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吧？还没到晚上。什么意思？还没到做梦的时候。宁之威，你喜欢荣静，你要跟我抢。荣静刚想离去的脚收了回来，扭头看向宁之威，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南京城谁不仰慕风花霁月的6元极地状元郎呢？不过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满脑子是情情爱爱，有些人情爱只是空暇时的点缀而已。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生命都没有保障时，谁还有心情谈儿女私情？荣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百味俱杂，但面上不露。晚上有宫宴，
宁之威百无聊赖地捧着红枣茶，上菜的奴婢忽然脚下一滑，手中的一盘菜全洒在宁之威身上，宁之威的衣服都脏了。奴婢吓得跪下磕头。区区一点小事，请宁县主去换件新衣服吧。宁之威有点烦，怎么又这一套？就不能有点新意？弄脏衣服换衣服时发生意外，被人撞见？走吧。宁之威走出众人的视线，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往自己住所跑去。爱谁谁，管他们去死。静宁县主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们一起出去找找。二公主也不用别人领路，熟门熟路地走向更衣的地方。几道尖叫不约而同地响起。宁之威，你淫秽宫廷，论罪当诛。这罪名足以让宁之威去死。母嫔，怎么是你啊？皇上驾到！二公主满头大汗，急得直尖叫。父皇，您别进来！话还没说完，皇上猛地冲进来，入眼的一幕让他眼前一黑，一口血喷出来。宁之威刚回到住所，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听到皇上传召。怎么这么烦人呢？他只想安静地待在屋子里，熬过这半个月。见过皇上。宁之威，你去了哪里？刚才一名宫中奴婢将菜泼在我身上，我实在受不了味道，跑回去洗了个澡。你为什么不去更衣的地方？我身上都有味儿了，更什么衣？当然是要先洗得香喷喷的。你知道林嫔出事了吗？我从来不关心皇上的后宫。那是谁啊？就是你姑姑。我宁家哪有入宫的女儿？别瞎说。二公主的生母。原来是她呀，她能出什么事儿？二公主呢？怎么不见她？也偷溜出去玩了？太子说不下去了。这种龌龊事关系到父皇的绿帽子，提都不能提。快说呀，别吊我胃口。谁都不敢吭声。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事儿？他们不想知道的太多呀，这是皇室的丑事啊。林嫔淫乱宫廷，她好大的胆子！快说，跟谁搞上了？为什么不叫上我？早知道就不去洗澡了。你好像很失望。当然不是啦，要是我在现场，一定帮皇上狠狠骂他。怎么能偷人呢？是皇上不年轻了吗？是皇上不够英俊吗？是皇上不够壮吗？底下笑声一片，实在忍不住。不能怪他们没有节操，是静宁县主的操作离谱中透着一丝好笑。滚！臣告退。宁之威麻溜的滚了，跑得飞快。众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羡慕嫉妒恨，他们也想跑。查得怎么样？那2名侍卫是二公主安排的，地方也是二公主选的，整个计划是林嫔定的，针对的是静宁县主。那怎么会变成林嫔？静宁县主一出大殿就跑了，她本来就是很任性的人，跑回去的路上没有跟任何人接触，时间上来说，她来不及搞事。皇上不介意儿女搞事，但不能太蠢。会不会事先泄露了？静宁县主第一次来行宫，宁家历代都在西北经营，在京的势力只在青罗别庄。那会是谁？请皇上允许臣审讯二公主身边的人。准。皇上，二公主身边的李嬷嬷悬梁自尽了。好啊！又是前朝余孽。传朕的旨意，二公主身边所有下人赐死，一个不留。是。办，赏林嫔3尺白绫，你亲自去送一程。你办的什么事？啊？怎么会搞成这样？主意是他出的，人手是二公主安排的，但
最后她成了淫乱宫廷的女主角。我也不明白，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林嫔分位太低，没有资格出席宴会，所以一直在离出事点不远的地方等着。她想亲眼看着宁之威走上毁灭之路，跌进泥地，被所有人唾弃。拜宁之威所赐，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妃成了宫中最低贱的美人，人人都能踩上一脚。她憋着一口气，想要报仇。我被人打晕，醒来就那样了，连对方的长相都没看清。都怪宁之威。对，一定是宁之威搞的鬼，是他害了我，是他想为生母报仇。我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求见皇上。别去，父皇不想看到你。这是报应，因果报应。我当年毁了宁之威的娘，16年后，宁之威将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了我。娘，主子，李嬷嬷悬梁自尽，银嫔被迫自尽，二公主宫中所有下人都赐死。找机会厚葬李嬷嬷。是。继续在暗中保护静宁县主，稍有风吹草动，立马来禀我。大长公主已经将手中的人脉和资源都交到她手上了，包括这一支让人闻风丧胆的皇室暗卫。谁能想到先帝将皇室暗卫一分为二，一支给了当今圣上，一支给了大长公主。这事儿连当今圣上都不知道，苏浩之父子也不知道。大长公主一直严守这个秘密，本想在临终前将这一支暗卫交到皇室下一代手里，回归皇室，但思来想去，留给了受尽磨难的独子。看情况，皇上靠不住了。主子，猛兽院那边似乎有动静儿，明天可能有大事发生，您就装病避开吧。荣静微微摇头，皇室上上下下揣摩出了圣意，一心想弄死宁之威。他担心明天的行动是专门针对他的，他没法装病，避不了的。他的处境杀机四伏，危险重重，他得帮他。静宁县主，段老夫人来了，吃了吗？吃了，出来消消食。能聊两句吗？请。听说宁家还有一个七郎尚在人间。是，我七哥命大，捡回了一条命。我家老爷的意思是想跟你们宁家联姻，但对象得是宁家男丁。我七哥已经成亲了，千挑两房也不是不能接受。好啊。对了，替我转告段首府医生，继后之子年纪最小，但有一个致命弱点。什么？非皇室血脉。这怎么可能？他真这么说的？对，确实是这么说的。皇六子怎么可能不是皇上亲生的？开什么玩笑？他又怎么会知道的？老爷，他不仅猜到你的想法，还知道你选了谁。宁家有这样的人物，可谓是时也运也。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必将带着宁家一飞冲天。这门亲事想尽办法敲定，我要让我的孙女成为宁家的女主人，下一任的宁家家主从她肚子里出来。段家位极人臣，有权有势，但唯独没有兵权。在这风雨飘摇时，兵权太重要了。告诉他，作为合作条件，我段家助他逃过这一劫，助他离开京城。他却不知，宁之威要的不仅仅是这个。小姐，你还要什么？宁之威看着那巍巍青山峻岭，听着三大营将士围猎时的震天响声，淡淡的道：在他扶持皇六子上位，手握权柄时，不让朝廷大军围追堵截我宁家。逃亡之路可不是一般的凶险，一旦朝廷命令各路大军围追堵截，
他纵然是通天之能，也不能保证将所有人安全带到西北。见过各位，好久不见。众贵女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交道。她如今是太子的女人，听说还有可能成为太子妃，只是听说不知真假，可能性不是很高，但也不好说。皇家是最讲规矩，也是最不讲规矩的。宁之威有些意外，那天一片混乱，林静书趁乱跑了，没想到跟太子勾搭上了。这是太子府送给大家的一点小礼物，希望大家能喜欢。静宁县主，你也来挑吧。不用，给别人吧。那怎么行？人人有份，我连芍药的份都准备了呢。来，芍药，来挑2个。芍药看了一眼宁之威，宁之威微微合头，他才上前随手拿了2个。林静书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好闻吧？这是最上等的龙涎香，太子也就得了一点儿，全给了我。我想着要再一次跟昔日好姐妹重逢，满心的欢喜，就做成香囊送给大家了。这哪是友好的重逢啊，分明是显摆。他林静书又杀回来了。不好了，出事了！猛兽跑出来了，2只大老虎下山了。芍药，你跟紧我，不要乱跑。好。段新宇，你过来，我们去救太后。太后所待的凉棚全是大齐皇朝最顶尖的贵妇，皇后、4大妃子、几位阁老夫人等等，侍卫的配置最高，人数众多。段新宇立马明白过来，这是去寻求庇护。姐姐，外面太危险了，你别去，我保护你。你又想搞什么花样？我只想跟在姐姐身边。忽然，一只大老虎顿了顿，调转方向往宁之威这个方向狂奔而来。宁之威刚想朝后退，后面一道大力袭来。宁之威，小心！一支长剑划破天际，射中猛虎的眼睛。还好吗？我还好，你没事吧？荣静抹了抹汗珠，心脏还在狂跳，不禁苦笑。人就不能有弱点？那是你的人？对，我母亲拨给我的侍卫。多谢，你还是离这些麻烦远远的。这次的动静不小，明显是人为的。我的脚好像断了，站不起来。荣大人，你能帮我看看吗？宁之威挑了挑眉，有些意外。平时端庄得体的段大小姐居然还有这么一面，她偷偷爱慕荣静。我不是太医。段新宇的神色一僵，尴尬的红了脸颊。宁之威冲芍药使了个眼色，芍药会意的凑过去。段大小姐，我会些医术，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段新宇看了一眼男子，荣静背过身体，十足避嫌的模样。段新宇看在眼里，暗暗叹息。他第一次见到荣静是在状元游街的那一晚，俊逸少年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风华绝代，不笑自风流。那一幕引得无数少女癫狂。这老虎怎么追着你们跑？芍药，你把香囊给我，这是林静书给的，现场的贵女都收下了。除此之外，他想不出别的。荣静闻了闻，应该多加了一味蓝计划，这是一种刺激猛兽发狂的植物。都怪我没有闻出来。你没有接触过，自然不知道。这种植物是南蛮境内特有的。宁之威脸色一变，南蛮？见过晋宁县主，见过荣公子，见过段大小姐，这里危险，请速速离开。好。请太后为我做主啊！宁之威趁乱将我推向虎口，害得我被老虎的爪子抓伤了脸。太后早就看宁之威不顺眼了，好不容易抓到他的把柄，也不管真假，立马下令将宁之威拖下去打30大板。且慢，荣静，这事儿你别管。太后容禀，这次猛兽下山，这位林小姐是策划者之一。你说什么？
太后，你别信他的鬼话，他是帮着宁之薇开脱，他喜欢宁之薇。林小姐，你之前一直向我偷偷示好，又是送手帕，又是送玉佩，我没有接受，但为了你的脸面，一直没外说过。但这不是你诋毁我和静宁县主的理由。你胡说！是这样的，还没有出事前，林小姐就忽然跑去静宁县主和段大小姐所待的凉棚，送了所有人一个香囊。我拆开香囊发现，里面除了香料外，还有一种蓝芥花的植物。蓝芥花？对。荣静是因为查案才知道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什么？产自南蛮的一种植物，会刺激猛兽发狂。你们这是提前做了手脚。去跟其他人要香囊，通通拿来。是真是假，一验就知。回禀太后，每一个香囊都有蓝芥花粉。试问，还没出事之前就提前送了刺激猛兽的香囊，这算不算提前预判呢？锦衣卫，当众审讯吧。对了，去问问皇上，他来不来？皇上还在休息，公公不许我们惊扰皇上。太后眼神微闪，深幽无比。这一番动静闹得这么大，都不能惊动皇上，看来皇上的身子骨已经不行了，得提早打算布局了。就在此时，太子带着人马回来了。宁之薇带着芍药悄悄走到角落里，荣静也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太子，你要为我做主啊！太子，大狗还要看主人，我是你的人，他们却如此对我，这显然是没将你放在眼里呀！太子，这是谁干的？锦衣卫奉太后之命追查猛虎下山咬伤女眷一事，林静书有极大的嫌疑。嫌疑？怎么会查到林静书身上呢？难道他泄密了？这个蠢货，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太子，他们强行逼供，逼我承认你是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意图谋反。他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就在此一搏了，只有太子谋反，君临天下，才能保住他的性命，否则这些人都不会放过他的。这话一出，所有人眼前一黑，这是要逼反太子啊！这女人疯了。太子，我们没有怀疑你，你是一国储君，皇位迟早是你的。太子殿下，皇上对您的猜忌人尽皆知，你无故挨了一顿板子，就是对你的警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外面传来轰鸣声，太子的脸色巨变，摇摆不定的心彻底做出了决断。这是最好的时机，反了。来人，封锁所有通道，没有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太后愁得不行，忽然眼睛一亮。荣静，荣大人。躲在暗处用唇语交流的宁之薇和荣静不约而同地皱眉。荣静冲他使了个眼色，这才走了出来。你足智多谋，一定有办法通知各位皇子和三大营，对吧？臣如今只是一介平民，无权无势，真的无计可施。你这是不能还是不愿不想啊？太后言重了，您经营深宫多年都没有办法，您让我一个外臣能有什么办法？宁之薇，你出来。宁之薇翻了个白眼，慢悠悠地走出来。宁之薇，哀家要你杀出去，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荣大人借机溜出去报信。太后，您没事吧？我要是有这个本事，还会待在这里。这是懿旨。太后娘娘，您享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算死了也值了。哀家是太后，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也要造反吗？我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人手怎么造反？你这是老糊涂了。我劝你一句，安分些，别乱折腾，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命。
太子殿下，请止步，皇上在休息，任何人都不得打扰。父皇病入膏肓，病得起不了身，故不得不怀疑有人意图扶天子以令诸侯，故要进去亲眼看到父皇安好。父皇这是怎么了？皇上得了不治之症，恐怕撑不了多久了。速召所有皇子公主嫔妃前来试病，胆敢不来者杀。是。派我们的人去接手3大营，若有不服从者杀。通知所有官员在大殿休息，没姑的旨意哪儿都不能去，不服从者杀。一声声杀，今天的行宫注定是最血腥的一天。太子，林小姐有重要事情禀报，让她进来。您怎么没把宁之薇和荣静抓起来？他们都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他们在哪儿？就在太后那儿啊！您刚才没看到他们？来人，将晋宁县主和荣公子请来。他若想成事，也需要这2人的扶持。宁家的10万大军都听宁之薇的，长公主府的实力至今无人知晓。荣静聪明绝顶，这2人在民间的影响力都很大。太子有令，召晋宁县主和荣公子伴驾。宁之薇和荣静相视一眼，太子这谋反顺利的不可思议，这不对劲儿。晋宁县主，你这侍女得留下，哀家浑身不舒服，需要一个懂医的侍女伺候。这哪是需要侍候，分明是人质。宁之薇反手就将他卖了，用事实证明惹谁都别惹他。侍卫大哥，太后想让我们偷偷给5皇子传讯。5皇子是太后的亲侄孙，是有血缘关系的，情分不一样。来人，盯着太后的一举一动，不许任何人进出。静宁，你……太后，我是为了您好，不管谁上位，您都是太皇太后，为什么非要提前下注呢？那能一样吗？新皇看中的太皇太后才能尊荣一世，新皇厌弃的太后徒有虚名，待遇还不如冷宫呢。表哥，你那么有本事，父皇却让你受了委屈，我代他向你道歉。不必，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父皇能给的我也能给，父皇不能给的我也能给。家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我只想多陪陪她，承欢膝下。至于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他没有直接拒绝，态度也有所软化，太子心中大为快意。看吧，以前不把他们这些皇子看在眼里的大理寺卿都要向他低头，这就是大权在握的滋味，太爽了。晋宁县主，你若向我投诚，我许你一个贵妃之位，保你一世荣华富贵。荣静的眼神一冷，林静书神色大变。你之前也是这么跟林静书保证的？那不一样，林静书哪配跟你比呀？一边的林静书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眼神凶狠的要杀人。林静书想杀你？太子猛地扭头，正好看到林静书杀人般的眼神，顿时恼了。拖下去打！太子，你误会了，我讨厌的人是宁之薇。太子，不好了，大皇子半路逃跑了。你说什么？跑了？去搜，一定要将人搜出来。太子，4皇子提前得到消息，我们去时他已经不见了。就算挖地3尺也要找到他，将后宫嫔妃都提到大殿，把丽妃吊起来。丽妃是4皇子的生母，有她在手，太子不是很担心。他最忌惮的是大皇子，生母早逝，跟军中将士来往密切。太子，不好！4皇子带着3000营攻进来了。传我命令，凡是围攻行宫者，统统以叛党论处，格杀勿论。宁之薇缩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闻声将一颗黑漆漆的东西递给荣静。荣静无声的询问：烟雾弹，防身。好家伙，他把这种东西都偷渡进来了。救驾！冲进去保护皇上！父皇，儿臣来救您了，您坚持住。太子，
你这个谋逆之徒！枉费父皇这么看重你，你辜负皇恩，罪该万死！四弟，你的母妃在此，还不快束手就擒！太子，你对我母妃做了什么？你疯了吗？若是父皇知道，绝饶不了你！要么放下武器投降，要么你母妃去死，你选择吧。你不敢当！母妃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全天下臣民都会唾弃你。你，母妃。别管我！果然啊，母子俩一脉相承的冷酷无情。丽妃啊，你给父皇下毒，害得他昏迷不醒，你犯下如此大罪，国绝不能容你。太子冷笑一声，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剑捅中丽妃的心窝。丽妃惨叫一声，死不瞑目。众将士听着，保护皇上，擒拿叛贼。不好，宫门被林小姐偷偷打开了。林锦书，你这个贱人，居然背叛我！四皇子带着人马攻了进来，大殿一片混乱尖叫。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太子成了阶下囚。你到底是为什么？明知我跟宁之薇不对付，你还让她当贵妃，让她压在我头上，还说我不配。你该死，他也该死，你们通通去死吧！四皇子，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杀了宁之薇。好，来人，将宁之薇拖出来，就地绞杀。宁之薇，你再厉害又如何？照样死在我前面。报，没有找到宁之薇。这怎么可能？我确定他在大殿。搜！你身手怎么这么利落？这是宁家男子必备的功课之一，我从小被当成男儿教养的。段首府心里一动，适时站了出来。四皇子，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善后，安抚人心。请段首府教我。四皇子其实极为平庸，要不是有一个宠妃母亲，早就被皇上冷落了。正说着话，外面一阵喧哗。外面怎么回事？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包围了。谁？是前朝皇室余孽苏浩之。来得正好，走，我们去把他们杀光，一个不留。他策反了神机营。他怎么可能做到？神机营统领原是我的家臣。这才是苏浩之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子。造反不光要有手段有心计，手里还要有兵。都200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朝代更迭是正常规律。苏浩之，你放下武器，我封你一个王位，世袭罔替，与大齐皇朝同修。说的没错，朝代更迭是正常规律，这次轮到大齐了。都尝尝我们苏氏曾受过的颠覆之苦，我要大齐皇室全部去死，一个不留。你都快死了，何必这么耿耿于怀？坐下来好好谈谈。正是要死了，他才豁出一切，求一个结果。杀！一声令下，神机营疯狂地攻向大殿，火铳对着四皇子猛射击。顾家，顾家！前世估计也有这么一出，最终前朝余孽没有得逞，段首府扶持六皇子上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启了最混乱的时代。主公，火铳哑火了。怎么回事？不好，这批火要受潮了。苏浩之脸色大变，有种不好的预感。上一批还是好的，这一批怎么就受潮？前朝余孽苏浩之前来受死。风水轮流转，一眨眼功夫，刚才不可一世的前朝余孽就成了笼中鸟。苏浩之心里一寒，他中计了，中了老皇帝的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皇帝才是那只黄雀。苏明锦在哪里？他要的是全歼，连根拔起，一个不留。苏浩之眼神微闪，果然被儿子料中了。说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让他不要贸然行事。可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在你永远都想不到的地方。老皇帝，他将是替你敲响丧钟之人，诛杀前朝余孽。瞬间功夫，苏浩之直冲向太子，太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重重摔倒在地，跟梁上的两人对了个眼神。宁之威，荣晋，救我！宁之威只想骂人，这太子不是东西，太狗了。拿下他们！临死前拉这两个人当垫背，值了。宁之威太过聪明，儿子对他似乎有不一样的情谊，他日必将成为大患。至于荣静，是他耻辱的象征，非死不可。宁之威不慌不忙地举起弓箭，3支长箭齐发，主公小心！贴身侍卫只来得及打掉2支箭，另一支长箭重重射中苏浩之的后背心，穿心而过。是你！那一晚，我玉溪差点身死，是不是你干的？是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白水滩惨案的真正主使者是你，苏浩之。是你害死了我最敬重的外祖父，是你害死了待我如父如师的舅舅，是你害死了我的哥哥们。血债终要血偿。他永远忘不了白水滩那一幕，尸骨堆成山，血流成河，无数冤死的人啊。他每晚都在做噩梦，梦中全是那一幕。你是怎么查到的？他自问，转了好几道手，在公主皇子身边安插钉子，引导这些人出手对付宁家军。这很难吗？苏浩之，你所有的儿子我都会杀光，一个都不留，还我们宁家的血债。你不要！我舅舅临死前是满怀着不安和绝望，他死不瞑目，这滋味你也尝尝吧。皇上驾到！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死了那么多人，这一切只是老皇帝设的一个局，调出所有心怀不轨的人。一箭穿心，这是谁干的？父皇，是宁。皇上，太子杀了丽妃，四皇子想诛了太子，您还是好好安抚他们，别酿成兄弟相残的悲剧。太子的脸黑了，四皇子的脸绿了，这分明是想害他们。传朕旨意，太子谋逆，贬为庶民，圈禁1辈子。四皇子，父皇，儿臣没有谋逆，是拨乱反正，是冲进来救驾。首辅大人能为我证明，诸位大人们都能证明我的清白。众臣无语了，闭嘴吧！段首辅忍不住暗骂：这蠢货，这个时候还扯上朝廷重臣，是嫌皇上的疑心不够重吗？皇上，臣有罪。四皇子冲进来时，为了暂时稳住四皇子，献了3计：一是让他发令说叛乱已经被镇压；2是让人清理战场；3是将四皇子推举为监国之人，稳住局面，不要乱杀。段首辅，这些都是你教我的，我只是听话而已，有什么错？段首辅快气死了，一句听话就足以激怒皇上。高高在上的皇子听外臣的话，这是显摆你无能啊，还是凸显外臣厉害啊？四皇子贬为庶民，圈禁。段首辅没有尽到首辅之责，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削去首辅之位。段首辅脸色难看极了，明明是皇上设的局，责任却成了他的，但他还得谢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点了几个重臣，你们几个负责善后，静宁县主、荣静，你们随朕来。宁之威和荣静相视一眼，都有种不好的预感。皇上带着他们去了偏殿。万般，去把今年的武夷岩茶泡上，给2位尝尝。是。荣静啊，朕还记得初次见到你的场景。少年英姿勃发，眼神清正，精彩绝艳。那时起，朕想着要缔造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臣从未忘记
您的知遇提携之恩。景宁县主，这几日朕经常梦到宁老将军，他是大齐的柱石，他的去世是巨大的损失。朕想封宁老将军为军神，继续庇护军中将士。谢皇上。大太监亲手将茶送上来，宁之威双手去接，低头嗅了嗅，一股清香扑鼻，真香啊！荣静，你这是？臣习惯了拿这个器具喝茶，更有美感。荣静拿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琉璃盏，将茶水倒进去。本来晶莹剔透的琉璃盏渐渐染上了红色，他的动作一僵，下意识地看向宁之威。这颜色真好看，怪不得荣大人喜欢拿它喝茶饮水。确实神奇，这是什么宝贝？林家的传家宝琉璃盏，皇上若是喜欢，臣敬献给您。不，君子不夺人所好，都渴了，喝吧。荣静眉眼微跳，拿起琉璃盏送到嘴边，咔一声，宁之威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茶水洒了一地。好烫，好疼啊！有烫伤膏药吗？怎么连茶杯都拿不稳？要怪就怪那些乱臣贼子，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把烫伤膏取来，再去泡一杯新茶。是。大太监头也不敢抬，默默退了下去。荣大人，喝吧。荣静的双手轻颤，宁之威脸色不变，但衣袖下捏住一个香囊，里面有一颗丸子，只要捏碎了，这满室的人都会被迷晕。长公主驾到！荣大人，你娘来了，还不快去迎接？皇姐，您怎么来了？这是她唯一的姐姐，在深宫中两人相依为命，相互扶持。为了帮她夺位，她付出了所有，可现在她却不得不杀了她唯一的儿子。荣静不管是苏浩之的儿子还是侍卫的儿子，都是反贼之子，在他临死前将所有的隐患都带走。我有点放心不下皇上，过来看看，听说苏无之已经伏诛。是。太好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长公主坐在荣静的位置上，一脸的追忆。我最近不知怎么的，总想起小时候，我们姐弟相依为命，生死与共。这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皇姐，您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朕陪你四处转转。好啊，这茶盏颜色真好看。母亲，这茶盏是琉璃的，容易碎，您小心点，还是放在桌上吧。话还没说完，就见长公主拿起琉璃盏，将茶水一口饮尽。事情发生的太快，所有人都来不及阻止。长公主，皇帝，能否让我将这两孩子带走？我身体越来越差，命不久矣。临终前想让他们陪在我身边，为我送终。你们俩好好服侍长公主。荣静和宁之威一左一右扶着长公主走出去，一步又一步，走到门口，长公主忽然回过头，深深地看了皇上一眼。皇上，您多珍重。半半，朕真的错了吗？大太监无声的叹息。皇权之下没有骨肉亲情，只有血腥的杀戮。您是为了江山社稷。回去的路上，荣静是背着长公主走的。长公主已经走不了路，伏在她背上，轻轻摸着儿子的头发，一下又一下，温暖的手让荣静破防了，泪花在眼眶打转。明知那茶有毒，却一饮而尽，替他受过。母亲，您为什么那么傻？你是我儿子，保护孩子是一个母亲的本能。
我欠你实在太多了。母亲，您没有欠我，您10月怀胎生下我，只有生养我的恩情，没有对不起我半分。他从小就颠沛流离，被那个所谓的母亲打骂折磨，受尽磨难，好不容易找到亲生母亲，却只有短短的相处时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他？芍药，你快给长公主看看。别费心了，我自己的身体最清楚。母亲，让他看看吧。芍药把了脉，眉头紧皱。长公主中过几次毒，身体已经油尽灯枯，这次又中毒，神仙也救不了。油尽灯枯，顶多只能再活2个月。可现在，就在今晚。长公主很平静，她早就接受了现实。荣静却深受打击，浑身发抖，却还要强撑着。母亲，您先休息一会儿吧。我时间不多了，静儿，别为我难过，活着真的好难，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他这一生过得太苦了，前半生战战兢兢，为了保护皇帝拼尽全力，后半生被一个渣男毁了。母亲，长公主眼眶微红，轻拍他的后背，目光看向宁之薇。宁之薇，我叫你薇儿，可以吗？可以。我想求你一件事。您说。做静儿的家人吧。啊？我死后，静儿孑然一身，再无牵挂。我想想就难受。你和静儿脾气相合，你们，薇儿，你愿意娶静儿吗？您说错了吧？让荣静入赘宁家，成为宁家的一份子，将来生下的孩子就姓宁。荣是他养父的姓，他们对他不好，没必要传承姓氏。而我大齐皇室自有人传承。这哪是为了传承啊，分明是为了斩断荣静跟大齐皇室的瓜葛。一旦入赘，就跟大齐皇室彻底没关系了。这种事情只能由长公主做，荣静却做不得。你愿意吗？长公主这不仅仅是托孤啊，还是为了荣静将来铺路。这，您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荣静的意思？一般男人是不愿意入赘的。荣静抬起头，眼眶通红，但一双眼睛亮得出奇。我愿意。长公主早就看出儿子对宁之薇的感情，决定为儿子的幸福努力一把。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薇儿，我和你母亲相交莫逆，曾经戏言要做儿女亲家，可惜你生母早逝，生父又是混账东西，家中长辈都隔了一层，若是我做主，也算是名正言顺。宁之薇，你若不愿，我们母子也不会勉强。长公主忍不住叹气，哎呀，这傻儿子，就这么喜欢他吗？一点都不愿意勉强他。宁之薇沉默了良久，久的让荣静心慌意乱。荣静，我问你3个问题。你问。宁之薇之前对婚姻没有什么想法，但看着满眼期盼的长公主，又看着紧张到发抖的男人，她的心软软的。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任和相互扶持。什么才是家人？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不离不弃。不得不说，荣静的回答让宁之薇很满意。他们的很多观念都比较合拍，能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不容易。你会纳妾吗？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曲？没经验。荣静深情地看着他，第一次坦然地说出了心里话。我讨厌女人，但我喜欢你，只喜欢你一个，永远不会有别人。因为生长环境的缘故，他极度排斥女人，从未有过成家的想法。但遇到他后，第一次心动，他想娶她，成为他最亲近的人。我答应了。好，太好了，你们俩要好好的，相互扶持，相互尊重，永远不要背弃对方。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长公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荣静的未来铺路，荣静心里满满是感激。母亲，谢谢你。轰隆一声巨响传来，所有人都变了脸色。不远处火光冲天，是炸药。荣静脸色凝重。是齐安宫，废太子和几位皇子都关在那里。齐安宫一炸，把所有人都炸出来了。是谁干的？里面是他的亲生骨肉，他这一生就6个儿子，夭折了1个，如今只剩下5个。他屠尽所有人，但对儿子还是心慈手软的。哪怕他们谋反，顶多是圈禁，没有杀死。锦衣卫指挥使萧林峰脸色煞白。应该是前朝余孽，苏明锦还没有落网，挖地3尺也要将人找出来，凌迟处死。所有参与的叛乱者，杀无赦，诛9族。是，萧林峰，这次你失职了。萧林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的汗珠滚落下来。属下该死，请皇上责罚。他一直守在皇上身边，哪里都不敢去，保护皇上的安危是他的职责。而太子和4皇子已经由禁军接手，轮不到他负责。但谁敢跟一个狂怒的君王讲道理啊？你……胸口一阵热血翻滚，一口血喷出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皇上，皇上！这种时候，段首辅站出来主持大局。将皇上送回寝宫，将一众太医都带过去，将5皇子和6皇子带到皇上寝宫，让他们侍疾。幸好还有2个皇子活着，再加上一个下落不明的大皇子。将后宫一众女眷集中安置在长明宫，防备侍卫集中保护。太后驾到！见过太后。平身吧，各位大臣。如今皇室受到重创，皇上病倒，废太子4皇子遇难，如今正值多事之秋，还请各位大臣齐心协力，辅佐皇室。请太后放心，臣等一定竭尽全力。各位，一国不能没有储君，如今太子之位空悬，朝堂上下都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还请尽快推举出一位储君，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呐。哀家代表后宫推举5皇子为新太子，各位大臣意下如何呀？祖训法令，后宫不得干政。哀家是后宫之主，是皇室的老祖宗，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齐，为了皇室。若有反对者，那就是见不得皇室好。他一上来就扣大帽子，可惜朝臣们不吃这一套。如今风雨飘摇，人心浮动，各有一番小算盘。朝廷大事自有皇上和朝中大臣做主，来人，请太后下去休息。
谁敢动哀家试试？你们是想逼死本朝太后吗？赶紧立五皇子为储君，才能让大家安心。这是皇上该做的，臣等不敢越界。臣去侍候皇上了，臣告退。段首府第一个闪人，皇上还没死呢，这种时候掺和立储大事，脑子坏了吧？皇上可不是大方的人，这又是最忌讳的事，再急也不差这一时半刻。大家只需要等皇上最后的圣裁。臣告退。太后眼睁睁地看着朝臣们离开，气得发疯。去把锦衣卫指挥使和禁军统领叫来。侍从匆匆而去，匆匆而来。太后看向他身后，人呢？回禀太后，两位都守在御前，不敢离开半步。好啊，没有一个拿他当一回事。太后气得嘴巴都歪了，越发坚定了争夺权力的野心。没有权力，谁会理你啊？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宁知微在哪里？传哀家命令，看到他就直接诛杀。是。这话传出去没多久，就传到当事人耳朵里。难怪皇上一直防备着他，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野心勃勃的，还想杀了我，笑死！有几个侍卫听他的？你准备一下，等皇上一咽气，正是最混乱时，我送你出行宫。你呢？我要送母亲最后一程。皇上，您终于醒了，太好了。诏宗人府、宗令、宗正3位阁老、6部尚书、5皇子、6皇子见驾。大太监眼眶泛红，这是回光返照啊！临终前最后的时光了。这些人就在外面守着，听到宣召，纷纷哭着进来。父皇，父皇！诏荣敬宁知微见驾。萧凌风的心一颤，后背渗出一身冷汗。宁知微和荣敬守在长公主床畔，絮絮叨叨说着话，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笑。长夜漫漫，寒意逼人，唯有亲人的相伴，才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母亲，我再给您拿床被子。不用了，我不冷。让我再看看你的脸。母亲。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骚动。你留在这里陪母亲，我去看一眼。是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带着人来了。萧大人，你怎么来了？奉皇上之命，请2位过去见驾。宁知微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举步维艰呢。皇上对他们的杀心不灭，临死非要带走他们，那么休怪他弑君了。静宁县主，请吧。且慢。是长公主在荣敬的搀扶下走出来。萧凌风看着满面黑紫的长公主，心口巨震，这是毒发的症状。见过长公主。萧大人，你去跟皇上说，我快死了，等我死后再让他们过去吧，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长公主殿下，若皇上怪罪，我亲自脱簪，长跪君前请罪。长公主言重了。萧凌风心乱如麻，皇上要死了，长公主也要死了。长公主的身体一栽，往前冲去。荣敬吓白了脸，赶紧扶住她。只见她吐出一口黑血，又是一口，不一会儿就没有了气息，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段首府、次府、刑部尚书、宗令为辅佐大臣，望你们4人同心同德，辅佐新君。谨听圣令。4大辅佐大臣新鲜出炉，但最关键的新君名字还没有出。
所有后宫女子殉葬，包括太后、皇后。众人惊呆了，他们没听错吧？段首府不敢置信地问：太后也殉葬？皇上深知太后是个不安分的，眼里只有权势，地位又高，若让她活着，后患无穷。太后是思念先皇，忧思成疾去世，死后葬入皇陵。半半，你亲自去送太后一程。是。小安子，去送皇后和贤妃一程。皇上是真的心狠，在临死前非要亲眼看着那些人死在他前头。六皇子吓哭了。父皇，求您饶了母后吧，父皇，儿臣不能没有母后啊！父皇，求饶了母妃和太后吧。皇上冷冷地看向两个儿子，这都不是他理想的继承之君，但有什么办法呢？给你们一个选择，是选择皇位还是母亲？给你们一炷香的功夫。五皇子和六皇子愣住了，眼神闪闪烁烁。别看他们平时表现的与世无争，但皇室子孙怎么可能真的与世无争？只不过上面的几位皇兄太过强势，他们争不过来而已。眼下终于有了机会，他们的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浑身热血沸腾。段首府眼神微闪，上前问道：皇上，太子的丧事照什么规格办？以太子之礼下葬。是。孝林峰呢？怎么还不回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萧林峰回来了。皇上看向他空荡荡的身后。他们抗旨不遵，来人！皇上节哀，长公主轰了。你再说一遍，长公主轰了。皇上面无表情地躺着，过了一会儿，浑身发抖，一口血喷出来，众人吓坏了。太医，快！几个太医上前急救，把脉，翻看眼皮，一阵忙活后，忽然顿住了。皇上驾崩了！皇上啊！皇上！皇上！几位重臣一边哭一边交换眼色。皇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没办完，还没有定下新君，咋办？百姓们睡得正香，被一道钟声吵醒，听着一下又一下的钟声，渐渐变了脸色。这是午夜丧钟，敲了9下，帝王驾崩。同时，一枚黄色的信号弹在空中炸开，划过沉寂的夜空。芙蓉园的宁家人不约而同地抬头，信号弹。马上要戒严了，你赶紧走，走得远远的。你跟我一起走吧。我要送母亲最后一程，为她送终，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可是，宁之威欲言又止，想劝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如果可以，他也想留下来为长公主送葬，可是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宁家几千号人的生死存亡，10万宁家军的未来前程，都压在他的肩头了。他是宁家的家主，应该以家族为重。荣静眼中有万般的不舍，但他别无选择。我知道眼下情势不好，但这是我能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等我将母亲安葬好，就去西北找你。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不管谁上位，都不会留着一个疑似前朝皇室余孽的人。放心吧，暗卫已经打探到，皇上临终前没有对你我下诛杀令，也没有定下新君，这足以让各方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无暇他顾。老皇上布下弥天大局，引叛贼和前朝余孽跳进来，煞费苦心，费尽心机，却来不及立新君，留下一个烂摊子。各方势力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择主站队，然后各为其主厮杀，直到选出新皇为止。再说了，母亲给我留了一支暗卫，
保护我安然离开，足够了。那你一切小心，吃喝穿戴都要严格检查，不要碰别人递过来的东西。好。荣静看着满眼关切的女子，一颗剧痛的心得到了莫大的抚慰。她不是一无所有，她还有他。你也要格外小心，我担心朝廷不肯放过宁家。宁之微微微颔首，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最担心的是苏明锦。这人似乎也重生了，熟知所有事件的脉络，也多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让他很不安。这一次他没露面，却炸了大殿，可以说他是唯一不可控的因素，太危险了。我走了。此去万里关山，多珍重。你也是，我在黑石城等你。好。行宫4位辅佐大臣分成2派，一派是首辅和刑部尚书，支持继后所出的6皇子；一派是次辅和宗令，支持贤妃所出的5皇子。6皇子是继后所出，是嫡子，身份尊贵，立嫡立长，他占了嫡，顺理成章继位。5皇子是贤妃所出，贤妃贤良淑德，5皇子占了一个长字，皇位应该由他来做。2派相持不下，各有拥趸。在隔壁灵堂守灵的荣静听着这些吵架声，冷冷一笑。当日皇上临死前只来得及处死了太后，其他还来不及下手就死了，这麻烦也就留了下来。被下旨诛3族的纪国公、陈国公、承恩公也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3位国公爷头顶高悬着刀剑，为了全府老小的性命，疯狂地拉帮结派，将自家的外孙推上皇位。只有这样，才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这朝廷是彻底乱了，而大皇子至今下落不明，没有回来奔丧。如今的局面，荣静功不可没，是他让人将风声透露给继后和贤妃，给了他们缓冲的时间。奋起一搏，拖延至今，在皇上下葬之前，一切都有可能。将水搅得再浑一点。是。夜已深，行宫依旧灯火通明，文武百官和皇室中人轮流为帝王守灵。这一晚轮到首辅和刑部尚书以及6皇子母子，守灵守到一半就使了个眼色，走到偏殿挥退所有人，单独商量事情。明天太关键了，谁主持出殡仪式，谁就是继承之君，是龙是虫，在此一搏。还请2位想想办法，若无儿登上皇位，2位就是摄政王。段首辅深深地看着这个女人，能瞒着所有人生下孽种的，果然不是普通人。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狂野的心跳声。他已经位极人臣，但谁不想再更上一层呢？再保家族100年荣华。他不可能造反，那么摄政王就是最好的选择。他的心一横，准备遗诏吧。啥？刑部尚书还没有反应过来，哪有什么遗诏？老皇帝去世时来不及说。先皇去世之前就准备了遗诏，就藏在养心殿匾额后面，刚刚取回来。刑部尚书愣了一下，哦，这是伪造遗诏？关键时刻还得是首辅啊！富贵险中求，拼了！好好好，皇儿，快谢过2位辅佐大臣。哦，不对，是摄政王。多谢摄政王。 3人相视而笑。就在此时，外面一阵喧哗声，继后眉头一皱：“怎么回事？”灵堂出事了。众人变了脸色，飞奔过去。但入眼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看着这灵堂活色生香的一幕，脸都绿了。去拿盆水来，泼醒。二公主打了个冷战，神志清醒了几分。出去，不许他！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围观者都有了，荣静不娶也得娶了。二公主，你怎么能？都知道她想嫁给荣静，但这么不择手段，会让人看清皇室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昨晚睡不着，想给父皇和姑母上一炷香，
谁知道我一进来就被荣静攻击，然后就这样了。荣静，你强占我的清白，该当何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二公主，你欺人太甚。荣静，你怎么在那里？天啊，这是皇后的亲侄子齐世杰呀！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玩的就是刺激啊！你忘了二公主的生母是怎么死的？这叫一脉相承。二公主崩溃的尖叫声慢3拍的响起，这一回是真崩溃，受的打击太大，她两眼翻白，晕了过去。太医被叫来一诊治，表情一言难尽。两人都吸入了催情香。荣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一直守在灵堂吗？是不是你安排的这一切？这个事的最大利益者，不正是承恩公府和皇后娘娘吗？齐公子上主，齐家多了一条保命护身符。皇后为了娘家，真是煞费苦心啊！你胡说！齐世杰不在守灵名单中，他怎么出现在这里，皇后娘娘应该最清楚，不是吗？你……皇后眼神闪躲，她是做了2手准备，将侄儿藏在自己宫中，万一家族被诛，也能保住娘家一条根。皇后娘娘要保全性命，要保全家族，我能理解，但往我头上扣屎盆子，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你敢威胁我？我是后宫之主。即将殉葬的后宫之主吗？荣静，荣公子，你当时怎么不在现场？人有3急，等我回来时就这样了。哎呀，在灵堂前肆无忌惮搞这种事，就没有半点忌讳吗？其实这事儿是明摆着，二公主使手段想要生米煮成熟饭，谁知反被算计了。众目睽睽之下，只能咽下这个哑巴亏。荣公子，我们做个交易吧。说来听听。首辅、刑部尚书、皇后3人坐在一起，坐在对面的只有一个人，荣静，但气场丝毫不输。你帮助我们扶6皇子上位，我们放你一条生路。生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荣静挑了挑眉，她底气十足，有恃无恐。皇后眼神微闪，语气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能在后宫活下来的都不是善茬，都有几张面孔。荣公子，先皇要杀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葬礼之后，你的命运就不好说了。但如果是我皇儿登基，我保证你会安然无恙，并且给你加官进爵，你看如何呀？我更清楚，先皇明谕赐死皇后和你的母家，所有人都听到了。若没有意外，明天就是你们的生死之日了。他们是明指了，而他只是先皇没有说出口的。皇后的脸色刷得全白了。我们不会死的，我有首辅和刑部尚书2位大人当靠山。禁军听你们的吗？3大营听你们的吗？锦衣卫听你们的吗？荣静轻轻一击，就将皇后击得溃不成军。双方都在争取禁军、锦衣卫和3大营的支持，但他们统一口径，听天子的。先皇去世了，那就听新君的。问题是，这个新君还没有人选，出现了权力真空。话虽然这么说，但各将官自有一番心思，暗中投诚，情势复杂多变。只是有锦衣卫在，他们在暗中监察百官，反而让局面维持着一个诡异的平衡。刑部尚书轻咳一声：“荣静，话不是这么说，只要6皇子上位，特赦天下，皇后和她背后的家族就不用死。”荣静看着他对面的3个人，这看似同一阵营，却各有小算盘。他嘴角扬起一抹淡笑：“哼，若失败了，他们都得死，首辅大人得死，
刑部尚书也得死，你们的家族都得死。这就是从龙之功，富贵险中求，要么鸡犬升天，要么一起去死。所以我只是一个人，你们可是上千条人命。我们手里有兵有权，就算失败了也能杀出去。那找我干嘛？皇后哑口无言。首府算是看出来了，荣静手里有底牌，是长公主给的吧？荣公子，我们就不要再斗圈子了。你想要什么？陕甘总督一职。总督为一方军政之首，地方最高长官，简称封疆大吏，统辖一省行政、经济及军事，从一品高官。刑部尚书倒抽一口冷气：你好大的胃口，就不怕撑死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以我的能力掌管一方，绰绰有余。为什么是陕甘西北地区？你说呢？我可以给你一个知府的位置。荣静站起来就走，刑部尚书急急地叫道：还没有谈完呢。没什么好谈的。等一下，荣公子，有话好好说。不就是一个甘陕总督吗？可以。首府大人，甘陕总督他打算留给自己父亲的，让他出去独霸一方。首府没有理会他，区区一个女人成不了什么大事，如今只是需要他站在台前挡下一切的明枪暗箭。不过你要炮制一份传位遗诏，主导整个过程，扶六皇子上位。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荣静有一手模仿他人字迹的能力，逼真的连本人都认不出来。荣静看出他们面和心不和，只是临时结盟，一旦成事，又将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他嘲讽的一笑，他们躲在暗处搞事，却想把他推到前面顶雷。是有，但明明是你们要谋朝篡位，却让我承担最大的风险，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不划算，我不干。你，皇后更生气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荣静看着老狐狸断手斧，你们付出最小的代价，却封王拜相，划分朝中势力，独霸天下，而我落得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诸位，我看起来有那么傻吗？那你能做什么？策划，但不沾手。我们要考虑一下。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离天亮还有2个时辰，你们一旦输了，就要赔上9族。我一点都不急。一排侍卫围了过来，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是皇后。荣静，你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只有2个选择，一是杀了你，2是全力配合我们。只要我一声令下，外面的侍卫会立马射杀你。话还没说完，荣静右手一扬，外面就响起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侍卫们纷纷倒在血泊中。荣静负手而战，面色冷漠如雪。我若想离开，谁都拦不住，而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皇后娘娘，我能将齐世杰从你的寝宫揪出来，自然也能杀了你。皇后脸上的血色全失，嘴唇直哆嗦，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忽然明白过来，侄子会出现在灵堂的原因是警告他，也是警告他们这些人不要轻举妄动。首府的心一跳，龙影卫，你手里有龙影卫？众人大惊失色。龙影卫是皇家的暗卫，200年来就隐在暗中保护皇室中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来去自如，杀人于无形。可怎么会落到荣静手里？没错，动我之前掂量一下自己的能耐，有没有做过被诛全族的准备。首府大人，晋宁县主之前曾经告诉我一个秘密。等荣静一走，刑部尚书迫不及待地追问：首府大人，什么秘密啊？既然是秘密了，还问什么？我去吃点东西，不听就不听嘛，有什么了不起的？首府大人，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最好把龙影卫抢过来。我家六儿是正统皇子，还没有呢。
荣静好歹是长公主之子，是宗室血脉，总比皇后所出的儿子强些。扔下这句话，他扬长而去。皇后的心狂跳，四肢发凉。他什么意思啊？不是我想的那样吧？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对，他不知道，否则怎么可能愿意扶持六皇子上位？他拼命安抚自己，但心里总不安。段首府转头就找上了荣静。我答应你，但有一个条件。他态度非常爽快，甚至拿出了内阁票拟的正式文书，直接任命荣静为甘陕总督，享有管辖地所有官员的罢免权。这意味着西北军政大权落到了荣静手里，是西北的土皇帝。荣静拿到正式文书细看，确认没有问题，才微微一笑。说吧，你离开时顺便把我的孙女送去西北宁家完婚，我2个孙子会一起送嫁。荣静深深地看着他，这哪是顺便呢，是分散风险，为段家保留火种。万一段家失败，最起码保存了段家一脉香火。这就是浸润政坛多年的老狐狸为家族考虑的万全之策。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时也跟宁家达成了协议。宁家手握重兵，荣静又将主政西北，强强联手之下，若没有意外的话，西北必将固若金汤。成交。荣静站起来相送，快送出门口时，忽然问了一句：明知六皇子非皇室血脉，这个秘密已经被他人掌控，还坚持选六皇子，这可不是聪明人的选择啊。段首府神色复杂到了极点，苦笑一声，轻轻叹息：我没得选。出殡之日，满朝文武带着家眷出席。圣旨到，跪！这哪来的圣旨？这是从养心殿匾额后面取出的遗诏。什么遗诏？居然有遗诏，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萧凌风打开圣旨，大声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帝王受命，必应屠戮，上谒天道，下顺人心。皇后嫡出6子，人品贵重，身消朕功，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六皇子喜出望外，是他，是他，他是新君。皇后和母家承恩公府喜笑颜开，他们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令地下寂寞，让皇后和12嫔妃陪葬，伴随朕于地下。这话一出，皇后的笑脸僵住了，不敢置信地看向段首府。段首府也很惊讶的样子。圣旨还在下。令济国公府诛3族，陈国公诛3族，承恩公诛3族。现场一片哗然。陈恩公刚才还乐颠颠的，感觉要带着家族登上权力的巅峰，谁知一转头，诛3族？不，他不能接受。这是假传圣旨，先皇根本没有留下遗诏。陈国公也大声尖叫：对，假的，这是假的。季国公也要疯了，还以为逃过了一劫呢。是萧凌风伪造圣旨，把他抓起来砍了，诛九族。宗室中人呆了几秒，忽然狂喜中。这3家人家在朝堂上占了不少位置，等腾空出去，自家子弟就有机会了。这是真的，先皇临死前就是这么说的。当时内阁、6部尚书、宗室都在场，我们都听到了。宗室中人更兴奋了，死呗，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段首府悄悄看向人影中不显眼的年轻男子，心跳得厉害。谁能想象这一场血腥屠杀是荣静一手挑起的？他不露山不露水，毫不起眼，却是整桩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一场葬礼过后，所有人精疲力尽，纷纷打道回府。古道边，一黑衣一白衣，2个出类拔萃的年轻男子相对而战。萧大人，多谢你援手。不必，
这只是一场交易。我扶六皇子上位，换一个掌印大权。掌印就是直接负责给皇帝圣旨盖章的，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按照惯例，一朝天子一朝臣，先皇去世，新君上位就会安排自己的亲信接手锦衣卫。之前的锦衣卫指挥使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荣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你要走了？是。把这个给他。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视，眼神非常微妙。没提是谁，但都知道提的是谁。静宁县主宁之威。萧凌风走过来，将手中的锦盒塞给他，随后翻身跃上骏马，扬鞭策马而去。荣静目光深沉如晦。走。大人，不等段家人了。不必，他们会追上来的。要大乱了，赶紧走。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五皇子被一群黑衣人带走了，说是陈国公府的人。陈国公都死了。刑部尚书已经派人奉旨前去诛这3家国公府，诛3族，一个不留。报！陈国公府上上下下都消失了，不见了。段首府的脸色大变，糟糕，走漏风声了。陈国公府是太后母家，权势滔天，其中一支嫡支是驻守西南的将军。不好，要出大事了。苏浩之的尸身在哪里？还挂在京城的南门城墙上，苏明景还没有现身。哼，真沉得住气。果然，皇室亲情淡薄如纸。您怀疑是苏明景的手笔？不错，得想个办法将他逼出来。我在明，敌在暗，这种感觉很不好。他担心的是苏明景跟陈国公府搭上线了，双方联手，那会给朝廷带来大麻烦的。放出风声，择吉日将苏浩之挫骨扬灰。挫骨扬灰是世间最残忍的酷刑，身为人子绝对不能忍受。就这么办，去把大小姐、3少爷和4少爷叫过来。3人很快就来了。见过祖父。段新宇，段家大房嫡长女，聪明伶俐，花容月貌。段承器，大房3少爷，17岁就是个举人，算是段家最出息的一个孙子。段成功是2房长子，排行4，喜欢舞刀弄枪，性子暴躁。你们收拾一下行李，连夜去西北。去西北？去干嘛？奉旨成亲，先皇已经将新宇许配给宁家，你们赶到西北，等一出国校就成亲，到时候嫁妆我会派人送过去。祖父，您说什么呢？婚事哪有这么仓促的？我段家风风光光嫁女，怎么也得将宁家子叫到京城，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祖父，是出了什么事啊？京城要乱了，送嫁去西北，是给家族留的一条后路，你们切记，一切要以家族为主。若段家有事，他们3人就是段家的火种。荣公子，荣公子，您怎么走得这么快？我们日夜兼程，晚上都在赶路，追得快累死了。这是在怪我？不，当然不是。荣公子，您别误会。荣公子，家兄是一时情急，生怕追不上您，若有得罪之处，我代他向您赔个不是。行了，都去休息吧，明天卯时出发。这么早？不如就在这里暂时休整1、2天吧，也不急在一时。那你们慢慢休整吧，我们按时启程。荣公子，您答应过我们祖父要将我们带到西北的。对，带去西北，至于是人是尸体都可以。他怎么这样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哎呀，少说2句吧，他一直是这样的性格，对谁都冷冰冰的。不是的，他对某个人很特殊，看人家的眼神都带着温情。你们是什么人？
长青镖局在此，闲杂人等速速避开！你们是长青镖局的人，太好了！我们是长青镖局主的亲戚，我家小姐受伤了，得送到最近的城镇救治，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快过来搭一把手。路不好走，容易出事，我们都不敢走动，你们也歇一歇，等雨停了再说。去前面的破庙避一避吧。前面有破庙？对，就是不怎么好找，只有经常走这条路的人才知道。哎，你们不是长青镖局的人吗？怎么不知道？第一次走，我们得过去避一避，你们可以跟着。见过魏姑娘。宁之威打量了她几眼，她是吕继美，前世18路反王之一，出身明州勋贵之家，后起兵作乱，称明王，吕氏枭雄。吕公子好，需要救治的是哪位？是舍妹。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昏睡在软垫上，一动不动，若不是有微弱的呼吸，差点以为是死了。宁之威一眼就认出了她，吕归仪，一个野心勃勃的美人儿。她不甘心只做困守后院的女子，积极帮助兄长起事，游走于各路诸侯之间。别人政治联姻是被迫的，而她是主动的。她还跟苏明锦有一腿，勾勾缠缠，相互利用，互通有无，还挺有意思。是剑伤，差1寸就要伤到心脉，情况很严重。那能治吗？这得问我家小姐。吕公子愣住了，这什么意思啊？能治，但你打算怎么还这个救命之恩？啊？我刚才特意给你们引路，也算是救了你们一行人。宁之威呵呵一笑，他果然是存了小心思的，还不仅仅如此吧？你要是这么说，那也行。芍药，给他护住心脉，让他撑到大夫来治吧。魏姑娘，你这算什么意思？两相抵消的意思。能救就不肯救，这可是违背了大夫悬壶济世的初衷。这就没意思了，说不过就玩道德绑架。谁是大夫？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什么悬壶济世，跟我没有关系。你想要什么？镇西关。镇西关是我吕家世代镇守之地，你这是要挖我吕家根基。明州吕家是这一片土地的土皇帝，这也是日后起事的根基。吕家？谁的吕家？吕继芳的吕家？吕公子脸色大变，满脸戒备。他居然知道他的幼弟吕继芳，也知道他家不为人知的内情。你什么意思？吕阳光宠妾灭妻，期待你长成威望渐盛，设计将你们兄妹逐出家门，一路追杀。你妹妹的伤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吗？其实是想借我们这一支队伍拖避你们兄妹逃过追杀，不是吗？明明是想让我们帮忙，却想让我们主动开口，只有我们欠你的，不是吗？一声声反问，问得吕公子心乱如麻。我有2个条件，一是救我妹妹，2是帮我们逃过吕家的追杀。可以，但我不可能把镇西关给你。哼，这是耍我们？不，镇西关是我们吕家的根基，我想请你帮我杀回吕家夺权。好事都被你占了，坏事都是我们的，帮我们是傻吗？明州13县，割清河、庆云2县给你。这2县跟西北接壤，位于2州中间，人少地偏贫瘠，弃之也不可惜。宁之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以后会后悔的。这2县地底下有煤矿，我还要白云县，那里有一座铁矿。为什么要白云县？我记得那边的土地种不出粮食，百姓都跑光了。3县连成一片，正好是2州之间的缓冲带。这解释合情合理，没有半点漏洞。吕公子还是半信半疑，犹豫了很久。行，静宁县主，以后请多关照。他行了个大礼，再猜不出来就是傻子了。合作愉快。前有军队阻拦。哪位是宁之威？我是。我和你大舅是平辈，也算是你的长辈。
怎么不向我行礼？先国后家，我是朝廷亲封的县主，超一品。吕大帅是明州巡抚，从2品，你应该向我行礼才对啊。身为齐朝的臣民，这朝廷的规矩还是得守的。不守，是想当叛党吗？见过静宁县主。起来吧。静宁县主，听闻我家儿女跟你一路同行，我亲自来接他们回家。他以为还要软硬兼施，实在不行还要打上一场，谁知宁之卫一口答应了。好啊，静宁县主。不过在之前我们算一笔账。你大舅子带人袭击我方，造成我方巨大的损失。吕大帅的心一疼，他方死伤惨重，说出来怪丢人的。听说你们无一伤亡。我心里受伤了，我把吕家当朋友，没有半点防备之意，没想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袭击，整整4次，这让我非常伤心难受。是我认人不清啊，还以为吕大师是个好的。唉，我把人当朋友，人家却想要我的命，我的心是伤透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精神赔偿？你想要什么？10万担大米，或者10万两黄金，或者把跟西北接壤的4县割让给我。你疯了，做梦，想都别想，狮子大开口。你吓到我了，好害怕呀。周先生，人家要杀了我们怎么办？明州是要跟我10万宁家军为敌吗？你是何人？军师周鸿烨。哈哈哈，原来是周先生。我向来礼贤下士，广纳人才，不知周先生有没有兴趣投奔我？他当众挖墙角也太不讲究了，当然也算是一种战术。若是小心眼的主上已经在心里扎下刺儿了。宁家与我有大恩，我不敢有半点背弃之心。良禽择木而栖，宁家只有一个成年男丁，而且是个废人，没有未来可言。而我明州兵强马壮，人才济起，大有可为呀。若先生愿意投奔于我，我一定将先生奉为上宾，功名利禄应有尽有。吕大师这是有不臣之心啊！胡说什么？我对皇上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天地可见。景宁县主，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我放你们安然离开。你把军师送给我，否则就兵戎相见。也不是不行，但若是了解他的人，看这表情就知道他要坑人了。可惜吕大帅不知道啊。说，给钱，给粮，给地。你怎么这么庸俗，整天就知道索要这些金银俗物，丢尽宁家的脸。你清高，你了不起，那你把价值千金的衣服脱了，身上昂贵的配饰都摘了，光秃秃的才不俗呢。吕大帅气得吐血，她真的是个女的吗？边关长大的小娘子就这么肆无忌惮？他转了个话题。周先生，你看看清楚，这就是你一心效忠之人的真面目。他根本没将你当一回事儿，为了钱都肯将你给卖了。周鸿烨快笑死了，主公真是个妙人啊，他总能用奇奇怪怪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面上沉痛，难过又纠结。只要他一日是我主子，不管他怎么待我，我都没有怨言，只会鞠躬尽瘁，尽心尽力为他筹划。这么忠心耿耿的谋士，吕大帅更想要了。宁之威，你就做个人，放他自由吧。原来你想白嫖啊，什么都不付出就想得到，整天只知道说一些漂亮话骗人，跟着这样没有诚意的人哪有什么好前途。各位将士们，不如你们投奔我们宁家军吧，我保证你们都吃饱穿暖，还能让你们的家人吃饱穿暖。什么功名利禄，对普通士兵来说，活着能吃饱穿暖就是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景宁县主，当着我的面挖我墙角，是不是太过分了？跟你学的，你做初一，我就做15。您别跟他废话，在胡说八道这方面，您不是他的对手。那怎么办？我观这静宁县主不是凡品，最好能结秦晋之好。让他当我的正房，这好像也行。幕僚差点呛着，主人公虽然是明州的土皇帝，但让一个超品的县主给一个从2品的官员当续妻，哪来那么大的脸啊？您觉得他会甘心当10几个儿女的后妈吗？但我都压制不住宁之威，那就要他心甘情愿，不谈感情，只谈利益。当下吕宁2家联姻，将2地连成一片，才符合2家的利益。他若为宁家考虑，一定会答应这个提议。那挑谁？我那几个儿子也不是很出挑，只有季风还行。哎呀，就是年纪相差了几岁。让他自己挑，万一挑中季美呢？那就让大公子当继承人。为了吕家100年大计，还请主公暂且忍一忍，等大事落定再说。想想您的雄心壮志和千古霸业。静宁县主，这是送你的见面礼。别指这么花里胡哨的，你用过的东西我怎么用啊？给银子吧。你们身上有钱吗？都给我。手下们七七八八凑了凑，总算凑出3万两银票，送到宁之威面前，总算换了他的一个笑脸。景宁县主，请吧。行，飞鸽传书给一面小将军，说我等在曹县吕家别庄暂作休息，请他在2地交界处驻扎一支军队，随时听我号令。景宁县主，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下一句，说我有个闪失，派出暗卫执行斩首行动，将吕家杀个精光，一个不留。吕庄别庄，他们不要现成的饭菜，说吃不惯，都是自己在小厨房做。吕家的奴婢一概不要，只用自己人，非常谨慎。宁家的侍卫分成2批，一批守在正院4周，一批守在大门口，行令禁止，军纪严明。我派人去讨话，但人家根本不搭理，塞钱都没用。钱是收的，话没有一句准的，讲急了他们的主子，不要脸。那个军师呢？他忙里忙外的操持，都是他在安排人手，权力很大，看样子真的是幕后出谋划策的人。至于静宁县主，就知道享乐。夫君，是他的宠妾李氏。见过夫人。陈先生也在啊。夫君，我大哥在哪里啊？来人，去跟静宁县主把李大海要来。吕大帅都把李大海抛到九霄云外，忘得干干净净了。李氏的脸色不好看，感情还没有将人救回来呀。不一会儿，下人就匆匆跑回来。今宁县主说1000两黄金，不二价。我送给他那么多东西，怎么还要钱呢？他说一桩归一桩，你给的是见面礼，这1000两黄金是赎金，还说什么？李将军被扔在马厩2天没吃东西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到时候死了残了，不能怪他。胆敢在我吕家的地盘如此放肆，真是不知死活！来人，叫上所有的奴婢，跟我打过去！主公，您不阻止吗？就让他去试试。女人对付女人更有办法，说不定能成呢。宁之威，宁之威，你这个贱丫头，给我出来！话刚说完，李氏忽然脚下一绊，重重摔在地上。是谁干的？是谁？出来受死！守在门口的宁家侍卫一点反应都没有，不闻不问不听，像木头般。
但李氏认定是他们干的，气得两眼充血。宁之威，你再不出来，我就要砸门了！砸，给我狠狠的砸！门开了，一道轻笑声响起。这是谁啊？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李氏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是一巴掌。谁知对方轻轻一侧身，李氏就扑了个空，又一次摔倒在地。宁之威，你怎么敢躲？你指使侍卫们害我摔跤，崩掉了牙齿，你该当何罪？证据呢？除了你的侍卫，没有其他人。哼，那就不好说了。像你这种不讨喜的性子，有仇的对家多的是。你带了这么多人过来，谁知道有没有藏在里面？是你，就是你，宁之威！叫我干嘛？你是谁？静宁县主。那你呢？我是芍药，静宁县主的丫鬟。小姐啊，这老女人眼神不好，性情暴躁无礼，是个没脑子的。静宁县主，你的属下崩了我的牙，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不给，你算什么东西？我是吕大帅的夫人。不是妾吗？什么时候给扶正的？就算吕大帅亲至，也不配让我给一个说法。你一个没品级的妾室冲撞清风的县主，这是以下犯上，给我打！侍卫立马冲向李氏，随李氏而来的下人们不禁急了，纷纷上前救主，但哪是侍卫的对手啊？不一会儿就被打趴下了。李氏被强摁在地上，他到现在都不相信宁之威敢打他。别打了，是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以下犯上冲撞了贵人。静宁县主，求求你饶了我吧！真心求饶？是，给钱！快去把我压箱底的宝贝都取出来！快，跑着去！他的心腹立马撒开脚丫子狂奔，不一会儿就捧着一个百宝箱回来，交到宁之威的手里。哟，有57000两银票，100两黄金，几两碎银子，一堆的珠宝首饰。这是你非要送给我的，对吧？对，是我求着你收下的。是个懂事的，放开他！就在此时，吕大帅带着人冲进来。宁之威，你怎么敢打我的女人？吕大帅，我帮你挡住了杀身之祸呀。你知道先皇驾崩吗？知道。吕大帅有些茫然，这是天下皆知的大事，谁不知道？按照规矩，先皇驾崩，天下臣民守3个月的国孝，期间不得饮酒，不得欢宴，着素衣，不得穿红戴绿。你这位太太一身正红，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不守国孝啊！不守国孝者，轻者丢官，重者全家抄斩。哎呦，娼妇！多谢静宁县主援手，吕某不胜感激，我会好好管教他的。就这样？什么？我跟吕大帅有一点点交情，会帮着隐瞒，但我这帮兄弟可不会。每人赏5两银子。才5两？10两，你看如何？20两，就这样吧。吕大帅气得浑身发抖，但还得忍着出钱。等一回到住所，立马2巴掌过去，把李氏打倒在地。真是个蠢货，差点害死我吕家满门。夫君，他这是借口。对，是借口，但是你亲自送上去的把柄，这不能灭口吗？灭你个头！她不是你这种无知的内院妇人，是先皇清风的静宁县主，是宁家家主，更是宁家10万大军的幕后之人。你教教我怎么灭口？他如今人在明州境内，我们说了算，随便给他安一个叛国的罪名，令谁都不敢帮他出头。主公不可呀！一旦宁之威出事，宁家的暗卫就会出手诛杀吕家满门，一个不留。哼，那是吓唬我们。宁家军和暗卫怎么可能听一个野丫头的？宁家有男丁。闭嘴！我要的
是吕宁两家联姻，宁家军归入我吕氏的版图。不要，夫君，你不能娶她。她要是成了吕家主母，我们后院的女人和孩子都没有了活路啊！夫人多虑了，金宁县主的眼光高着呢。父亲，让儿子试试呢。夫君，芳儿出类拔萃，贤明聪慧，是最佳的人选。周先生，安排人手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去，将明州的情况里里外外摸透。是。至于吕家的军队，得摸清他们有多少人马，以及各地驻防布控情况，最好能拿到驻防图。这有点难，驻防图在吕大帅的书房，严禁任何人接近。主子，吕继美大少爷求见。主子，吕继芳小少爷求见。宁之威眼睛一亮，办法送上门了。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跟静宁县主一路相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在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倒是你，有点奇怪。我是奉父母之命前来交赎金，接我舅舅回去的。哼，李大海倒是有一个好妹妹。大哥，听弟弟一言，天下女人多的是，何苦将手伸向自己的庶母？这是不伦，只会让吕家脸面尽失。你娘非要勾引我，缠着我不放，我有什么办法？哼，不得不说，你娘骚的带劲儿，媚骨天成，比青楼女子更风骚。都到这一步了，吕公子索性拉着李氏共沉沦。他的名声不好，李氏又能好到哪儿去？李氏所出之子又能好到哪里去？吕大帅那么爱面子，怎么受得了一顶绿帽子？哪怕这顶绿帽子是假的，但世人不会这么想。吕继芳被刺激疯了，一拳打过去，吕继美闪身避开，还大声叫嚣：李氏天生淫贱，脱光了对着我搔首弄姿，我是个男人嘛，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宁家人跑出来看热闹，乐得不行。等吕大帅闻讯赶过来，已经闹得不成样子了。住手！统统住手！父亲，大哥太过分了，他孽障，你怎么敢这么说？哼，这是实情，我和他睡过了，一直瞒着您呢。父亲，不过是一个贱妾，玩玩罢了，大不了我赔你2个花魁。要玩一起完蛋，这同归于尽的打法得益于周先生的暗示。对呀，凭什么他一个人扛着莫须有的罪名？他不好过，李氏母子也休想好过。这屎盆子扣实了。李氏眼前一阵阵发黑，当初破釜沉舟，实际让吕大帅彻底厌弃了长子。当时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后悔。夫君，绝无此事，我这就以死明志，还自己一个清白。哎呀呀，以死明志是假，畏罪自杀才是真啊！景宁县主，这是我家的家务事，请离开。不，我就要看热闹，还要写信分享给满京城的人。你们这是要联手逼死我吗？凭你也配我出手？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你得早点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一个妾，贱妾。静宁县主，你我联姻如何？你助我拿下明州，我助你拿下宁家军主帅的位置，我们把两地连成一片，共享盛世太平。静宁县主，你选他还不如选我，父亲会全力支持我，而大哥不过是一枚弃子，早就被逐出家门，不配姓吕。一道冷笑声响起，一对桃花眼冷冰冰地看着吕继芳，像看着一个死人。你是什么人？怎么闯进来的？荣静，我来了。来了就好，进去给老夫人请个安吧。好。他是谁？你连他都不认识啊？荣进荣大人，前大理寺卿，长公主之子。居然是他，果然名不虚传。他跟静宁县主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晚辈荣静
给老夫人请安，愿老夫人早日康复。是荣大人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呀？我这是从京城来，去往西北，我们会一路同行。老夫人，您叫我阿静就好，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知微没有告知您吗？什么事？先母临终前为我和知微定下终身，我们有婚约。什么？真的假的？知微，这是真的吗？真的，事情太忙了，我一时忘了。原想着到了西北再禀报长辈。你们决定就好，我年纪大了，不插手年轻人的事。那行，您先休息，有什么事情叫我。两人回到宁之微所住的居所。有什么吃的吗？没吃饭。芍药，让人煮碗面，这个最快。是。我是不是坏了你的计划？他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小心思，宁之微还看不出来吗？没事儿，迟早会知道的。我不是故意隐瞒，而是这个时间点不对。我是宁家家主，但我的孩子不会继承家主之位，迟早会回到宁家嫡系一脉。我明白，站得越高，责任就越大。如今是宁家需要你。他理解他，也深深的懂他。宁之微只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些，在别人面前他是一家之主，要为所有人负责，不敢流露出半点脆弱，绷的时间长了好累。他是人，不是神，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你怎么过来的？京城什么情况？京城乱得一塌糊涂，段首府力保六皇子登上皇位，五皇子在旧家的帮助下逃出京城。吕家这边什么情况？想用联姻的方式吞并宁家。哼，痴心妄想。开门，快开门！本帅擒拿朝廷钦犯，荣进，你快出来！这是干什么？吕大帅这是不想我留在这里？直说就好了嘛。静宁县主，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位荣公子却是朝廷钦犯，我等见之就地格杀。哼，我还以为六原及第的状元郎有多了不起，原来是人人唾弃的乱臣贼子。乱臣贼子？哼，你别装了，我们已经知道你在京城干的好事。在先皇去世时结党营私，强行扶五皇子登基，失败之后跟五皇子一起逃出京城。像你这种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吕阳光，还不速速拜见甘陕总督荣大人？你说什么？本官奉皇命前往西北任职，途经明州，本想好好跟吕大人聊聊朝中大臣对你的看法，没想到你听信谗言。吕帅的心一跳，吕家在明州是土皇帝，但朝廷如果对吕家不满，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此，每年他都要花重金贿赂朝中官员。什么？朝中大臣怎么看我？首辅大人是怎么说的？不必多言，吕家要倒霉了。这……吕大帅拿不定主意，荣敬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大帅，段府公子求见。什么段府？不见。还是见见吧，毕竟是首辅家的孙子。段府，段首辅，快开正门迎接。姬芳，你亲自去。是。见过静宁县主，这是祖父的亲笔信。你祖父说婚礼一切事宜由我做主，你们放心吧。多谢静宁县主，以后舍妹还请多关照。这是段宁两家的联姻是先皇的旨意，祖父命我们千里送家。荣大人，你跑得也太快了吧，就不怕我们走丢吗？首辅大人跟荣大人关系很好，祖父将我们三兄妹托付给荣大人照顾，关系能不好吗？吕大帅暗暗心惊，宁家、段家、荣敬这三方已经结盟了。他们结盟了。
主公，您息怒，这种结盟各怀鬼胎，只要从中搞点事情，立马就散了。照计划行事，一定要拿下明州。您为什么坚持要明州？明州离西北太近了，如今西北还在战乱。因为有铁矿和煤矿。谋臣倒抽一口冷气，铁矿，打天下必须要有，必须拿下。我怎么觉得吕大帅的态度有点奇怪，去而复返，口口声声说荣靖是叛臣贼子。我也觉得挺奇怪，像是有人故意在他耳边挑事。是谁？我想到了一个人。我也想到了，苏明锦。前朝余孽，他们也跑来明州了。应该是。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去南方？苏浩之生前经常去江南写生，江南应该有他们的大本营。因为明州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家主，吕大帅摆了洗尘宴，宴请所有人参加。众人相视一眼，只有一个念头：宴无好宴。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就算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各位，请举起杯，一起敬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一杯，请。所有人举杯同饮，气氛和乐融融。吕大帅见宁之威和荣靖都喝下了水酒，嘴角翘了翘，眼中闪过一丝幽光。荣大人，我有一个庶女，长得千娇百媚，琴棋书画皆通，送给荣大人红袖添香。我不纳妾。哎呀，同房、书房伺候的丫头都行。于理不合，吕大人的庶女进宫都有资格。新皇登基，国孝之后必将广纳后宫，到时吕大人可以往宫中送。新皇是个怜香惜玉的。吕大帅心里一动，这主意好啊！比起年年重金贿赂朝臣，不如宫中有人呢。先皇年纪大了，这几年已经不怎么进新人，但新皇不一样，还没有娶妻纳妾，有的是机会。哎呀，我的头好晕啊！我好像喝醉了。不对，我的手脚都动不了了，是中毒。吕大帅，你在酒中下了什么毒？不错，是我下的毒，无色无香，中毒者全身筋骨酸软，动弹不得。景宁县主，我全是为了你啊！我今晚就是我和你拜堂成亲之日，高堂在，满城宾客俱在，就让所有人见证我们的婚礼。荣靖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杀气，痴心妄想，这是活腻了。我若不嫁呢？不嫁也得嫁，由不得你。想想宁家那些女眷们，她们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是朝廷亲封的晋宁县主，你动我，就等于藐视朝廷。你哪来的胆子？这是要造反吗？这不是两厢情愿的事吗？你主动要嫁给我，我不得不娶。吕元光，我们的眼睛都没瞎。荣大人，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事后我会把白云县送给你。荣靖想将他碎尸万段的心都有了，居然敢觊觎宁之威，混账东西！宁之威的轻咳声响起，一个警告的眼神飞过去，荣靖抿了抿嘴，硬是将怒火压了下去。谁给你出的主意？这么下作的风格，应该是前朝余孽苏明锦吧？他在哪里？什么苏明锦？我没见过。你不要拖延时间了，没人会救你。你上了苏明锦的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让你挡在最前面。他要的是我们两家同归于尽。胡说八道，我又不是蠢货。景宁县主，来，我扶你起来拜堂成亲。春宵一刻值千金呀！还好吗？我没事，
我们没中毒。龙隐卫听令，把吕宅控制起来，所有吕氏中人都押到这里，一个都不要放过。主子，吕继美吕大公子被一个新进的门客掳走了。吕大公子不被允许参加宴会，被软禁在房间里。宁之威和荣静相视一眼。苏明锦想干嘛？苏明锦，前朝皇室余孽，你想干什么？吕大公子莫慌，令尊已经死了，吕家已经被宁之威和荣静控制起来了。你若留在吕家，只有一条路，死。所以呢？我想跟吕大公子合作，我帮你夺回明州。明州13县，你6，我4。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乱臣贼子合作？若是朝廷知道，你我都落不了好。你是吕家的大公子，就没有半点野望？朝廷腐烂的不成样子，先皇一上位，4大辅臣刚死了一个，很快就会有第2个。朝中重臣为了权力斗得你死我活，无暇他顾。眼下正是我们大展宏图之时。你要造反？是我们一起造反。我助你夺天下，但你要封我一字将王，世袭罔替，永不降爵，吕苏2家共享天下。他若是无条件的帮助吕继美，吕继美自然不信，但开出这样的条件，吕继美一下子心动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位大家轮流坐，吕家为什么不可以？你是前朝皇室子孙，实力应该不俗，为什么不自己干？200年过去了，世人早就忘了姜潮，人心不在我这一方。最关键的是，我苏家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军队，而吕家有。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这简单，联姻吧。听说令妹聪慧过人，我诚心求娶。啊，我妹妹还陷在里面。苏明锦双手一拍，门打开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款款走进来，正是吕小姐。哥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大家放心，只要乖乖听我的话，我就不怎么杀人。若是朝廷怪罪，可如何是好？他是笑着说的，但话里的危险是个傻子都听出来了。一名官员战战兢兢地说道：晋宁县主，您是被逼无奈才奋起反抗，是吕大帅不做人，被杀也是活该。对，是吕大帅强取豪夺，连晋宁县主都敢染指，狂妄自大，眼里没有王法，没有朝廷，自有余辜。对，我们都能为您作证。听到大家这么说，我既高兴又忐忑。有这么多支持我的人很高兴，但又怕朝廷不相信，这可如何是好？那简单，把刚才的事写下来，所有人签字作证，做成案卷递上去。好主意。对了，吕大公子被前朝余孽掳走，据我推断，前朝余孽这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剑指军政大权。为了防止军队被邪果作乱，请各位大人将兵符和官印交出来，暂由我保管吧。主公，跟他们废什么话，直接抢过来吧。吕老贼今晚做出这样的丑事，我不信他们事先不知情，很多是他的亲信。晋宁县主，我真的不知情，我只以为是洗尘宴。我也以为是洗尘宴，事先什么都不知道，我冤枉啊！那就用兵符和官印证明吧。室内一片寂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吭声，也没有行动，陷入了僵局。交还是不交？晋宁县主，救命啊！各位，我的脾气很好，但我手下都是一群毛毛躁躁的少年郎，若有得罪之处，请多海涵。晋宁县主，不是我不想交，而是没带在身边。行，春生，你带一支人马去吕府查抄，没有抵抗就别杀人。是。晋宁县主，你没有资格这么做，我是朝廷命官，只有皇上才有权查抄我吕家，你这是要造反吗？话刚说出口，一道白光闪起，血飞溅起，他不敢置信地瞪着自己的胳膊，掉在地上，浑身发抖，巨大的惊惧如潮水般涌上来。
我教，别杀我！官印在我书房里。你们呢？宁之威看向其他人，带官印兵权的交出来，没带的说出藏在何处。宁之威直接让手下去取。还请各位暂留在吕府，等一切平静下来再走。金陵县主，我的妻女。放心，我不动女眷。你们有什么事跟周先生说。周先生，这里交给你了。是。一晚上发生了好多事情，宁之威累得够呛，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个身影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怎么坐在这里？唉，手里能用的人实在太少了，遇到事周旋不开啊。我们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就是得多花点时间。你是怎么想的？将明州直接并入西北，朝廷肯定不会同意。岂止不同意，还会派兵镇压，这算是犯大忌了。那就扶持一个吕家傀儡上台，我们暗暗吞噬吕家的势力，等时机成熟再并入。这也行。你看看让谁接手？周先生吧，他足智多谋，再给他配一个武将。宁小虎，暂时用着吧。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是宁家从小培养出来的侍卫，忠的是宁家。宁之威是宁家的家主，他自然是会听的。但哪天跟宁家男丁有了利益冲突呢？他会帮谁？不是信不过七哥，而是宁之威喜欢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就算真有那么一天，他也能全身而退。荣静深深地看着他，他这是起了自立门户的心思。明州就是他想要拿下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把春生也放过去，相互制衡。少年营才是宁之威的嫡系，对他忠心耿耿。也行，我想让大姐姐辅佐周先生，他们在京城时配合得很完美，你觉得如何？宁大小姐外柔内刚，行事极为章法又周全，又是宁家人，关键时刻能节制宁小虎。周先生毕竟不姓宁。对。家主，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见过老夫人。志威，别太辛苦了，身体要紧呐。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基本控制住了局面，男女分开来关着，先关几天再说。你是做大事的，我也不敢多管你。只是我思念小妻心切，这心七上八下的，只想早一点见到他，我这病也就好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赶路啊？我暂时走不了，说老夫人急着要走，那我安排人手送你们先过去，等我这里安排好了再去追你们。这明州毕竟是吕家的地盘，他们斗来斗去是他们的事，我们不宜牵扯得太深，这是朝廷的大忌。是，罗三牛和方平还在外面办事，等回来之后就让他俩护送老夫人一行人赶往西北。他们一个是您信任的退伍老部将，一个是在西北生活多年的宁家旧部，都是不错的人。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诸位也好好休息吧。等他一走，室内就热闹起来了。宁四少夫人眉头紧皱，祖母，他这是不管我们死活了。闭嘴，胡说什么？都退下吧。老大媳妇，你留一下。母亲，儿媳妇是您睡下吧。你怎么看宁之威这个孩子？聪慧重情，杀伐决断，心性坚韧。他什么都好，就是他对权势过于痴迷，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宁大夫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人心是肉长的。宁之威打上门，将宁文音救出来，还带在身边精心培养，就冲这一份恩情，他这辈子都站定了宁之威。老夫人，
您啊，别想那么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再怎么着，也不会比全家进天牢、苟延残喘更糟糕啊。小姐，出事了！怎么了？吕继美带着人马杀回来了，在城门外交阵呢。他哪里来的人马？但凡他手头有人，也不会被千里追杀了。难道是苏明锦给他的？走，去看看。四面城门都关着，任何人都不能进出。荣静和周红叶站在城门，吕继美带着一群人马在底下叫嚣。荣静，周先生，别担心，我让人去把吕继芳带过来，以毒攻毒，让他们自相残杀。打算让吕继芳当傀儡？看他此次的表现，既然我们不想让朝廷察觉，那总要有一个人摆在台前。景宁县主，你无故杀我父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我明州10万大军都不答应。得，宁之威一听这话就懂了，人家是要接管军队，想要明州之主的位置，怪不得甘冒奇险杀回来，富贵险中求啊！这就是你明州的将士，怎么看着像土匪盗贼啊？城里的士兵听着，你们是我明州的将士，是我吕家的人。景宁县主杀了你们的主公，你们还不快杀了他为主公报仇？吕继美跟前朝余孽勾结，大胆弑父，被发现后连夜逃出城。啊！你放屁！我没有，是你杀了我父亲。你敢对天发誓，真的没有跟前朝余孽苏明锦勾结吗？那，你敢不敢发誓，你没有杀我父亲？我敢，我这就对天发誓，吕大帅不是我杀的。吕继美，轮到你了，你脸色这么难看，是怕誓言应验吗？你，大哥，父亲只是暂时不想让位给你，你就丧心病狂的杀了他，你没有人性。这致命一刀还得是亲兄弟来。有了这句话，吕家内乱自相残杀成了定论，跟宁之威没有什么关系了。季芳，你怎么助纣为虐？你帮着杀父仇人，对得起父亲这些年对你的厚爱吗？大哥，所有人都看到你弑父，证人无数，你还这么狡辩？荣静挑了挑眉，昨晚白干活了，所有的证供都要推翻重来，哪是宁之威反抗引发的，分明是吕家内乱。怎么了？我总觉得事情不对劲。吕继美集结了一批草寇攻打我们，太过草率，更像是牵住我们的视线。声东击西。对，他们剑指白云县。我亲自带人过去，还得辛苦你留下主持大局。只有他有能力、有手段、有谋略，压制住这满城的妖魔鬼怪。荣静轻轻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相聚，一转眼又要分开了。这里交给我吧，你放心。对了，他没有去收尸吗？怎么还在外面乱跑？荣静忽然离开京城，但还是留了眼线。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别提了，那个狡猾的家伙居然弄出了一个替身带他出面，替身万箭钻心，他倒是跑了。这么一来，手下们也不好怪罪他了，总不能逼他出去受死吧？对亲爹都这么薄情寡义，更不要说对别人了。苏明锦只在乎自己。宁之威微微摇头。苏浩之的尸身呢？烧了，挫骨扬灰。这就是乱臣贼子的下场，震慑世人。我给新君上一道折子。皇宫御书房，新皇呆呆地拿着一本奏折，听着3位辅佐大臣商量国家大事，而他没有做主的权利。前不久，赐府在朝堂上提议还政于新君，让新君亲政，结果晚上就暴毙了。新君闻之后病了半个月，病好后什么都不敢过问。首辅大人，晋宁县主的奏折。拿上来。段首辅打开奏折看了2眼。京宁县主说，路经明州上访吕大帅，
吕家大少爷跟着前朝余孽苏明景勾结，经受弑父夺权。吕家小少爷就其一般老部将奋起反抗，吕家大少爷叛逃，吕家小少爷被推举为吕家家主，明州之主。简单的几句话，却透露出明州的风云变幻，风绝云诡。还有，忽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段首府变了脸色。苏明景率众往西北方向逃窜，请皇上封他为征西将军，他自己招募士兵征讨前朝余孽，不让他为祸一方。众人不约而同的否决，绝不能让一个女子沾染兵权，还要发文怒斥他荒谬无礼。段首府拦住了。这倒不必了，女孩子浅薄无知，不懂朝廷之事，但看在宁家的份上，饶了她这一次。众人也不好再说，新皇眼神闪闪烁烁，不知在想些什么，但段首府始终眉头紧蹙，没有松开过。散会时，刑部尚书快走了2步，压低声音问道：首府大人，您在担心什么？家中老妻病倒，我有点担心呐。刑部尚书默了默，人家不想说，那就别自讨无趣。原来如此啊，那您早点回去吧。首府夫人没有生病，只是懒得接待客人，闭门不出。段首府在相濡以沫的妻子面前放下防备，不安地来回踱步。哎呀，你担心什么？他居然想让皇上封他为征西将军，这也太可笑了。我大齐皇朝立国以来，从没见过女将军，他怎么敢？有了兵权，他还会得寸进尺，一步步逼近。宁家历来忠君爱国，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人？那是静宁县主，他是在西北长大的将门之后，是胆色逼人的宁家家主，他有什么不敢的？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你还不觉得他大逆不道吗？静宁县主做什么都不意外，他连太子妃都不想当，只想当女将军，也没什么吧。段首府快被他气死了，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懂什么？看着他暴跳如雷的样子，段老夫人真怕他中风，赶紧换了个话题。你同意了吗？当然没有。那你有什么可气的？你还不了解他，他一旦起了这个心思，就一定是要做成的。他挑战世俗规则，对皇室没了敬畏之心，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那赶紧把心雨他们接回来吧，婚约不能取消，就一直拖着。拖上几年，等事情淡了，再跟宁家协商能不能悄悄把婚约解了。以宁之威的性子，不会故意为难一个女孩子的。不可能。首府夫人发现他的心思太复杂难懂了，既担心宁之威乱来，又不肯接孙子孙女回来，这算什么？感觉像两头下注。问题是，宁之威哪有什么资本让他下注啊？宁家10万大军吗？算了，不想了，让他去操心吧。这是心雨小3小4的书信。有没有说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当时都没有在现场，并不清楚，只说事发之时，宁之威和荣静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局面，还说两人定下了婚约。段首府的脸色巨变，两人强联手，更棘手了。还说已经见过宁家女眷，宁老夫人对她不错，众人对她颇为照顾，宁七少夫人对她有点排斥。段首府越听越不对劲儿，这不对啊，他们的行动被限制了，怎么还能传出信？明州，宁之威给宁老夫人和各位女眷行了礼，说明情况。前朝余孽已经赶往西北作乱，无数西北居民将受其害，我得赶过去阻止他们成事，还请老夫人恕我不能一路护送之罪。唉，一定要去吗？此去危险重重，
但有些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护百姓是宁家军的责任。珍重。你也是，凡事小心。吕家人能杀的都杀了，别给他们作乱的机会。知道了，放心吧。我能抱抱你吗？宁之薇愣了一下，随后偷偷的笑。胆子这么大，那脸红什么呀？他主动伸出双臂，荣静受宠若惊，一把紧紧抱住他。我等你。我们都要好好的，等我。主公，这就是白云县城。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白云县已经落入苏明景手中。您怎么看出来的？你看这城门的士兵，有什么发现吗？众人看了半天，不就是普通士兵吗？有什么问题吗？西北地区饷银经常拖欠，最底层的士兵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可这些守城的士兵呢？不像是吃不饱的样子，还很精壮。对，苏明景可不差这点钱，一半留在城外接应，一半打散了跟我混入城中。什么人？去哪里啊？我是仁心堂的伙计，陪东家四处购买药材。仁心堂，大家纷纷看了过来。这个他们都知道，这是半年前隔壁黑石县新开的一家药铺，不大，但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义诊。冬天时每2天熬一次姜汤，让附近的百姓们熬过了最寒冷的季节。您就是仁心堂的东家？是。东家，你能在白云县城开个仁心堂吗？其他人也眼巴巴地看过来。仁心堂的大夫和善，要钱公道，比城中的几家都要强。我们是小本买卖，不好扩张，不过如果有合适的店面，还是可以考虑的。众人大喜过望，纷纷表示可以帮着找店面。一个长相普通的男人嗖地从人群里窜出来。店面？有啊有啊，我是衙人，对县城中的店面了如指掌，要不我给您介绍几个？好啊。士兵们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个眼色，要不要放进去？应该不是上司让他们严防死守的那几个男女，更不可能是晋宁县主。忽然一个士兵看向宁之薇，大声问道：紫草功效是什么？清热凉血，活血，解毒透疹。热逼饮的配方是什么？西北苦寒，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宁之薇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什么书都看。芍药学医术时，宁之薇在一边也看了些。当归12克，黄芩9克，连翘12克，忍冬藤12克，海桐皮12克，生甘草。他张口就来，如数家珍，说的头头是道。士兵们都听不懂，看向同伴。他说的对吗？对，请吧，2文钱。进城每人2文钱，一共20人，付了40文就大摇大摆地混进去了。衙人犹豫了一下。县衙斜对面有一个店铺，以前是开酒楼的，但前2天老板横死，家里急着脱手回老家。您要是不忌讳的话，去看看。去。院子不大不小，就是在办丧事，到处乱糟糟的。宁之薇站在2楼看向县衙，里面的动静一览无余。县衙外面跟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但里面重兵把守。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指手画脚，大声呵斥着什么。他一眼就认出这山羊胡子是苏明锦的幕僚之一。苏东家，您觉得这房子如何呀？还行，方便随时监控县衙的动静，这位置是绝佳。这房子值不少钱呢，一共花了5000多两银子，我就给你便宜点，就5000吧。但我不敢买，你不老实啊。你什么意思？这位置，这楼层，不将你家杀得人头滚滚，杀谁呢？谁敢在县衙对面盖2层的楼房？一个窥视县衙罪名就扣10了。男人的脸色巨变。你胡说什么？宁之薇看着这套房子，最起码有个10几年了。你们家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买不买呀？不买赶紧滚！不出3天，你家就要被灭门。我要是你，
立马带着家人扶棺回老家，闭门不出，逃过此劫。你胡说什么？信不信我揍你啊？宁之威挑了挑眉，扭头就走。回来，你说多少钱吧？500两。男人倒抽一口冷气，他疯了吗？哪有这样还价的？你除了我这个外乡人，没人敢买你的房子。3000两。600两。2000两。700两。你也太歹毒了吧！这位公子，请看在我们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别把价格压得太狠嘛，我们以后还得生活呢。你们这些世代传承、把持乡里、关系网盘根错节的地头蛇，早就捞够钱了吧？这是县衙的小吏，别看他们不是官，地位低，但都是本地人，世代相传，相互勾结，组成了一股庞大的力量，能把持架空县官。强龙不压地头蛇，通常为祸一方横行霸市，看着房子建成这样，明显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人家。对方哑口无言，最后以1000两银子谈妥。走，去县衙改房契地契。这很为难，房子有问题？那就算了，我可不能买个麻烦回去。不是的，我这就带你过去。王二，你怎么来了？嘿嘿，我把我家的房子卖了，带人过来改契书。哎，李哥，我们是数代世交，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兄弟，通融一下吧。这衙役很为难，王二塞了1小块银子过去，衙役立马收好。哎呀，那行，进来吧。衙役带着他们走进县衙，宁之威不动声色地瞥向四周。县衙前面驻守了一支队伍，山胡子幕僚应该在后院。衙役熟门熟路进入一个房间，开始走流程，最后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个萝卜章，在契书上盖上官府的大印。宁之威看得目瞪口呆，这都可以？衙役见他表情不对劲儿，解释道：哎呀，放心，这跟真的一模一样，挑不出半点毛病，所有文书都是这么办的，县老爷懒得管。宁之威无声的叹息，基层吏治已经糜烂至此了吗？哎呀，赶紧走吧，听一句劝，少来县衙。听说进了陌生人。衙役和王二不约而同的变了脸色。王二，不是打发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是过来改契约书的。契书？斜对面的酒楼？是。谁允许你们私下买卖的？这是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啊！钱大人，这是我们王家祖传的产业，怎么就不能卖了？现在是主公的。他接到的任务是控制县衙，搜罗城中的钱财，筹备军饷，准备招兵买马，但怎么低调怎么来，务必不能惊动朝廷和四周的官员，苟着发育。苏明锦算计得好好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白云县为据点，吞噬四周的城镇，挖空矿山做起事的准备。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遇到了宁之威。王二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钱大人，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哼，我给你们时间，让你们整理好家产，主动献给主公。没想到你们执迷不悟，该死！主动投家产，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来人，把他们拿下！王二吓得魂飞魄散，后悔莫及，忽然手指向宁之威。不是我，是他要强买，我实在没办法，要怪就怪他。好大的胆子，知道在跟谁作对吗？啊？知道，前朝余孽苏明锦。你是谁？你猜？弓箭手，杀了他！话音刚落，他就两眼翻白，身体不由自主地倒下去，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像触到了神秘开关。在场的所有人纷纷倒地，昏迷不醒，包括躲在暗处的弓箭手。只有宁之威站着不动，捏了捏手指上的迷药粉末，嘴角扬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去，
搜查县衙的每一个角落，一定要将苏明锦找出来。是。山胡子幕僚被冷水泼醒后，开始还挺硬气的，说什么要为前朝皇室尽忠，还劝宁之威弃暗投明，辅佐苏明锦成就一番大业。被宁之威抽了几鞭子就老实了，再一逼供，什么都招了。苏明锦亲自带人去探查矿山，正在哪个深山老林待着呢。东升，你跟我前往青竹山庄。是。芍药，你留守县衙，暂时接管县衙的大小事。那有人提诉状怎么办呀？拖到周红叶和大姐姐到来，一切照前例，尽量别惊动城中的百姓。是。这就是青竹草场，东升，你来指挥此次战役，我压阵。是。他带着一队人马冲出去，不知过了多久，青竹草场有了动静。主公，属下不负使命，将青竹草场拿下了。好。主公，有个自称白云县令的人要见您。去看看。大厅，一群男女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模样很是狼狈。本官是白云县令陈世浩。身为朝廷命官，落入前朝余孽之手，怎么没有自尽以保名节？前朝余孽说，只要我不寻死，他就放了全城百姓。我是白云县的副目官，保护百姓是我的责任，哪怕忍辱负重。你跟前朝余孽吐露了什么机密？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所以被关在这里。骗人！他出卖了白云县的士兵，害得无数士兵惨死。孽女，你闭嘴！你叫什么？陈银娣。此时的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启，这就是未来女帝和开国第一任女首辅的初见，无数后人憧憬的场景。你别信她的鬼话，她是我的不孝女，整天跟我作对。陈世浩，从小家贫，正清5年2榜进士，5年后授官白云县县令一职，至今有12年了。自从你来了之后，苛政多如牛毛，百姓民不聊生。而你，12年间多了一个占地10几公顷的草场，一条长街的店铺，3间大宅，2个农庄，这都是民脂民膏。别人都不愿意来西北任职，所以陈世浩的县令一做就是12年，不升也不调离，成了白云县的土皇帝。你胡说！我妻子是名门望族，有的是钱。哪个妻子？第一任妻子，你恩师之女，织布绣花供你科举，你一朝成了进士，原配就死了。第二任妻子，富商之女，拿出所有嫁妆给你跑官，终于成功拿下白云县令一职。第三任妻子，上官的庶女，也就是现在这位陈夫人。你们勾搭成奸的第2天，第2任妻子就暴毙而亡，死因不明。对了，你第3任妻子的嫁妆只有24担，全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也就值个1000两银子吧。而这草场，就值个几万两银子。你一个小小的县令，1年的俸禄也就300两银子，10年就3000两，这还是不吃不喝的情况。所以你说说，这钱哪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宁之威。晋宁县主，你是晋宁县主？是。晋宁县主，我是陈世浩第1任妻子生的女儿，状告陈世浩杀妻灭女。我的母亲是他亲手捂死的。你胡说！虽然我当时只有4岁，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母亲搂着我在午睡，我睡不着，悄悄爬到床后。陈世浩走了进来，走到床边，毫不犹豫地拿起枕头捂住母亲的口鼻。闭嘴！晋宁县主，这是他的幻觉，他凭空捏造出来的，
是他记恨我只疼别的孩子，不疼他。他应该好好反省自己，是他自己不讨喜。各位，陈世浩勾结前朝余孽，残害我大齐士兵，可有实证？有。又是陈银娣，他蛰伏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天。我都听到，他为了活命，不光出卖了守城的士兵，还将粮仓的位置全部告知，还怂恿前朝余孽打劫城中富商和官员。敬您县主，我愿意将这个草场献给您。这已经是我的。我将名下的商铺、田地、宅院都献给您，只求您高抬贵手。把他拖出去砍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不合流程。按理来说要送去京城刑部复审，等候最后的定夺。官员再小，也不是你想杀就杀的。我是朝廷命官，你没资格砍了我。宁之威听而不闻，挥了挥手。敬宁县主，我知道前朝余孽将抢来的粮草和珠宝首饰藏在哪里。哪里？能不能换一个条件？说。我想留在您身边，为奴为婢。我不收奴婢，不过我收学生。恩师在上，请受学生一拜。先别，我还没有开始收弟子。这开山大弟子不是寻常人能当的。我愿意亲历一试。你将来想做什么？或者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像您这样强大无畏，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觉得那些罪官的家眷怎么处置？按大齐律法，罪官家眷降为奴籍，发配到边疆苦寒之地，或者收进教坊司。你识字，读过大齐律？是。你去问问那些罪官家眷，想发配到边疆，还是想去教坊司？是。陈银娣，你还敢来？你害死你亲爹，你是畜生，会遭天打雷劈的。我不怕，你还不如想想自己的下场吧。你什么意思？奉敬宁县主之命，问大家一声，想发配到边疆，还是想去教坊司？2选1，你们自己选吧。如果都不选呢？就去死。你，陈银娣，你弟弟妹妹还小，你忍心让他们过苦日子吗？他们都是跟你流着一样的血。你们虐打我时都忍心，看到你们受苦，我又有什么不忍心的？我数到10，如果不选，那我就帮你们做主了。1、2、3。我选，我去边疆。我去教坊司。很快，所有人做出了选择，就连陈家人也默默地做了选择。县主，去边疆的共计42人，男15人，女10人，7岁以下的孩子17人。教坊司的共计23人。你继母和妹妹都选了教坊司，你就不怕他们哪天得了贵人的青睐，卷土重来，找你报仇吗？那只会监督我变得更强大，成为他们永远够不着的存在。粮草在哪里？请跟我来。主公，有粮食，好多粮食，还有金银珠宝。把金银珠宝拿去换粮食，有多少换多少。这粮食取出来，我有用。见过主公。周先生，大姐姐，你们终于来了。周先生，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周先生养了几天病，身体完全康复了。宁之威这才将白云县的事情都移交给周先生，以后他就是代理县令。朝廷那边不会派县令过来了，你先练练手，清河、黑石几个县将来都要拿下的。是。这是陈银娣，负责草场那边，你们认识一下。银娣，以后有什么事就找周先生，他很厉害的。一切就拜托各位了。敬宁县主，您能不能帮我取个新名字？行。你母亲姓什么？姓盛。盛夏。灿烂的、热情的、繁荣的，充满了希望和旺盛的生命力。盛夏，你喜欢这个名字吗？我很喜欢，以后我就叫盛夏了。谢谢敬宁县主。
玉门关宁家军的大本营，长长的进城队伍好像卡住了，半天没有反应。宁之威微微蹙眉，去看看怎么回事。侍卫匆匆而去，匆匆而来。是宁老夫人和一众女眷在前面，但进不去。宁之威没想到他们的动作这么快，已经到了玉门关。他还打算安定下来，就派人去迎一迎呢。为什么进不去？有人拦住了他们，不许他们进。快去看看。这位小兄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城？奉一面小将之命，宁家人不得入内。为什么？我只是奉命行事，不需要理由。去，把宁然叫出来。之威，吴姐，你总算回来了。哼，他们欺负我。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直呼一面小将的名字？是我，宁之威，静宁县主，宁家的家主。这就是传说中的静宁县主，在京城待得好好的，怎么跑回来了？还如此强势，这下子麻烦大了。宁府，去，敲门。快开门！宁老夫人和一众家眷回府了。大门开了，一群贱妇簇拥着一个美丽的年轻妇人走出来，气派的不得了，是当家女主人的排场。你是何人？孙媳将士，见过老夫人。老夫人福寿安康。孙媳？我怎么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啊，我是七少的妻子，因特殊原因没来得及回禀长辈。七少夫人猛地走过来。你说什么？你是七少的妻子？那我是什么？这是姐姐吧？我听夫君提起过你，说你们结婚1个月，夫君就离开远赴战场，你留在家里照顾长辈，辛苦你了。以后我替你一起分担。你说的什么鬼话？我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你就算是当妾，也得经过我的同意。我已经为宁家开枝散叶，尽了一个媳妇的责任。七嫂，您先别急，我们先去见七哥，看他怎么说。什么？开枝散叶？回老夫人的话，我已经为七少生下嫡长子，取名宁信义，族中排名第3。我七哥瘫在床上动弹不得，怎么生孩子？你当全天下的人都蠢吗？生儿育女是本分，是为自己生的，孩子不是拿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工具。我没有，你冤枉我。我知道了，你想借机除掉宁七少，独占宁家，你好恶毒的心肠啊！老夫人，您一定要防着宁之威啊！他野心勃勃，意图抢占宁家家业，他会害死所有人的。属下来迟，请小姐恕罪。姜氏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男人谁的话都不听，高傲独断，连七少的面子都不给，却跪在一个女孩子的脚下。难道传言是真的？宁然曾经是宁之威的侍卫，可是他已经脱离了宁之威，手中握着10万大军呢，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怎么还肯跪在他脚下？宁然啊，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能为小姐效命是属下的荣光，属下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把宁家军残部收拢起来，西北7城尽在我们手里。干得好！这是宁家军的兵符，物归原主。等一下，这是宁家军的兵符，物归原主，也应该是归还宁家唯一的男丁，只有宁七少才有资格接掌宁家军。宁然另一只手将一面具呈上，这是您的东西，请收回。他接过兵符往上一举，语气严肃而又庄重。宁家军听令，属下在。从即日起，我宁之威接掌宁家军主帅一职，军令如山，凡不听约束者，斩无赦。谨遵主帅之命。谨遵主帅之命。你们都疯了吗？你们要效忠一个女人？你们难道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宁七少吗？他才是唯一的男丁，接掌宁家军的人呢。宁家军主帅一职，有能者居之。他有什么军事才能？他连战场都没有上过，
你们怎么敢将命交到他的手上？他才是真正的一面小将军，我只是他的辅助。什么？老夫人，您就住外祖父住过的主院凌霞阁。大夫人，您就住大舅舅住过的院子西明阁。他将每个人的住所都分配好了，都去住夫君的院子。七少夫人，你住七哥的院子七星阁。我不同意。至于四姐和六妹，我住的凌霄楼附近有一个种植药材的院子，就先住那里吧。行，我们还能经常串门呢。江氏看着宁之薇从容安排人手，终于忍不住了。宁武小姐，这是宁家，你只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还轮不到你做主。我是宁家家主，而你想入宁家的族谱得经过我的同意，没上宁家族谱算什么宁家媳妇？又怎么敢对我们宁家的事指手画脚？你配吗？你不认我没关系，但信义是宁家的嫡孙，必须要上宁家的族谱。只要信义上了族谱，他的生母自然而然跟着上了。宁之薇翻了个白眼，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女人，居然想爬到他头上，真敢想啊！必须？这世上哪有必须的事啊？有空就跟我七哥多打听打听宁家的事，你真是一无所知啊！大夫人，将所有的下人换掉，将我们带的人递补上去。这是他的地盘，轮不到别人耀武扬威。好，夏生，开除所有的护卫，换上我们的人。侍卫团队直接向我负责，遇到抵抗者，杀。是。当时心里一寒，浑身汗毛都起来了。唉，又是你七嫂在折腾，她心里不顺，要不你去劝劝？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儿只有七哥能解。他是不会管别人的家务事，容易里外不是人。七哥的身体好点了吗？大夫怎么说？唉，大夫说当初经脉断了没接好，要重新打断再接，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但是这也是唯一让他站起来的办法。你七哥说再等等。等什么？不知道，他像个闷葫芦，不怎么理人。宁大夫人也很头疼，宁七少的性情大变，再也不复以前。七哥，我们谈谈，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大哥、二哥、三哥、六哥？宁七少的脸皮一抽，宁之薇愣住了。是六哥？怎么会是他？小五，这件事情你就当做不知道。六哥已经成亲，求娶时曾许下此生不二色的誓言，所有人都知道夫妻俩婚后甜蜜，不知羡煞多少旁人。如今六少去世，六少夫人全靠往日的甜蜜才勉强活了下来。若是知道真相，她会疯的。可不能让你背这个黑锅呀。六哥都不在了，他还有个子嗣在世，我高兴都来不及，受点委屈怎么了？六哥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说他不是这样的人。是一场露水姻缘，他被朋友拉去家里玩，醉酒之后发现跟江氏在床上，江氏怀上孩子没多久，六哥还没有想好就出事了。如今看来，这是一场阴谋，大皇子打算除掉所有人，然后挟这个孩子以令宁家军。狗东西，确定是六哥的孩子？他背后有个弘志，宁家男丁都有的。宁七少要不是确定这一点，怎么肯吃这个亏呢？三哥，我们现在先去拜见静宁县主，还是先去拜见宁老夫人？先去拜见金宁县主，他才是西北之主。没想到他有这样的魄力，居然将军民政一把手直接越过宁七少，将权力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宁之薇那么强势，不会甘于当下手，就是不知道她一个女子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那现在怎么办？先看看情况再说。三哥，我真的比不上宁之薇吗？
当然不是，你比他温柔，比他体贴，比他有才华，比他更漂亮。我也这么觉得。一行人先去了将军衙署，顺利的进去了。一波未平，又来一波，段家人一来，那就更热闹了。七哥估计够呛。小姐，接风宴出大事了，请您马上过去。宁之威脸色大变，噌的起身。今晚特意为段家三兄妹办了接风宴，他打算过会儿露个面就走，可怎么就出事了？不行，段家这三兄妹是非常重要的棋子，可不能有个闪失。接风宴，老夫人，救命啊！怎么回事？小少爷病得厉害，求老夫人救命呀！不排序的只有江氏所出的那个孩子。怎么侍候小主子的？赶紧去请大夫！大夫都被七少夫人带去照看孤儿院的孩子了。你什么意思？指责我害了那个孩子？奴婢不敢，只是小少爷命在旦夕，救他一命吧，求您了。七少夫人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气得七窍生烟。她什么都没干，却被扣了一口大锅。偏偏段新宇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七少夫人，孩子是无辜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算什么东西？区区一个妾，居然敢跟主母这么说话，以下犯上活腻了是吧？我是先皇赐婚，你这是对先皇不满？哼，不敢，但是我对你很不满。身为一个客人，却断然插手主家的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夺宁家的大权呢。你胡说，我没有，明明是你没有容人之量，是杜甫。说我是杜甫，好呀，我就做给你看。当宁之威冲进来时，看到眼前的一幕，倒抽一口冷气。去，把他们拉开。按照我们宁家的规矩，犯了错的人送去祠堂跪3天3夜，这期间不得饮食。来人，将他们关进祠堂，没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靠近，一日只给1杯水喝。段三少立马站了出来。啊，不，这可不行，我妹妹身体刚刚痊愈，受不了这种苦。我妹妹还没有嫁进宁家，不用遵守宁家的规矩吧？我会好好管教她的。段四少很机灵，拉着段新宇就往外走。就在两人暗暗庆幸快逃出升天时，后面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走出这扇大门，两家的婚约就此作废。不是我们宁家不遵先皇的圣旨，是你们段家没把圣旨当一回事。我们没有，这话不能乱说。从先皇赐婚的那一刻起，段家大小姐就算是宁家人了，在宁家的酒宴上当众互殴，败坏的是两家的声誉。若段大小姐不把自己当宁家人，那就请离开吧。我去跪祠堂。很好，记得交一篇800字的检讨书，我满意了才能从祠堂走出来。凭什么？就凭我是宁家家主。今晚发生的事，我不希望在外面听到任何风言风语。都散了吧。家主，你要救救小少爷呀！他若是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七少？好好的怎么会生病？啊，您不知道，小孩子经常生病的，谁都没有亲娘尽心啊。不如让孩子的亲娘守在身边，哪怕他不能动，但是能盯着呀。这些人都是江氏挑的，都是偏着江氏的。江氏被他挑断了手筋脚筋还不安分呢，宁可让孩子生病也想要守在身边，分明是想给孩子从小埋下仇恨的种子吧。下人照顾不周，通通发卖掉。不要啊！小少爷从一出生就是我们照顾的，他离不开我们的。拖下去。江氏看来吃得太饱了，以后每天吃1顿吧。今天县主，你怎么才肯放了舍妹？宁之威嘴角微微翘起，总算是等到这句话了。还需要我说的更明确些吗？出京城前，段首府给了你一道圣旨，让你临时调遣西北各军队，是不是？今天县主，我
这件事儿只有他跟祖父知道，就连心雨和四弟都不知道。宁之威一个外人是怎么知道的？宁之威虽然不在京城，但京城的风吹草动他一清二楚。说是新皇的旨意，不如说是段首府的意思。他挟公自傲，独断朝纲，大有问鼎皇权。今年县主禁言。你们段家想干什么我不管，但若想用这道圣旨在关键时刻给我一刀，那是不可能的。段家并无此意，这只是保命符，万一我兄妹遇到过不去的难关，就向附近的驻军求救。是吗？我一个字都不信。这圣旨是针对我宁家的，针对我的。有了这道圣旨，就能调动附近驻军随时发动攻击。段三少汗如雨下，惶恐不安极了。他聪明绝顶，怎么可能不懂祖父安排的后手呢？可现在被他察觉了，等于这一招废了。这是宁之威的地盘，是生是死全在他一念之间。还请金陵县主帮我保管此物。很好，段首府苦心被后辈安排的后路，现在归他了。城主大人又出布告了，快去看看。天啊，这是真的吗？先别激动，快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宁城主说护市即将开启，有意者可向官府报名。我们老百姓也可以进入吗？可以，到时会有2个内侍和外侍，大商人进入内侍交易，外侍是组成一条贸易街，供2国的普通百姓相互交易。这么一来，普通百姓也能挣上几个钱，养活全家。同时还会搞一条美食街，只卖吃的，谁想去都可以。百姓也可向官府借贷。等一下，是可以向官府借钱做生意的意思吗？对，小本买卖在10两银子以内可以借贷。10两银子用来做小买卖是足够了，利息是多少？无息，这是宁城主推出来的惠民政策，但也是有门槛的。哎呀，快说呀！其一，申请者要有清晰的规划，想做什么小生意，怎么进货，怎么销货，人手够不够，得审核通过了才发放。第二，要有一定的抵押物，房子、田地、农具等都行。第三，要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还钱，若是还不出，要为官府无偿干活，直到还完钱为止。消息一出，7成都轰动了。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商家们也从各地赶过来。深夜，段家3兄妹忧心忡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茫然不知所措。段四少面有忧色。三哥，宁之威到底想干什么？他的野心太大了，西北7城怎么满足得了他？难道他真的要成为西北之主？他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女人？给祖父写信，让他来判断吧。我有个主意。你说。甘陕总督是荣敬，这西北地区的民政归他管的。就是说，宁之威跟他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不如让荣敬和宁之威斗一斗，我们坐山观虎斗。荣敬和宁之威的关系很好，有可能他们已经结盟了。关系再好，在利益和滔天的权势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我就不信荣敬能忍受一个女子跟他争权。结盟是为了随时撕毁。三哥，你去联系荣敬吧。我就在宁七少身上多下点功夫。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宁七少的身体治好，推他出来争当宁家之主。宁之威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女人，斗不过宁家男丁的。大金边城，哈迪尔王子坐镇，他是大金2王子，骁勇善战，残暴无比。他看着手上的信，满眼的迷惑。什么？护市？这不是大齐新皇的意思呀？是宁家人干的。什么？宁家人的胆子什么时候这么大了？宁家不是快死绝了吗？现在谁是宁家的带头人？晋宁县主宁之威。你是说杀死我弟弟的那个女子？是。给他写封书信，就说我要见他，共商护市一事。
很快就有回音了，只说了护士的具体位置和地点，并送上相关的条文和规则。哈迪尔气笑了，这是通知他们，不是跟他们商量啊，哪有这么做事的？这人太霸道了。哼，这人不讲规矩，得给他一个教训。我们大金不配合，让他一个人闹吧。可是什么？国内所有商人都闻风而动，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他们怎么知道的？通知下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跟齐国做生意，否则按叛国罪处置。这恐怕有点难，各大贵族的人都来了，王后的人也来了，还带来了大批商品。哈迪尔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他纵然是王子，也压不下这么多权贵。断人钱财跟杀人父母无异。开户室的前一天，哈迪尔王子特意过来查看，远远就看到人山人海，不禁惊呆了。还没到日期吧？怎么这么多人？两国百姓早就自发过来了，每天都很热闹。这是出自宁之威之手？应该是吧。他现在在哪里？应该在临时设立的管理衙门。走，我们去见一见这位宁小姐，要是能活起，那就是大功一件。而同时，宁之威也在琢磨大金的情况，这笔笔血债都记着呢。宁之威从来没有忘记宁家无数子孙是死在谁的手里，宁家永镇西北防的是谁？是大金的铁蹄。他走在热闹的市集上，看着百姓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听着大家开心的笑声，嘴角微微扬起，这样真好。忽然前面一阵喧哗，宁之威带着人挤过去一看，是一对漂亮的姐妹花跪在地上。卖身葬母？搞什么？管理的人呢？怎么没把人拖走？各位行行好，帮帮我们姐妹吧！一个胖乎乎的富商见状，扔了10两银子过去。哼，这钱足够买口好棺材，赶紧回去把丧事办了吧。但两人没捡钱，一动不动，像是没听到。众人茫然了，怎么回事？宁之威挑了挑眉，闻到了不对劲儿的味道。去把人带走，他们挡路了。就在此时，几个打扮异域风情的贵族男子出现了。哟，有美人儿！来来来，说个价吧，我把你们姐妹俩都买下了。我们不要钱，只要公子帮我们办一件事，我们姐妹愿意为您做牛做马，为奴为婢，一辈子侍候您。男人越看越心痒难耐，一个娇柔，一个甜美，都细皮嫩肉的，他喜欢。行，我答应。说吧，什么事儿？帮我们杀一个人。有点意思，原来卖身葬母是假，想找凶杀人是真的。谁？庆宁县主宁之威。你们跟宁之威有何仇怨？见过二王子。是哈迪尔王子来了，饶有兴致地看着姐妹俩。你们是谁？回二王子殿下，我们姐妹姓郑，是洛城世家郑家的女儿。宁之威为了一己之私，为了霸占我们郑家的家产，杀了我们的父亲和兄长，还抄了我们的家，将我们赶出去。可怜我们郑家几百口人流落街头，病的病，死的死，我们被逼走投无路，快要死绝了，还请二王子为我们做主。你们说宁之威为了霸占你们的家产？对，他早就眼馋我们家的财富，故意设下鸿门宴，害死我们的家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子，侍卫有点担心，这居然是郑家的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谁安排的？宁之威微微摇头，郑家人都被送去了一家农庄，只要好好干活就饿不死，但对于养尊处优的人来说，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先按兵不动，看看还有谁跳出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吧。各位父老乡亲们，宁之威是个恶魔，他看上了什么，就要不择手段的抢到手。他能这么对我们郑家，就能这么对你们。
我们郑家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反抗啊！一个女人居然兴风作浪，想压在所有男人头上，想成为这西北的天，想坐在男人头上拉屎。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你们能忍吗？他狼子野心，想成为西北之主，他这是作死啊！朝廷一旦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到时候朝廷大军杀过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姐妹俩歇斯底里的喊叫，但百姓们的反应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热烈。宁之威将7城县令除了，换了自己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开粮仓，给城中每一户人家发粮。第二件事是招一批青壮年，修城墙、修水道、修路，以工代赈，迅速稳定局面，还分发一批良田给百姓。这比之前鱼肉百姓的狗官强上100倍。他们是得到真正实惠好处的人，没办法共情世家小姐。最后一点，宁之威的口碑非常好，至今还流传着他舍身敲响登闻鼓，救下宁家女眷的故事呢。看来大齐的百姓都是孬种，甘愿被一个女人踩在脚底下。说的好像你不是你妈生的，是畜生生出来的。我们大齐国的事就不劳哈迪尔王子操心了。你是谁？他就是宁之威，还算秀色可餐。大齐朝的男人就好你这一口？哼，不如跟我。是谁偷袭本王子？一个手持长剑的侍卫出现在宁之威身后，冷冷地看着哈迪尔王子。哈迪尔王子还有什么不懂的？这是来自宁之威的警告。跟畜生说话就是费劲，都不会说人话。宁之威，你这是要跟大金国开战吗？你一个王子有什么资格说这话？难道二王子登基成新王了？可喜可贺啊！你胡说！闭嘴！我知道你狼子野心，想谋权篡位，但不要说出来嘛。你这样，大家都很为难。终于见识到了静宁县主的口舌之力，就是不知道你的拳头是不是也这么硬。静宁县主，你先向郑家人道歉吧。你是大金人，他们是大齐人，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大金人来说三道四、错手画脚？那换个说辞，你把人家害得倾家荡产，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交代什么？跟你这个异国王子交代？哦，对了，是郑家在战争期间将粮食和盐铁卖给敌国吗？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奋勇杀敌，浴血奋战，郑家却在背后资敌。你胡说！你这是诋毁！我们郑家清清白白，永远不可能资敌。有账可查。战争期间一共卖出1000万担粮食，500担盐，1000担铁，共获利1900万两银子。而我朝将士和百姓在此次战争中丧命30万多人，你们郑家挣的每1钱银子，都沾满了将士和百姓的鲜血。百姓们的怒火一下子点燃了，纷纷捡起小石头砸过去。怎么会这样？这跟所说的计划不一样啊！他们躲在哈迪尔王子身后，抓着哈迪尔王子的衣服不放。快放开我！一片混乱中，忽然一支长剑射向哈迪尔王子。哈迪尔王子避之不及，正中肩膀，血流不止。宁之威，你欺人太甚！来人，跟本王子打回去！不是我。但哈迪尔王子头脑发热，就是不听，挥舞着长剑刺过来。侍卫们立马应战，你来我往，现场一片混乱。主子小心！宁之威猛地回头，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长剑对准他的胸口射来，眼看避之不及，就要射中他。宁之威的胳膊轻轻一挡，长剑是射中了，但不知为何居然掉在地上。快护着主子离开这里！抓活口。是。家主，哈迪尔王子求见。让他进来。哈迪尔王子不仅来了，还把郑家姐妹也带来了，将昏迷的2人往地上一扔。我把他们送给你。首先，他们不是你的，是我们大齐国的百姓。其次，你没有资格说这话。
好好，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把他们带给你，交给你处置。来人，将郑家姐妹带下去审问，一定要问出背后之人。是。护士那边有关吗？不用，关了就中了对方的计了。继续开，再多派1倍的人手过去，外松内紧，看到可疑之人立马抓起来。记住，动静要小。是。放出风声，就说有人故意刺杀我和大金的哈迪尔王子，意图破坏两国关系，关闭护市。是。喂，你嫁给我吧。宁之威的脸色一沉，还没有说什么。我会遣散妻妾，让他们把儿女也带走，直立你为正妻。我们的孩子会继承2国的皇位。妈呀，他真敢想，不光要大金的皇位，还想要大齐的皇位，也不怕撑死，还想跟宁家结盟，真的是把计算算到骨子里了。哈迪尔王子看出宁之威是野心勃勃的人，不甘平庸。大齐对你们宁家早就忌惮无比，你们这样继续下去，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你们宁家的忠心，在大齐皇室眼里，不过是随手可扔的东西。不如助我登皇位，一起携手共治天下。我们大金没什么男女之防，也不限制女子干政，所以可以双胜并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也放出豪言壮语给宁之威画饼。宁之威垂眸，嘴角扬起一抹淡潮的弧度。他自认为是王子，手中的筹码肯定比他这个外臣之女多，可是他似乎忘了2家之间的血海深仇。宁家不知多少人战死沙场，死在2国的战争中。哈迪尔王子，以后这种话不要再提，我也当作没听到。我们宁家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无二心，我们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子民。请离开吧。你会改变主意的。一开市，到处是热闹的场面，每一个摊位前挤满了人，生意比之前还要好。短短几天，他就挣回了一座银山。哈迪尔王子眼红的不行。精宁县主，这2国的护市，这管理费用应该分我们大金一半。你们从一开始就不参与，启动资金是我出的，场地是我出的，维护秩序的士兵是我出的，轮到有收益了，你跑出来摘桃子。人啊，不能这么无耻。我们也可以提供士兵。晚了，没事别赖我这里，忙着呢。宁之威很不耐烦，这狗贼还不死心，时不时的过来晃一圈，但是吧，啥都想要。哈迪尔王子别看是王子，但常年带兵打仗，手头没有那么宽裕。那你总得分我一点，堵住我们大金朝廷的嘴。分给你钱，是让你装备军队，跑来打我吗？没人能抢走我的钱，一文都不行。你就不怕我父王给新军发公函吗？你们新皇恐怕根本不知道重启护市了吧？发了也没用，钱是我的，新军也不能抢。哈迪尔王子嘴角直抽抽，他这是要钱不要命？难道大齐的朝廷对边关鞭长莫及，失去了控制能力？那他们大金的国策要做相应的调整了。要不借我一点，我们迟早是一家子。谁跟谁一家子？熟悉的声音入耳，宁之威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欣喜。你来了。哈迪尔王子的眼睛眯了起来，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这长得像狐狸般的男人过分好看了啊！你是谁？怎么进来的？甘陕总督荣敬。哈迪尔王子神色大变。你是前大理寺卿荣敬，长公主之子。身为大金的2王子，他自然知道齐国朝堂的大致情况，所有的重臣都在他们的关注中，而眼前的荣敬很早就进入他们的视野中。6原及第的状元郎，一朝成名天下闻，之后就深受帝王的看重，年纪轻轻就成了大理寺卿。虽为孤臣，但在天下文人和百姓心中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力。看来哈迪尔王子对我朝廷之事了如指掌，意欲何为？还别说，他对大金的朝廷之事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大金君王很能生，有10几个儿子10几个女儿，个个如狼似虎，野心勃勃。随着君王渐渐老去，
成年的王子们你争我夺。大金国内的局势比大齐更复杂，权力更分散。如今这位君王是雄主，花了几十年时间统一各部落，扭成一股绳，权力到达了巅峰。可惜他老了，力不从心了，但还是不肯放权，越发贪恋权势，防备下面年富力强的诸王子。荣大人，静宁县主重开护市一事，你可知晓？朝廷可知晓？这个话题很敏感，本就不安好意。宁之威翻了个白眼儿，口东西。荣静冷冷地看着他，这关你什么事？啊！哈迪尔王子没想到他这么不讲究，啥意思？朝廷就这么放心宁之威？他在边关乱搞也不管管？不对呀，这两人是有利益冲突的。荣静是西北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宁之威却要成为西北之主，权力重叠了。我只是替静宁县主担心，他如此疯狂揽财，短短几天内就弄到了几十万银子，实在是让人惊叹呐。哎，荣大人，你可别误会啊，他这钱呢，一定会上交国库的。这狗东西啊，就是眼红了，他就想挑拨两人的关系，让他们斗起来，说不定能在后面捡点便宜。什么？哈迪尔王子想捐几十万银子给大齐国库？那真是多谢了，什么时候拿来？哈迪尔王子目瞪口呆，他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说的是静宁县主。什么？让我派人去取？行，我这就安排一支军队过去。哈迪尔王子脸都绿了，这哪是听不懂人话，分明是故意敲诈勒索。这些文人太狡猾奸诈了。我有事，先走了。扔下这句话，他立马开溜，跑得比兔子还快。没受伤吧？没有，我好着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就你一个家人了，你千万要好好保重自己。我知道了，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别让我担心。这一路很累吧？快坐下来休息，我让人做几个好菜，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主子，什么事？郑家姐妹暴毙。宁之威和荣静相视一眼。什么？是之前就中毒了，中了一种叫月千饮的毒药，每个月都要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七窍流血。月千饮？对，早就失传已久，没想到还有人用。宁之威揉了揉眉心，幕后主使者就没打算让郑家姐妹活着，甚至是想让所有人认为郑家姐妹是死在他手里，败坏他的名声。问出什么了吗？他们知道的不多，只说一个黑衣人将他们姐妹救出来，让他们过来闹事，闹得越大越好。黑衣人许诺会给他们5万两银子，事后送他们去江南生活。他们不知道自己中毒了？是。他们就是利用工具，用完就扔。这是苏明锦的风格。从听到月千饮这种失传的毒药，宁之威就想到了苏明锦，也只有前朝皇室有吧。他是时刻关注着我啊。既然如此，往而不来，非礼也。我就送他一份厚礼吧。白云县某处深山中，一群人簇拥着一个黑衣男子站在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前。主公，这铁矿挖了半年，武器打得不多，要配备一支全副武装的大军很难，可否再找一批青壮力过来干活呢？苏明锦面如沉水，他重生回来的时间太短了，时机也不大对，而他前世的几大助力都被瓦解了。宁家10万大军成了宁之威的囊中物，驻守西南地区的齐家大军、主人、侯府都被宁之威端了，再无齐家军。他身边的第一智囊周先生投向了宁之威，他的暗卫头领被宁之威废了，而长公主手里的那只无所不能的暗卫也没有留给他。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已经落入荣静之手。这一世的走势都变了。前世的他坐拥3大侯府，2支大军，悍然起势，风头一时无两，成为呼风唤雨的一方霸主，志得意满，是人生大赢家。而现在他如丧家之犬，连面都不敢露，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天差地别的落差让他夜夜不得安眠。
让他想想是从哪里开始不一样的，是从宁之威没有回京为宁老夫人祝寿开始的。他没有出现在京城寿宴上，而是去了白水滩的交战现场，见了宁将军最后一面，一念之差就造成了不同的结局。宁之威。苏明锦念着这个名字，心情说不出的复杂，心口隐隐作痛。成也是他，败也是他。附近村庄的青壮年都已经抓来干活，接下来还会有一批流民过来，你们负责接收。是。主公，第一批武器已经造好了，特请您去视察。要是芙蓉园湖底的宝库没有被宁之威挖空，我何须如此操心这些？去看看吧。就在此时，呼声变故，一支长箭猛地射向苏明锦的胸口。主公，小心！一道痛楚的闷哼声响起，不知怎么的，他脑海里浮现一个片段，他带着大军压境，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箭射杀了吊在城楼上的宁之威。他那不甘、含恨的眼神让他不寒而栗。自他死后，他像是中了魔咒，夜夜噩梦。苏明锦面色惨白，坐在地上，满头大汗，手下们心急如焚。主公，我这就为您拔剑，您忍着一点。不用。苏明锦拔下长剑，拿在手里细细端详。宁见他安然无恙，众人大喜过望。您穿了宝衣，没中箭。哎呀，太好了，老天保佑！我们行事这么机密，怎么还会泄露行踪呢？这到底是谁干的？苏明锦抚着胸口，虽然没射中，但胸口受了一股重力，难受的气血翻滚。是宁之威，睚眦必报的女人啊！她怎么比朝廷还要狠，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恨？什么仇？毁家之仇。宁家出事就是苏家父子主导安排的，但他们直接忽视了这一点。各为其主吧。行了，先想办法脱困吧。兵器都在这里，我们不能为宁之威做嫁衣。护士虽然一开始出了点意外，但之后就风平浪静。这一天，两人身着便衣出现在市场，明面上的侍卫不多，但暗中跟了不少人。两人手牵着手逛市场，也不用顾及别人的眼光，每个摊位都热闹而又喜气。但有一个卖羊毛的摊位冷冷清清的，摊主愁眉不展。这是怎么了？市场上的羊毛太多了，已经卖不动。这家的羊毛质量很一般，都没法做毛毯，老板正愁着呢。宁之威心里一动，他在芙蓉园宝库里还翻到一批书籍，里面是前朝皇室珍藏的秘方，其中就有一张羊毛衍生制品的方子。去问问什么价格。一听价格便宜的出奇，等于半卖半送，都买下吧，让人送去管理所。买这么多羊毛做什么用途？边关冬天酷寒，羊毛处理一下可以纺织成衣裤，穿在身上会非常暖和。我打算到时让当地的百姓接下这个活，定制10万套发给军中将士。朝廷之前就处处拖欠饷银，现在更不可能发冬衣了。这样也好，谁养的兵就是谁的，他出钱养的那就是他的。荣静眉眼染上一丝暖意。既让当地百姓挣一笔小钱过冬，又解决了将士们的保暖问题，一举两得。不愧是足智多谋的静宁县主，还得请总督大人多多支持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必须支持。两人相视一眼，全是笑意。宁之威很喜欢他陪伴在身边的感觉，这条路太孤寂了，有个人陪着一起走真好。你不回明州了？不回了，我已经安排妥当，接下去就要对付其他两股势力，将三地融为一体。如今西北地区分3股势力，宁家军控制着7成，大本营在玉门关，如今已经在宁之威的掌控中，而镇北将军带着3万大军占据了西门5座城池，大本营在嘉峪关。西北起义军号称10万大军，趁乱起事，占据了3座城池，大本营在定西关。而荣静
作为西北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有管理权力的。这次的护市，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来了，就他们没来，看来管制得非常严格，不能随意进出。西北起义军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患。镇北将军那边，倒是要花点心思。佟大人，金陵县主，你们快去衙门！出了什么事？钦差大人来了，带来了新皇的圣旨。衙门外面重兵把守，里面钦差高坐，正跟哈迪尔王子和银珠公主聊天。静宁县主到，荣大人到。两位，下跪接旨吧。哎呀，好疼，站不住了。荣静强忍着笑，扶着他在椅子上落座。钦差大人，静宁县主身体不适，站不住，要不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跪着接旨。哼，静宁县主不肯跪着接旨，是不是心中没有君王？这是想干嘛呢？宁之威二话不说，抄起茶杯砸过去。我的手经常不受控制，看到恶心的人和事就会乱砸东西，抱歉，体谅一下吧。静宁县主，你如此无礼，是想跟大金开战吗？开战？又不是没打过。宁之威抄起另一个茶杯，砸向哈迪尔王子。哈迪尔王子早有准备，身体朝后退。宁之威，你这个疯子！我要带大军踏平此地。好啊，我应战。至于你们几个，来了就别想回去了，当人质吧。他的话音刚落，士兵们齐刷刷地涌进来。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规矩。规矩是用来打破的。失策了，这到底是静宁县主的地盘，城外的驻军是宁家军，而他的人马全留在护市那边，只带了10几个侍卫，人多不让进城啊。哈迪尔王子也是个能屈能伸的角色，立马软了下来。我是开玩笑的，两国好不容易和平了，怎么可能轻易开启战火？是我错了，我向静宁县主赔个不是。嘴上说没用，宁之威坚信和平不是卑躬屈膝求来的，而是用拳头打出来的，只有把他们打怕了，才会乖乖的听话。成何体统，成何体统！静宁县主，你这么做很不体面。宁之威冷眼盯上他，慢悠悠地抄起桌上的茶壶。钦差的心一跳，立马噤声：妈呀，这是要砸他吗？他连大金的王子公主都敢砸，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他立马站起来，神色严肃地拿起圣旨，大声颁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令静宁县主将护市的所有收益交给钦差带回，不得有误，钦此。荣静在心里冷笑一声，这圣旨也不知是出自谁之手，段首府没有这么短视啊。看来朝廷又开始乱了。静宁县主，还不快接旨？把账本和银钱取来。宁之威吩咐下去，不一会儿，属下就送上一本账册和一个小盒子。这是什么？所有的银子都在这里了，请钦差大人妥善保管，一定要交到皇上手里，让朝廷上下都知道宁家的忠心。他打开盒子一看，有2个铜板，他没看错吧？他飞快地翻开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结余只有2文钱。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做假账！静宁县主，这是你欺君！护市的热闹，远在千里之外都知道，盛况空前，每天都有无数钱进账，让人垂涎3尺。大人别着急，你翻完账本就知道了。钦差强忍着怒火，将账本翻回去，从第1页开始看。我把挣来的银子都花出去了，一笔是给7城的百姓发放粮食，一笔用来修缮城墙地面疏通水道，一笔是买了种子农具发给农民，一笔是建了孤儿堂，一笔是建了少儿学堂，让7岁以上的儿童读书写字，一笔是建了官学，为朝廷培养输送一批学子，一笔借给了孤贫百姓，让他们做点小生意。他洋洋洒洒地列了一堆，全是为百姓做的实事儿。这不是1城1市，而是7城。到了今日，钱都花得差不多了，只剩下2文钱。他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接下来
还要将7座城池之间的官道修一修，连成一片，还要拨一笔款薪农桑。这2笔还没有着落，只能待来年的赋税。就是说明年的赋税不交了，别指望了。静宁县主，你只是宁家的家主，不宜插手这种事，你越剧了。是我临时有事顾不过来，拜托静宁县主帮忙的。事实证明，静宁县主有这个治世才华，不该被埋没。你们把朝廷的法度置于何地？我正想请大人代呈奏折，为静宁县主求一个官职，他担得起。静宁县主，西北军的主帅不日将上任，还请做好准备。朝廷是不可能放任宁之威在边关搞风搞雨，更不会任由宁家军成为宁之威一个人的私军。宁之威的眼睛微微眯起，这是要对他的宁家军下手了。主帅一直不肯给他，空降一个。是谁啊？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既然提起这一茬，还请钦差催一催新皇，西北军的饷银、粮草、衣物何时发放？这都拖欠1年多了，将士们快要饿死了。朝廷再缺钱，也不该如此苛待守卫疆土的将士，会让人寒心的。倒是出了什么事，朝廷难辞其咎。钦差大人的脸都绿了，这绝对是威胁。他又拿出一封圣旨，扬声道：“荣大人，接旨吧。”荣敬淡淡瞥了一眼，坐着不动。钦差大人有种很不好的预感，这2人对朝廷都没有敬畏之心，是要造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令甘山总督荣敬主持商谈2国和亲事宜，钦此。和亲？荣敬挑了挑眉，看向哈迪尔王子兄妹，这也是大金的意思？和亲有什么好谈的？直接带去京城，让皇上挑一个纳入宫中就完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大皇子的钦州起事，登基为皇，5皇子起事了，在南州自立为皇。全场哗然，大齐内乱了。宁之威和荣敬相视一眼，这一天终于来了。大皇子在钦州起事，同时昭告天下，细数新君7大罪，第1条就是弑父。先皇不是正常死亡，是被新君下毒害死的。他要为父报仇，起兵征讨。5皇子在外祖家的扶持下逃到南州，顺势而起，自立为皇，以同样的理由起事，发誓要杀进京城，为父报仇，以正朝纲。这么一来，新皇被万夫所指，世人唾弃，不忠不义不孝之人，怎么能窃取大位呢？朝廷这边自然不甘示弱，直指2位皇子是乱臣贼子，是谋逆。之前发动宫变，惹得先皇震怒，他们才逃出京城的。先皇是被他们俩气死的，他们才是不忠不孝。3边相互指责，大打舆论战，一时之间烽火四起，天下大乱，人心浮动。荣敬第一时间赶去明州，当机立断掐断了明州对外的道路，设了多道关卡，不让战火蔓延过来，亲自坐镇明州，处理所有的军政大事。这个时候，西北反而是远离3方交战区，但位于边关，注定不会太平。宁之威亲带一支军队守在2国边境的入关口，下令掐断和金国的所有往来，严守关口，防止金国趁机浑水摸鱼，发动战争。二皇子，皇上问你什么时候能拿下历城？哈迪尔王子苦笑一声，7天4连战，硬是没拿下这座城池。要知道，这座城池屡次被攻占，在2军手中反复轮替，可落在宁之威手里，顿时变得不一样。城墙高耸，坚不可摧，攻城仿若比登天还难。宁之威才是真正继承了宁老将军衣钵的人，用兵如神，排兵布阵信手拈来，堪称举世无双。副手轻轻叹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他藏得太深了，当初制定宁家将清除计划时，没有将他算在其中，他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才造成了如今不利的局面。他才是真正的一面小将军，那个初上战场就屡立战功，一箭射死敌国将领的天才小将。宁然只是他的替身而已。哈迪尔王子跟宁之威交手后，才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其实比宁大将军更厉害，
宁大将军用兵趋向保守，求稳求平，而他诡计多端，擅长出奇制胜。要不围而不攻，耗死他们？你知道他背后是什么吗？是7成的精力供给。知道他在护市捞了多少钱财吗？足够他吃上半年。他现在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消息，这时机掐得正好。护市重开，没人管他，本身就不对劲儿。他借着护市大捞特捞，挣得盆满钵满，怎么看都像是提前做战事准备。副手是看不上那破败的7成，西北边关苦寒，穷得叮当响，榨不出几个钱。可没有粮食啊！他之前将粮仓开了分给百姓，没有给自己留多少。如今10万大军1天的吃喝就够呛。哈迪尔王子的心一跳，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副手被他吓了一跳。怎么了？我说错了是吗？我怀疑他是疑兵之计。以他走1步看3步的性子，怎么可能不提前布局？别的不说，粮食一定是充沛的。到底谁耗谁呢？他们跟这种妖孽打仗能赢吗？城墙上，深夜，宁之威还在四处巡视。所到之处，士兵恭恭敬敬叫一声主帅。能带他们打胜仗的将军就是好将军，就值得他们拥护。强者为尊是军队的法则。宁之威本是宁家人，又力挽狂澜保下了宁家军，又是送粮送兵器，从未亏待过他们，他们自然是拥戴的。如今他用兵如神，一连几胜，更是赢得了军中上下的人心。宁然一直跟在他身边，看着他疲惫的脸，有些担心。主帅，您回去休息吧，晚上我来值守。今晚应该不会夜袭了，不过还是要打起精神。是。让人熬一锅姜粥，分给守城的兄弟们喝，暖暖身子。是。宁之威回去休息，有人迎了出来，他定睛一看，芍药、盛夏，你们俩怎么还没睡？我们有点事找您。什么事？我们在城中发现了几个可疑人物。可疑人物？就有间青楼有点问题。青楼？你们怎么知道的？您亲自筹建的那支义士队伍，大半是女子。这次打仗派上用场了，名声也就传开了。白天时有人过来请女医过去诊治，诊金给的很高，我就同意了。我让季叔带人陪着分娘姐妹去了，他俩看着老实，其实骨子里很机灵。回来就说情况有点不对劲。这支医师队伍是芍药在管着，是请去青楼给姑娘看诊，但老是有意无意地打探军中的情况。让人暗中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通知我。是。第二天晚上，宁之威正在处理军务，盛夏跑过来说发现有异族人悄悄从青楼后门进入。走，我们去看看。把青楼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听到动静，老鸨急急忙忙地跑出来。哎呦，宁主帅，您怎么来了呀？瞧我这张嘴怎么说话的呀？您能来是我们的福气。哎，快进来请坐，我让姑娘们给您表演才艺。走。宁主帅，您这是何意啊？您也是女子，怎么能如此践踏我们可怜卑贱的女子呢？你叫什么？小的叫莲娘。你背后的老板是谁？瞧您说的，这间青楼是我用半生积蓄开的，开了有5年多，承蒙大家不弃，照顾我的生意，还请宁主帅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你是江南苏杭人士？什么？别看我长得娇小温柔，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北女子。知道我为何一眼就看出你是江南苏杭人吗？我不是，您看错了。你跟京城那位老王爷的侍妾很像，不是长相像，是气质像。同一个地方出来的，能不像吗？浑身魅惑气息，眼神勾人娇媚。莲娘浑身一震，心慌不已。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苏浩之培养出来的兽马，不外乎是2条路，
一条是送去权贵的后宅，试图通过掌控男人来增加话语权，运气好一点能混成王府侍妾。苏明锦的亲娘就是如此，但最终还是死了。一条是送去青楼做皮肉生意挣钱，靠女色打探情报。宁主帅，你在讲故事吗？还挺有意思的。苏浩之已死，为什么不离开去过自己的日子？侍卫拎着一串女人出来，为首的女子最漂亮。主公，这就是花魁柳菲菲。不错，你昨天传递消息有功，记你一笔。柳菲菲，你这个叛徒，你怎么对得起主子的培养？得，这就承认了。柳菲菲的表情很古怪，似哭似笑似嘲讽。培养？杀了你们全家，让你们成了孤儿再收养，再把你们培养成出卖女色的间谍，这样的培养，你们真的喜欢？你胡说，这不可能！我看过卷宗，他为了收养你们这些绝色女子，不知制造了多少桩灭门惨案。你们也不想想，怎么收养的都是漂亮好看的小姑娘，怎么就没有丑的？众女子如被晴天霹雳砸中，脸色惨白如纸，身体摇摇欲坠。侍卫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男人出来。主公，抓到异族人了，通通带走。从异族人身上搜到军队的情况以及军中将领的弱点、软肋等等。宁之威看着这些，眉头紧皱。把柳菲菲提上来。柳菲菲很快被带来了。坐吧。小的不敢。你是故意泄露消息的吧？为什么？故意请女医师过去看病，但又只是胃口不好，晚上睡不着，这种小毛病。自从晋宁县主来了之后，这座城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百姓的日子也好过多了，最起码能吃顿饱饭。我忍不住问自己，就算主公夺得天下，能比你做得更好吗？前朝皇室余孽世世代代以复国为己任，将天下苍生当成棋子，翻云覆雨，不择手段，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天下大乱。若让这样的人得了天下，那是天下苍生的灾难。我们普通百姓只求天下太平，多苟活几年。苏明锦在哪里？上次毒烟峰洞口，可惜狡兔三窟，被苏明锦从其他暗道逃出去了。他疑心特别重，不相信任何人，神出鬼没的，没人知道他的具体行踪。他想搅得天下大乱，浑水摸鱼，借机复国，我偏不如他的意。我要为苍生谋得一场盛世太平，我要让天下百姓吃饱穿暖。我替天下百姓谢谢县主，还请您永远不要忘了今日所说的话。我不会忘，起来吧。柳菲菲也不用问，自己巴拉巴拉全说了。莲娘才是掌管西北几十家青楼的幕后老板，她直接听命于苏浩之。苏浩之死后，就由苏明锦接手。你以后想做什么？柳菲菲怔住了，沉默了很久，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不甘。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帮县主一起开创一个盛世。孤儿堂缺人手，你去吧。柳菲菲愣了一下，随后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代著名女巡抚的起点。宁之威又提审了莲娘，莲娘的嘴巴很硬，守口如瓶。但看到苏浩之的卷宗时，脸色大变。纪莲玉，江南现身之女，3岁时全家36口人被火烧死，被寄生堂收养，肩膀处有红色花朵胎记，这就是莲娘的身世。寄生堂就是前朝余孽开的。莲娘捂着肩膀，浑身颤抖。不光是她，相熟的同伴们都是被灭门了，送进寄生堂，无一例外。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纵然他从小被灌输了再多的忠义，这会儿也崩溃了。他竹筒倒豆子吐了个干净。宁之威立马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吩咐下去，顺藤摸瓜，将有问题的人和青楼连根拔起，永绝后患。来人，把这几份情报放回去，找个机会将异族人放走，做得巧妙一点。让他把情报带回去，不改一下吗？宁之威摆了摆手，他只扣下了军中将领的那份情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让人摸不透。战争的本质是心理博弈。果然，这情报一到金国人手里，炸开了锅。我觉得是假的，
不可轻信。阿布是拼着最后一口气，话都没说完整就咽气了。这情报是真是假不好说。我看是真的，没有问题。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布防的。你们看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是非常精妙的布局。这份能耐远在众将领之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布防是静宁县主亲自弄的。二王子，您看呢？哈迪尔王子盯着布防图看了又看，脑海里转了无数个念头。他自问，让他来布防的话，还做不到如此精细。应该是出自宁之威之手。那就是真的了，太好了，我们能提前瓦解攻破这布局。二王子心里很不安，宁之威的心思太过复杂难测。让我再想想。二王子，你别再犹豫了，王上已经催了又催，对我们的进展很不满意。您若是没有争下首功，为将来夺嫡挣得足够的筹码，以后就难了。二王子面如沉水，脸色极为难看。机会只有一次，此次是他想尽办法才抢到主将的位置，一心想踏碎西北边关，拿下宁氏一族，立下汗马功劳，积下足够的威望。可第一仗就被宁之威堵在关口，不能踏进一步。他急需一场大胜来挽回所有人对他的信心。如今送情报的人已经死了，这实在不好判断。他的对手是手段极为厉害的宁之威。二王子，大王来信说3天内拿不下历城就什么？革职查办，另换主将。回禀二王子，棋子山那边确实有一条小道，可以直接绕到历城后方。副将大喜过望，消息无误，山中确实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道，直通历城后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二王子，是真的，别耽误了时间，赶紧吧。今晚好好休息，吃好喝好，明天大军开拔，留下一队照常开火做掩护。是。主公，鱼已经上钩了。哈迪尔王子，任你狡猾如狐，最终还是落入我的圈套中。棋子山，停！二王子，怎么了？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暂时休息一下，让我好好想想。二王子，天色不早了，赶紧决定吧。继续前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哈迪尔王子一直提着心，左顾右盼，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鸟叫的声音。怎么慢了下来？前面是峡谷，地势狭窄陡峭。哈迪尔王子看向四周，两侧都是奇峻的山崖，氤氲山气如轻纱帷幔般摇曳，他的不安又一次涌上心头。停！二王子，又怎么了？哈迪尔王子指着高高的悬崖，又指了指狭小的入口。这位置是天然的伏击点，如果敌军事先设下埋伏，那太危险了。传我的命令，派一支前锋军探路，其他人暂时休息。是。半个时辰后，探子飞奔回来禀报：二王子，前锋军已经过了峡谷了，全速前进，动作要快。峡谷狭长，路面崎岖不平，大军走得磕磕绊绊。就在此时，呼声变故，几块巨石疯狂地砸下来，砸中士兵的脑袋，惨叫声连连。二王子脸色大变，暗叫一声不好，中埋伏了，退，快退！但来不及了，后路已经被截断，前路被围住，前后都堵死了，被包了饺子。二王子心中惶恐，拉长队伍，交替掩护，速速杀出一条血路，快！不管他怎么变阵，都是徒劳的。宁家军从上往下打，金军却没法打到他们，一面倒的占尽地理优势。火攻！无数火箭射向金国军队，无数人中箭，烧成一个火团。二王子的贴身侍卫将他护在中间，拼命想杀出一条血路。一支火箭越过人群，直射向二王子。二王子脑袋一片空白。主公，哈迪尔王子被擒，全歼1万人，俘虏3万人，您看怎么处理？把他带上来。不一会儿，五花大绑的哈迪尔王子被带上了，浑身是伤。二王子，我们又见面了。景宁县主，你好奸诈！
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技不如人，无话可说。给大金皇帝写封信，让他出钱赎你。做梦！打死我也不会写信。行吧，将他和俘虏拉去做苦力，不听话就杀一批。是，他倒是硬气，不肯求饶，但被扔去挖了几天河道淤泥后，再也撑不住了。这根本不把他们俘虏当人呐！我这就给父王写信，马上写。大金国王的回信很快到了，宁之威拆开一看，嘴角顿时扬起一抹淡淡的嘲讽。宁之威没好气地将信往地上一扔，二王子捡起来一看，脸都绿了，不但不肯花钱赎，还说他战死在沙场的死讯已经传遍了全国，就算你活着也回不去了。金国二王子已死，没有了你的庇护，不知道你的母亲妻儿会是什么下场呢？如重重一拳打在二王子心口，脸色惨白如纸，只有一个下场，死。那帮如狼似虎的兄弟可不会心软，只会除掉所有的隐患。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憋着坏水。二王子不假思索地拒绝。我不想知道。你驻守边关4城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们却这么对你，实在无情无义。不如你把4座城池都送给我吧，我饶你不死。你做梦！我不会叛国。怎么是叛国？这是和谈。你用4座城换取自己和手下的性命，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帮生死相随的手下。他们对你不离不弃，你怎么能放弃他们？二王子，你要牺牲一下自己啊！一边的芍药嘴角直抽抽，扭过头不看，嘴角却忍不住轻扬。他家小姐素来很擅长攻心。没有了性命，什么都没有了，权势、家人、地盘都化为过眼云烟。二王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不答应。那你回去好好想想。东升，送二王子回去，顺便跟他的属下聊聊。聊什么？当然是聊他们的出路是生还是死。命运全掌控在二王子的一念之间。手下们一听这话还得了，谁愿意年纪轻轻去死啊？他们跪在二王子面前，声泪俱下。二王子，我家里还有年迈的老父老母，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没有我，他们都会没命的。二王子，静宁县主说的没错，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得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二王子，就给大家一条生路吧，求您了。二王子，您是为了大家做牺牲，大家都不会忘了您的恩情。二王子，就这么死了，您甘心吗？我是不甘心的，那些对头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家人。二王子的心渐渐动摇了，内心剧烈的挣扎。2天后，他求见宁之威，第一句就问：我怎么能相信你真的会放了我们？哦，放你们回去搅局，比杀了更有用。太奸诈，太坏了。但不可否认，他这么一说，反而让他放心了。好，我答应你，但你也得答应我保守秘密，终其一生都不能让世人知道此事。放心，只要你的手下不乱说，我这边自然是没人说的。大金皇城，大金国王坐在椅子上，眉头紧皱，脸色不好看。底下的重臣们还在为派谁为主将吵个不休，勾心斗角，各自都有想推出来的人，谁都想掌握住兵权。皇上，我推举阿果吉木，他足智多谋，打仗自有一套。皇上，我推举4王子，他有统帅之姿。皇上，我推举3王子，他勇猛无双，之前的战绩比2王子强多了。皇上，不好了，不好了！什么叫王上不好了？晦气！王上冷冷的呵斥：闭嘴，拖下去打！皇上恕罪，是出大事了。一夜之间，边关连失4城，魏城、元飞城、吴业城
白兆城、4城皆落入宁之威之手。这怎么可能？彻查！皇上，眼下最重要的是将这4城夺回来。臣请战。臣也请战，是将这4城夺回来，拿下宁家军，活捉宁之威。二王子又一次回到朝堂，看着熟悉的人，不禁百感交集。他扑通一声跪倒，眼泪哗啦啦的往外流。父王，儿臣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父王，儿臣活着回来了。几位王子直翻白眼儿，都没瞎，不用反复提醒。你还有脸回来？二王子没有躲，被砸了个正着，脑袋流血了。父王，您怎么能这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输就输了，下次赢回来呗。听听，这是什么话呀？不以为耻，还理直气壮。百官们被惊呆了，二王子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之前可说不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呀。你是怎么回来的？宁之威将我们放回来的。什么？大王子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拱了拱手。父王，这其中定有什么阴谋，还请严查。你镇守的4城失陷了，都落到了宁之威之手，你可知晓？我不应该直接回来的，而是应该镇守边关。可我太想父王了，我只想再见父王一面。如今终于见到了，儿臣心愿已了。儿臣请父王恩准，再点10万大军杀回去，活擒宁之威。他忽然想起一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了，这是静宁县主托我转交的信件。王上接过信，看了2眼，是密封的。他亲自拆开，不一会儿脸色大变，大家好奇的不行。父王，信里说了什么？王上冷冷瞪了一眼，大王子立马噤声。老二，宁之威是个什么样的人？军事天才，能力不输给宁老将军，远胜过宁大将军。宁家兵法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传承，我输得不亏。父王如果不信的话，尽管让别人去试。他巴不得别人都去试，排队输给宁之威，他就不显了。父王，我请求领兵出战，和宁之威一较高下。皇上，宁之威此女留不得。葛日乐，朕命你带5万大军征讨宁之威。是。二王子动了动嘴唇，但话到嘴边儿咽了回去。王上的视线扫过来。老二，你想说什么？千万不要小看宁之威。老二，你不会被一个娘们儿吓破胆子了吧？真没用，看我怎么亲手打败宁之威，将他擒到营帐前百般蹂躏。那就祝你好运吧。大王子信心满满而去，却是扶棺而回呀。他死在了战场，成为第一个战死的金国皇室中人。自此开启了大金屡战屡败的征程。